前世我被爷爷奶奶200块卖给了隔壁村的富二柱，富二柱给完彩礼钱没多久，去搬货物的时候就不幸意外去世。后来富家不依不饶，非说我随我娘天生寡妇命，克死他儿子，要求偿还200块礼钱，也奶不还，还和我娘俩断绝关系。我没钱偿还，富家要求去他家养鸡场做满1年工，偿还这200块的礼钱。在这期间，我在富家受到了剥削和不一样对待，富家还算计富家傻老四侮辱我，我情急之下撞了墙，晕死过去。可能是老天可怜我的遭遇，我带着前世记忆重生回到20岁这一年，这一世我决定狠狠报复他们。闺女，你醒了，都是娘的错，当初就不该答应你去老傅家。张桂凤看着闺女一脸想不通的样子，心想着不会是闺女这一撞把脑袋撞傻了吧。春年，这是咱家啊，娘把你接回来了，以后咱不去老傅家了，娘一定努力赚钱，把那些彩礼钱还给他们家，都是娘不好，拿不出那些钱。老傅家还想要那200块钱吗？做梦去吧，我会等着他们主动送上门的。老天既然给了我重生一世的机会，我会狠狠地惩罚他们的。春年，饿了吧？娘去给你把红糖鸡蛋端来，你等着。说完就转身去了厨房。春年，快趁热吃了。娘，这是哪来的红糖和鸡蛋？这是王大夫给的。这个时候，村里赤脚王大夫走了进来。春年，你醒了，感觉怎样？谢谢王大夫，特意跑来看我，就是头还是有点疼，不过没事。你再休息会，王大夫说了，你这头上的伤要静养，这2天尽量少下地。王大夫喜欢他娘，前世娘因为自己是个寡妇，又带着春年这个小寡妇，名声太难听，所以娘一直都没同意王大夫。柳春年想着，既然重来一世，他怎么也要撮合娘和王叔2个人。这孩子和我还客气什么？你这都昏睡了2天了，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刚才头还有点晕，这会好多了。多休息2天，你这身体也太虚了，好好将养一下，要不以后老了都是病。好，谢谢王大夫。我拿来1只鸡，让你娘给你炖上补一下。王大夫，你把鸡拿回去吧，我们不能要。寡妇门前是非多，平时她都会躲着王勇走，特别是闺女现在这还没过门就克死了富家老三，她现在更是有多远躲多远。你不吃，孩子也要吃，他现在身体这么虚，你忍心看着，我先回去了，你一会把鸡给炖上。柳春年看着离去的王大夫，就想起如果前世娘嫁给了王大夫，不跟着他到城里，估计还不会遇上车祸。这一世他不会让娘再出事的。第2天一早，张桂凤去田里干活去了，柳春年在院子里编篓子，就听到院外有人说话声音。哎，他婶，你看那是不是老五家那大小子吗？大包小包背着提着，这是刚刚从耗子出来呢。哎呦妈耶，可不是吗？那活阎王出来了呀！他婶，你可小点声吧，别忘了他可是从耗子里刚出来的，可别让他听见。哎呦，这才几年啊，咱村里刚安生这么几年，这小子就出来了，以后咱可得注意点。柳春年记得武明浩他前世曾经因为一些事进去蹲了6、7年，这个人后来成了他们村最有名的金主，不过这些都和自己没关系，前世没交集，这一世柳春年也没打算和这个人有交集。哎，丫头你好点了，可把俺担心坏了，那个老傅家真不是个物啊，什么东西，呸，看看奶奶给你带什么来了。李奶奶，这些东西我不能要，您拿回去吃吧。李奶奶是村里的五保户，没了丈夫又无儿无女，本身生活就很困难，靠村里周济着，她怎么能要李奶奶的东西呢？丫头，你还和奶奶见外了是吧？一会午饭时间把这野鸡收拾炖了，好好补补身子。你看你现在瘦的。李奶奶，您又偷偷上山打猎了是不是？俺就是上山挖野菜的时候捡到的。李奶奶，以后不要上山打猎了，不然我就不理你了。俺这把老骨头还硬着呢。行行行，臭丫头就知道管着俺。柳春年不让李奶奶上山打猎，原因是前世的这个时候过了没多久，李奶奶进山打猎被野猪伤了以后就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既然从活一世，她肯定要让李奶奶避过这个祸端。好了，你在这里坐着休息，奶奶把这个野鸡收拾一下，一会炖上，等你娘回来一起吃。奶奶也在你们这凑个热闹。李奶奶说完就拎起野鸡到厨房，准备烧热水烫鸡毛。走在村子里的武明浩对于周围人对他的指指点点毫不在意。到了家院内，那姑娘看着他愣了一下，不敢置信地看着他，手里拿着的盆当啷一声掉在地上。小妹，我回来了。院子里的吴小梅看着他哥也不说话。小梅，谁来了？我怎么好像听见你哥的声音了呢？爹，你听差了，没有谁，隔壁的狗进院子了。你饿了吧？我现在做饭。吴小梅话说完就进屋了。隔壁的狗这话瞬间让武明浩无语，以为家里有一个蹲过耗子的兄长，
一个身体不好的爹，再加一个弟弟，还要长期忍受继母的白眼和责骂，所以小梅现在22岁了，还没人敢上门说亲。姐，我饿了。吴小阳进了院子，看见坐在一边小板凳上的武明浩，愣了一下神。你谁呀？坐我家院子干什么？武明浩看着面前的男孩，猜到他是谁了。你猜我是谁？你猜我猜不猜你是谁？武明浩被他的话逗笑了，还没等他说话，小男孩就凑过来神秘地说：你是不是看上我姐了？我问你，你抗揍不？我姐是母老虎，我哥是活阎王，我是村里的混世小魔王。你要是觉得自己抗揍就留下来。我家的规矩，进了我家门就得赚钱养活我们一家，要不你就滚蛋。小子，过来，让我看看你。我靠，你谁呀？你让我过去我就过去。不许说脏话。哎呦呵，你还管得着我了？你知道我谁吗？你信不信我叫上我那些兄弟半夜砸你家玻璃，让你见识见识小爷我的厉害。你和谁小爷的呢？我告诉你，我姐是母老虎，我哥是活阎王，你敢打小爷我就等着他们收拾你。我看是你欠收拾。妈，小男孩觉得屁股疼，最重要的是面子里子都没了，以后村里他还怎么混？那些兄弟得笑话死他。姐，救命啊！有人欺负你弟弟。吴小梅在屋里早就听到外面的动静了，但是她想着小弟现在确实越来越不像话，让哥教训他一顿也挺好的。行了，一回来就知道冲着自己弟弟耍威风。说完一把将吴小阳扯过来。活该，谁让你平时没个礼貌的？姐，你变了，你看上这个小子，不要你弟弟了。别胡说八道，那是大哥。姐，你说啥？他是我大哥吗？吴小梅不太情愿地点点头。你是我哥武明浩吗？我靠，我哥回来了，我得去和二狗子说一声，看他还敢不敢和我抢地盘。你给我站住，平时怎么和你说的？不许说脏话。说完照着他的屁股狠狠地踹了2脚。哎呦，姐，我是你亲弟弟，你这么凶小心嫁不出去。好了，咱们进屋吧。说完拎起旁边的行李包走进屋，钱是我被爷爷奶奶200块卖给了隔壁村的富二柱。富二柱给完彩礼钱没多久，去搬货物的时候意外去世。后来富家不依不饶，非说我随我娘天生寡妇命，克死他儿子，要求偿还200块礼钱，爷奶不肯，还和我娘俩断绝关系。我没钱偿还，富家要求去他家养鸡场做满1年工，偿还这200块的礼钱。在这期间，我在富家受到了剥削和不一样对待，富家还算计富家傻老四侮辱我，我情急之下撞了墙，晕死过去。可能是老天可怜我的遭遇，我带着前世记忆重生回到20岁这一年。这一世我决定狠狠报复他们。老太太大摇大摆地走进院子里，一进院就大声喊开了：老恶家的，你给我滚出来！柳春年正想着找他奶奶算账呢，没想到他们自己送上门来了。您怎么来了？我呸！你说我怎么来了？听说你家这天天炖鸡都不说拿去孝敬我们2个老的，怎么的？还得我找上门来吗？你谁呀？我们要孝敬你，和我们有关系吗？你个不孝顺的玩意，从老富家讹了人家多少钱？就看你们这天天吃鸡就不带少的，赶紧给我拿出来，正好保顺要结婚了，拿出来也算你爹尽的一份孝心了。这么大的岁数了，你就要点脸啊？既然当初说的那么硬气，断了关系，老死不相往来，就别没事老舔个脸过来找晦气，还好意思提我爹？你再来闹2回，我爹的棺材板都要压不住了。想让我爹尽孝心，可以呀，你们去地下找他就行了。薛金花一听这个话，立刻像被踩了尾巴一样，这不是咒他死吗？他这个人最迷信了。你个不要脸的小贱蹄子，竟然敢咒我，看我不打死你呢！薛金花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就被柳春年一巴掌甩过去。怎么，这是进了我家的院子，就想着和以前那样对我拳打脚踢吗？你想啥呢？柳春年，你要干啥？你还敢动手打长辈？他是你……他的话还没说完，柳春年的烧火棍就落下去了。现在从我家赶紧滚出去，不然来一次我打一次。你这个小贱蹄子，听说你撞破了头昏迷不醒，我这当奶奶的心里难受，过来看看你，你咋能打你奶奶呢？你这个白眼狼！得了吧，你长期除了剥削我家里脏活累活，那一样不是我干，还经常打骂我。长大以后，你甚至以200块价格把我卖给隔壁村富家做媳妇，富家还经常殴打和苛刻我。看不出来，这个刘老太太既然为了200块把孙女卖出去，太不是东西了。闭嘴！你这个小贱蹄子，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咱还是亲人不是吗？就算这分了家，这骨肉血亲的还能真断了不成？你说错了吧？我们不只是分家，3个月前还断了关系，赡养费也一次性付完了。这是村长知道，你以后再来一次，我收拾你一次，希望你好自为之。柳春年不管村民们怎么想，
他只是让更多人知道两家断了关系就行了。对呀，当初这薛老太太可是说老夫家给的200里钱，她不退，让这母女两个自己想办法的，这些钱就当以后给他们老两口的养老钱了。娘，这可怎么办？宝顺很快就结婚了，春年这个死丫头在村民面前闹了这一出，让邻居们怎么看我们柳家？这个小贱蹄子和之前完全像变了一个似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失去理智，还是喝了什么迷魂汤，竟敢在这里胡说八道。村民们看薛金花的眼神越来越鄙夷，都和人家断了关系了，还跑人家这来闹，太不要脸了，活该被打。下次老柳家是死人还是结婚，就不用来通知我了。下次再不请自来，还是一样的待遇，来一次打一次。薛金花一听这话傻眼了，再看看周围人的眼神，压根就没有同情他的。3天后，柳家院外突然来人，也就是傅二柱的亲娘和他的傻弟弟柳春年，他等的就是陈大花主动上门的这一天。柳春年，你赶紧还钱！哎呦呵，陈大花，你还有脸上门来要钱？陈大花之所以这么多天没敢找上门，也是怕之前柳春年撞头的真实情况败露，怕柳春年到处说他想要让富二蛋强睡他才撞了头。你个死丫头，敢打我，立刻把那200块礼钱还给我！我打的就是你。之前说的我去机场工作满1年就当还了那200块的礼钱，我之前已经在机场工作满3个月了，这3个月怎么算呢？行，就算扣除你那3个月的工钱，那还有150块，算我倒霉，现在还钱。没有。没钱可以，要不我给你出个道，这钱我也不要了，你说怎么样？好啊，你说说看，有什么好道？算你走运，我家二蛋现在看上你了。本来这也是给你家的彩礼钱，既然你现在退不回来，那我们也就不要了。但是这门亲还作数，就是换成你和二蛋的了，你以后就是二蛋的媳妇了。陈大花的话音刚落，旁边的傻二蛋就傻呵呵的叫了一声：“媳妇，媳妇。”陈大花，你如意算盘打得真好啊！你要想给你的傻儿子找媳妇，我大爷家有个柳春妮，我看和你家这个傻儿子很配。你放屁！我家二柱就是你克死的，这是你欠我们傅家的。我这不嫌弃你客人让你嫁给我家二蛋，我看是给你脸了。陈大花当初想让二蛋睡了柳春年，想着生米做成熟饭，这个柳春年不嫁也不行，哪知道这死丫头那么倔，竟然一下子撞了头。还是我给你出个道吧，要么我报警，把那天晚上的事告诉派出所，要么你们赔偿我200损失费。你没证据。柳春年也知道没证据，要是有证据，就不是赔钱这么简单了。就凭我的伤是在你家受的，你就说不清楚。如果这些不够，那就再加上傅二柱的死因。你总说傅老三是克死的，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陈大花的心突地一跳，有种不好的预感。他退后一步，满是惊愕地看着柳春年突然变得凌厉的双眼。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可能，这死丫头怎么会知道老三是怎么死的？毕竟老三不是体力不支搬货物死的，唯一知道真相的只有村长和村长媳妇，那2个人都不是嘴没把门的人，既然答应了保密，一定就不会往外说的。关于傅二柱被砸死的真相，柳春年还是前世知道的，但是陈大花肯定想不到，过不了多久，傅二柱的死就会被传得沸沸扬扬，还真就是从村长家传出去的。你想怎么样？老三的事不能让村里人知道，不然他们一家就没脸在村里待着了。之前的账一笔勾销，还有把这3个月的工钱结给我。你做梦，你这是讹诈。好，那我就去镇上的派出所报警，让公安来处理这件事。另外，你就在家等着傅老三出名吧。另外，你还要把工钱给我。陈大花没想到自己来要钱，反倒被柳春年这个死妮子倒额一笔，但是老三的事是万万不能传出去的。行了，工钱给你，咱2个的账就算一笔勾销了。记住你说的话，要是让我知道老三的是从你嘴里传出去的，我要你好看。说完准备带着傅二蛋离开，哪知道柳春年还没完，喊了一声：“等一下！”先在上面按个手印，这上面写着今收到柳春年200元，欠款已还清，从此不得以任何理由再额外索要。柳春年，你什么意思？我这么大岁数还能说话不算数吗？咱们先小人后君子，不会写名字就按手印。这是他提前给自己留的后路，因为过段时间傅二柱的死亡真相就会爆出来，到时候陈大花没了顾忌，上门索要。现在这么做就是为了堵他的后路。陈大花准备离开的时候，柳春年突然开口说道：“陈大花，你要记住了，这些钱是你赔偿我的医药费。另外，要真想给你这儿子找个媳妇，我看柳春妮正合适。”好你个柳春年，你竟然敢把我家春妮和这个傻子配对！你说谁傻子呢？你说谁呢？陈大花在旁边不乐意了，猛地推了一把王小翠。他知道自己小儿子傻，但是他说可以，别人不能说。就你家这个富二蛋，全村谁不知道他是个傻子，还想要娶我家春妮，想得美！我呸！
就你家那个春泥给我家倒贴我都不要，长得什么玩意，整个一熊瞎子成精。你说什么？我家春泥不就长得壮点高了点吗？怎么就熊瞎子成精了？好你个陈大花，敢欺负到我薛金花的头上了！你竟然敢欺负我媳妇！其实他不是有多疼王小醉，是觉得有人竟然敢无视的挑衅他的威严。今天这笔账我陈大花记下来了。我也记下来了。我告诉你陈大花，你家那个傻子想娶我家春泥门都没有。我呸，你可省省吧，就算我家二蛋一辈子不找媳妇，也不要你家春泥那样的。陈大花说完带着二蛋离开了。田地里，张桂凤在除着草，她能感觉到周围的人在对她指指点点，不用听就知道这些人肯定是在议论他们娘两个。哎，你听说了没？张桂凤家的那个闺女被老傅家给撵回来了。我怎么听说是那个柳春年贪恋老傅家的好日子，见父老三死了，又想勾引他们家的傻老四，想把事情做实了，到时候赖上老傅家。结果呀，被傅家老两口发现，这才没了脸，一头撞在墙壁上。老傅家没辙了，才让张桂凤连夜将人接回家。可不是咋的，那个柳春年长得比他娘还像狐狸精，也难怪那父老三见他一面和丢了魂一样。村里那么多好姑娘，看不上就相中那个扫把星了。可不就是呢。嗨呀，要不是和这小狐狸精定了亲，那父老三还不能这么短命。就是啊，母女两个我看都是狐妹子托生的，当娘的勾得全村的爷们没事就在他家门口打转，生个闺女也一样，直接把人家后生的命都勾走了。这以后啊，可得看住自己家的老少爷们，可别沾了这一老一小两个狐狸精的骚气。张桂凤快速的干完活，没理那群八卦妇女，直接拎了锄头回家。这天吴小梅背着篓子往家走，快走到门口的时候，一个身影拦住了她。小梅，你回来了。此人是村里的懒汉加无赖二驴子。吴小梅顿时觉得恶心，咬着牙低声吼道：滚，别来恶心我。哎，小梅，我说的是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看现在村里谁敢娶你啊？也就我愿意，不就是倒插门吗？我愿意。他话还没说完，就见吴小梅手里棍子朝着他就劈头盖脸的打下来。我让你愿意，我让你愿意。你个臭婆娘敢打我，看我不早晚办了你啊！谁啊？二驴子被旁边突然被踢一脚。你想办了谁？五哥，你出来了。他今天一天都在邻村，所以根本不知道武明浩回来的消息。我出来你很失望是吗？没有。哥犯不着和这种人动气。二驴子，赶紧滚蛋！以后再让我看到你调戏我小妹，我绝对不会轻饶了你。五哥，我马上滚，马上滚。二驴子说完就像被狗撵一样赶紧走人了。这一天，薛金花带着几个村里妇女上柳春年家，柳春年冷冷地看着薛金花。有事吗？我陪他们来的。上次我说的话你应该还记得吧？小贱蹄子，你要干什么？我说过了，再来还打。春年，我们真的有事。你们是自己出去，还是我请你们出去？春年，我们今天来其实是出去，要不然别怪我给你们难看的。这些女人来，是因为她那个好奶奶和好代伯娘在村子里散播谣言，说什么因为风水不好，容易出寡妇，就像他们娘俩一样，只要把他们娘俩赶出村就清静了。这几个妇女出了柳春年家的院子，没有立刻散去，聚在不远处的大树下面议论着。要不就算了吧，这和人家也说不上。我也觉得是，咱还是回去吧。你们只要把他们赶走了，外村人再传咱村里风水不好，就有话说了呀。你们还想不想嫁闺女了？因为这点谣言就把人家赶走，有点说不过去啊。就是啊，他们娘两个扫把星，天生寡妇命，留他们在村里面名声不好，外村人不敢娶我们村姑娘。你们家里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不就是柳春年那扫把星克的吗？薛金花，你这也太狠了点吧！一个是你孙女，一个是你媳妇，你就因为他们是寡妇，你就散播谣言把他们赶出村，这样做是不是过分了点？你们想要把谁赶走呢？一个声音突然传过来，看着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那听他们说话的李奶奶，几个妇女吓得都低着头不敢回答。薛金花，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又去找春年丫头的麻烦了？哎呦，老祖宗啊，我哪敢了！您看看我这脸上被扫把刮的，那个死丫头！哦，不是，那春年现在见了我就打，我这当奶奶的命苦啊！行了，别装了。不过他看着薛金花脸上一道道的痕，心里满意，只要他的宝贝丫头没吃亏就行。都算了吧，以后少来这嘚瑟。春年，你身体都完全恢复了没？头不疼了吧？李奶奶，我都恢复好了，您是不是又去打猎了？俺嘴馋了行不行？就在山边打个野鸡什么的，又没往里面走。丫头不生气啊，奶奶这回呀给你带回来了一个野兔子，俺放在俺家院子里了，晚点你去给俺拿过来。李奶奶，我现在就过去拿。这个小畜生跑的那叫一个快呀，幸亏有人帮忙，要不然还真逮不住他呢。谁帮的忙？就是村里的一个后生仔，
俺叫不上名字，你快去吧。柳春年总感觉李奶奶在隐瞒着什么，他心里泛着狐疑，去李奶奶家拿兔子。柳春年他提了一根棍子向村里的二驴子家走去。哎呦呵，春年妹子，你来找我啥事啊？我来给你谈笔买卖。你和我谈什么买卖？谈买卖行啊，你有钱吗？要是没钱你就……话还没说完，柳春年手里的棍子直接砸了下去。你个贱丫头，你干嘛打我？你到底要干啥？娘的，不是谈买卖吗？上来就揍是什么意思？村里说我和我娘是扫把星的谣言，是王小翠给你钱让你传的吧？二驴子眼神闪烁，不敢看他。柳春年又把棍子举起来，吓得他连忙用交代：是他让的，给我5块钱。好，我就和你谈这笔买卖。你什么意思？接下来柳春年把他的要求说了一下，二驴子立刻拒绝。我凭啥要听你的？你不听，我就去派出所报案，说老傅家养鸡场丢的鸡都是你偷的。别忘了，你去的那几次我正在老傅家做工呢，我可是亲眼看见的。用不用我把时间和你拿的什么作案工具都说一下？不用了，我照你说的办就是了。好，到时候你要是不出现，就去吃牢饭吧。柳春年说完，拿着棍子就大步走出门。院子外面2个人影鬼鬼祟祟的向院子里张望。娘，我就说这老二家的这2天天天吃肉吧。昨晚上我从这走的时候就闻到鸡肉香味，我和你说还不信，你看现在又炖鸡了。这2败家娘们这是天天吃鸡肉啊。这2玩意有肉不说孝敬我，就在家偷摸吃。哎，老大家的，你说会不会是之前那个小贱蹄子在老傅家鸡场干工的时候，从老傅家偷了钱了？不然怎么天天都有钱买鸡吃呢？那可不，听说那小贱蹄子勾引人家父老4不成，结果为了堵人家老傅家的嘴，先撞了墙，指不定是讹人家的钱呢。我呸，丢人现眼的玩意，母女2个没一个好东西，都特么勾搭男人的狐妹子。不行，我得进去看看。前几天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我们已经断绝关系了，你们既然还敢上门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春年，你说的什么话？我们就是来通知你们娘2个到时候去吃个席，没别的意思，这不即使断了关系也还有血缘吗？既然你们娘2个不领情，我们以后有事也不通知了。王大岁，儿子再过2、3个月就结婚了，他还得保持着一个好名声。薛金花，你当初做的那点龌龊事，自己是忘了还是咋地？人家父老3死了，你就该把这礼钱还回去。俺当初没拦着你们分家，就是想让他们母女2个脱离了你们和老大家。你们还有脸了？这当初我爹在的时候，就成天的累死累活，没命干活养活你们这一大家子，想分家分不得。现在咋地？他人不在了，你们还想着在我娘2身上再扒层皮下来是吧？我爹咋死的，你心里没数是吧？我爹那赔偿款，你花的时候不烧得慌吗？薛金花听了这话有点不服气，指着张桂凤咬牙切齿地说：你个死丫头，你爹还不是被你娘这个丧门星克的？我一直都心疼你爹，你爹走的时候他没少掉眼泪，眼睛都差点哭瞎了。我呸，连你们自己都不信的话就别往外说了，丢人。我和你们柳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赶紧滚蛋。行了，都散了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柳春年没想到会遇到武明浩，刚想离开时，就听见远处传来说话声。武明浩赶紧拉柳春年藏树后面。别出声，我不是坏人，等他们走了我就放开你。如果让人家看到我们一起出现在这里，会让人说闲话，怕对你名声不好。2个人躲在大树后面，只盼着过来的人快点离开。你看清了吗？是从这边走了吗？娘，我没看错，那个饭球子的身影我看得清楚着呢。那一定要找到他，可不能让他再干点什么。就是啊，他要是再起点什么幺蛾子，到时候爹的村长位置都得受影响。说啥呢？咱这是维护咱村的和平，不能让他继续做违法的事情。我这是要时刻监督他。对，娘，您说的对。哦，对了，以后不许张嘴闭嘴的叫人家饭球子，咱要给人家改过自新的机会。对，娘您说的对，爹是村长，咱们也得有素质。说话声越来越近，是村长的媳妇，也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刘玉梅，另一个是他的大儿媳妇赵凤珍，是村里有名的大喇叭，十足的八婆。哎，娘，这有个篓子，肯定是有人来过这了。难道还有其他的人来过？刚才他们可看见武明浩下山是空着手下来的，这个篓子显然不是他的。你别喊，我出去引开他们，你躲在这别动。柳春年这一转头，好巧不巧，他的唇直接对上武明浩的唇。柳春年没想到会是这样。哎呀妈呀！这一嗓子惊得2个人一下反应过来，相互一推，迅速分开。哎呀妈呀，羞死个人了！那个搞对象没事，就是注意点影响，要是觉得合适就尽早找个媒人上门提个亲。最后一句话他是冲着武明浩说的，那意思就是别总想着占人家便宜，要么就赶快娶回家，爱咋亲咋亲，不行就别霍霍人家姑娘。
好的，婶子。武明浩现在解释什么都是多余的，只会越描越黑，还不如就这么应下。春年呐，姑娘家的要学着保护自己。他倒不至于和村里那些八婆一样，觉得柳春年刚死了未婚夫就和另一个男人约会就是不检点。让大娘多费心了，不过今天这事还请大娘不要说出去。我心里有数。此时赵凤珍眼里闪烁的全是兴奋和八卦之光。要我说啊，春年，这傅老三刚走没几个月，你这速度也太快了。不过我很奇怪，这武明浩刚回来没几天，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好上了呢？老大媳妇，你不要多嘴。好了，春年，你们差不多也回去吧。到时候村里该有什么闲话传出来了。刘玉梅这话，柳春年心里明白，这也是为他好。毕竟两人名声都不好，他们这都亲上了，还让人撞见了，确实好说不好听。今天吴小梅到了镇上，准备回去路上，遇见了玉兰。小梅，是你啊？玉兰姐，你来镇上都买什么？一会儿咱两个一起逛。不用了，玉兰姐，我再买点豆油就回去了。小梅，都这么多年了，你还生我的气呢？没什么好生气的，玉兰姐想多了。吴小梅话说得很平静，丝毫让人感觉不到情绪。我今天听村里人说你哥回来了是吗？你哥他还好吗？挺好的，玉兰姐就不用惦记了。我着急回家，就不和玉兰姐一起走了。帮我给你哥带个好。吴小梅没有回答他的话，直接头也不回的走了。想让他给大哥带好，那是不可能的。回去管好你那张嘴，别什么都往外胡咧咧。要是今天这事传出去了，看我怎么修理你。娘，我知道了，你还不知道我吗？不会胡说的。刘玉梅想着，这柳春年也是个苦命的。之前定亲的那个傅老三，别人不知道那个傅老三是个什么货色，他心里最清楚了，只是没法说罢了。哎，娘，你说这武明浩刚出来没几天，他们两个怎么勾搭上的？之前武明浩没进去的时候，那个柳春年可还是个13、14的小姑娘，不会那时候两人就瞅对眼了吧？又胡咧咧，你管人家什么时候呢？娘，我这不就是和你唠个嗑吗？随便聊聊，我也没出去说。最好管住你的嘴。刘玉梅和他媳妇快步往家方向走去。柳春年看了武明浩一眼，刚才两个人的亲密接触还是让他有点不知所措。刚才我不是故意的，我会负责的。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武明浩，这回面对柳春年突然紧张了起来。毕竟在号子里待了6年，他觉得自己配不上眼前的姑娘。不用了，刚刚只是个意外罢了，你不要放在心里，毕竟咱们也不熟。武明浩看着柳春年决绝的背影，心里有些沉。确实，像他现在的条件，人家姑娘凭什么让他负责？姑娘，你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去找我，我叫武明浩，住在村东头，去了一打听都知道我家。不管怎么样，我欠你一个人情是真的。柳春年没回答他，继续往山下走，一会就看不见影了。武明浩从山上回到家，就见吴小阳屁颠屁颠的回来。哥，你知道咱村的小寡妇吧？刚才他家可热闹了。什么小寡妇？哎呀，哥，我和你讲过的，就是那个刚死了未婚夫就撞了头的那个，和傅老三说过亲的。以后不许叫人家寡妇，都没过门算什么寡妇？村里人都这么叫啊，要么就是什么狐狸精、扫把星的。你在学村里那些长舌妇，看我不收拾你的。哎呀，这都不是重点，你不知道村里那些老娘们去了他家闹。吴小阳的话还没说完，武明浩下意识的就抬起脚往那里走。哥，你干啥去？你也想看热闹啊？都完事了，我和你讲啊。吴小阳把陈大花和薛金花上柳春年家去闹的那些事都说了一遍。武明浩没想到那个姑娘日子过得这么艰难，还被村里人诟病。以后不许叫她小寡妇。完了，哥，你喜欢那个小寡妇了？武明浩感觉突然被人戳中了心事一样，忽的不知道怎么形容内心想法。你再胡说，我真的要收拾你了。武明浩真生气了，这话要是传出去，对人家姑娘得有多大的影响？他一个糙老爷们不怕这些流言蜚语，但是他不一样，更何况他的处境已经很艰难了。柳春年打算做点卤肉在镇上去卖，他先去村里的张屠户家。张屠户平时在镇上出猪肉摊，他家就他媳妇在家。婶，我能订2个猪头吗？张屠户的媳妇有点不太相信的看着他。你要订猪头吗？对，订2个，周6我过来拿。我先把定钱给你。柳春年又从兜里掏钱给张屠夫媳妇，然后就走了。星期天一早，柳春年和张桂凤两母子带着篮子和卤好的猪头肉，搭着李大爷的牛车去镇上摆摊去了。牛车上李彩莲狠狠地白了武明浩一眼，也没说话。武明浩知道二婶是因为他拒绝相亲的事还在生气，觉得没面子。二婶也去镇上吗？托你的福，我给你介绍相亲姑娘，你拒绝了，我这个苦命人得去和人家解释一下。辛苦二婶了。不管怎么说，二叔这些年对自己家有恩，即使他不喜这个二婶，但是表面的尊重还是要给的。
你二婶我啊，心不苦命苦，辛辛苦苦给你介绍个相亲对象，你竟然不答应，也不知道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姑娘。路过牛车的赵凤珍看见武明浩坐在牛车上，就想起那天在山上看见的一幕了。赵凤珍嘟嘟囔囔准备回去的时候，这时就听见旁边传来一句：“哎呀，这吴家二婶是不是要领着武明浩去相亲啊？”赵凤珍转头一看，是老吴家的大儿媳妇田小月，也是一个和她一样爱八卦的女人。你说啥？相亲吗？哎呀，你不知道吗？前些天我看见王嬷婆从吴二叔家出来，我以为她是去给大橙子设亲呢，结果她说是给武明浩设亲。据说呀，还是个镇上的姑娘。你确定没听错吗？这我怎么能听错？就是说的武明浩。哎妈呀，这武明浩前脚和柳春年在山里面亲亲，后脚就和镇上的姑娘相亲上了吗？果然从耗子里出来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也不知道那个柳春年知不知道自己对象去镇上相亲了。这武明浩去镇上相亲吗？他怎么那么好命呢？那谁知道呢？也许武家祖坟冒青烟了呗。这武明浩就是好命啊。哎，这武明浩是好命了，就是可怜呐。哎呦，没事没事，我回去了。我婆婆还让我把菜地拾掇一下呢。赵凤珍差点把柳春年的名字顺嘴秃噜出去，赶紧要找借口离开。但是田小月是谁呀？一下子就知道赵凤珍的话里有八卦。哎，你和我说说，你刚才说的武明浩好命了，谁就可怜了？哎呦，这个可不能说啊，不能说。赵凤珍越是这么强调，就越勾起了田小月的好奇心。哎呀，你还信不过我吗？我这人嘴严咧。赵凤珍还真信不过他，就和信不过自己一样。如果说给田小月知道，保证不到1天时间，全村都知道了。我真不能说，让我婆婆知道了得骂死我。你要这样的话，以后我有事也不和你说了。哎，你别走，我说还不行吗？但是你得保证别和别人说啊。你不知道啊，这事啊，在我心里都憋了快半个月了。哎呀，你还不相信我吗？就柳春年和武明浩这事都快憋死他了。赵凤珍接着把山上那点事倒了出来。你说的都是真的？哎呀妈呀，这两人咋勾搭上的？这武家老大不是刚出来没多长时间吗？谁说不是呢？我也纳闷呢。赵凤珍这会儿可算找到知己了，觉得一下子心里舒畅了不少。这些天可要把他憋坏了。这两人真亲上了吗？可不是吗？哎呦，看见我们了还不舍得松开呢。你可不知道啊，我在那看着都要骚死了，两人搂的那叫一个紧啊。哎呀妈呀，真看不出来呀。我呀，这人心善，一看那些人叫这个柳春年狐狸精，我就听着难受。没想到还真那样啊。这武家老大在耗子里待了6、7年，也见不着个女人，这一出来就遇见个狐狸精，不得被迷死啊。哎，这男人啊，尝过新鲜也就算了，你以为他嫌自己命长啊？这不就相看镇上的姑娘去了吗？哎呀，看来这是那个柳春年被甩了。哎呦，这之前顶多算是望门寡，还是黄花大闺女一个，这要是再被武家老大给那个了，就更不值钱了。这话我可没说，是你说的呀，这事可别往外说啊。哎呀，我知道了。田小月得到自己想要的八卦，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去讲究一下了，转身就脚底生风的瞬间没了影。赵凤珍这回一吐为快，一进院门就看见自己婆婆刘玉梅从屋里走出来，顿时心虚的低下头，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干啥去了？这都中午了还不做饭？哎，娘，我马上去。赵凤珍一个溜烟就奔向厨房。刘玉梅总感觉这大媳妇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在镇上的柳春年和武明浩还不知道两个人的 CP 故事版本已经新鲜出炉了。春年，想不到编的那些篮子和卤的猪头肉那么好卖，一下子就卖光了。明天开始娘不去山上采山苞米根了，你也别去，也没几天好采了。像篮子这样的东西，娘一天能编好几个。娘，明天开始咱就不编这样的了。啥？不编了吗？娘，不是不编，是不编之前这样的了，以后您就知道了。大婶，谢谢您租我们地方，我们下次来的时候，如果您这边方便，我们还过来。行啊，你们这卖的还挺好的呢。那大婶，我们就先走了。镇上，李彩莲也来到了王媒婆这边。怎么你自己来了？武明浩没来吗？这说不来就不来，也不提前和我说一声，我这怎么和人家交代啊？对，没来，我这2天没看到你，也没法告诉你，我这不就过来解释一下。那个武明浩你还不知道吗？从小就主意正，我大伯哥也说不听他。王美丽的妈这回脸色也都沉了下来，一个农村的泥腿子竟然敢拿一把，自己女儿相中她是她的福分，还竟然赶不来。你们难道没和他说清楚我们的条件吗？说清楚了。我家美丽的情况呢，你们也知道了，她现在离婚了，带个儿子，你们也不要觉得那个武明浩吃亏，
他这刚从号子里出来，要不是我家美丽看上他了，我们也不能同意。如果到时候两个人结了婚，我们也是要给他们在镇上买房子的。李彩莲一听，这幸亏武明浩没来，所以这样的好事要留给自己儿子的。虽说这个王美丽什么离过婚带个儿子，这都不是事好吗？是这样的，其实我那个侄子吧，他也是觉得自己的条件配不上美丽，所以就想着让你们看看他的堂弟行不行。也就是我儿子，他性格特别好，一定会对美丽和孩子好的。于秀燕和王美丽同时变了脸色，脸也沉下来了。这都整的什么事啊？这相亲的对象是你想换就换的，连商量都不用的吗？哎呀，这个亲家母，您别生气啊，我这也没提前和你们商量，如果觉得合适，我就要让我儿子来见一面。你和谁亲家母呢？你当我们美丽是什么人？非要找你们农村的美丽，我们走。二婶，我们就先走了。王美丽可不想得罪李彩莲，这是武明浩的二婶，将来说不定还能是一家人。柳春年和他娘正在镇上逛着，结果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他抬头一看是武明浩。你有事吗？武明浩他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那个，呵呵，好巧啊。张桂凤毕竟是过来人，一眼就看懂武明浩的心思，将柳春年挡到身后。是挺巧的，我们还有事就先走了。说完就走了。武明浩看着柳春年窈窕的背影，他决定了，他要这个姑娘，他要娶她。武明浩就这么傻傻的看着柳春年走了，他一个转身想要离开，结果对上王美丽满是幽怨的眼神。那个武明浩，我们谈谈好吗？我们认识吗？那个你不认识我了吗？我应该认识你吗？我曾经在你们村下过乡，我叫王美丽。不好意思啊，我不认识。武明浩没再看他，迈步离开。哎，你今天为什么不来相亲？武明浩不知道刚才他拦着柳春年的那一幕被老陈家的孙桂枝看个正着。这武明浩和柳春年什么关系？现在来的这个姑娘又是谁？他有点搞不明白，他得回村里打听一下。孙桂枝下了车，就看见村口那边聚集了好几个村里的妇女，不知道在议论什么。你们在唠什么呢？哎呀，老陈家的，你回来了。你刚才是不是和张桂凤娘两个，还有武家大小子坐一趟牛车回来的？是啊，是和他们一起回来的。咋了？你回来的路上没发现他们有什么不太正常的举动吗？要说不正常，就是那个武明浩见我坐在柳春年后面，就一个劲儿的盯着我。我走了以后啊，他就坐到那位置，在后面一直偷偷盯着柳春年看。哎呦，这就对了。你不知道啊，今天上午你没在村子里，你可不知道咱村里都有啥新鲜事。有啥事快说，别卖关子。从我过来你们就一直问的，也不给我讲啥事。我和你说啊，前些日子有人看见武家大小子和张桂凤家的闺女在山上那个呢。哪个？说明白点。哎呀，你咋不明白呢？那个妇女不高兴地看了一眼孙桂枝，凑到他耳边嘀咕了两句。真的呀？哎呦我的妈呀，这两个人胆子也太大了。我说今天看他们两个就不对劲吗？咋不对劲了？你快说说。我今天在镇上啊，看见武家大小子拦着那个柳春年，不知道说什么。张桂凤一直在前面护着闺女，后来呀，又来了一个女的，长得还挺好看的，和武家大小子两个人又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就各走各的了。孙桂枝一边回忆一边说，这次他倒没乱说，主要离得有点远，听不见说话。几个妇女听了他的话，突然一副了然的表情。那就对上了。我和你说啊，这武家大小子有点太不是物，前脚和柳春年在山上那样，后脚就约了镇上的姑娘相亲。今早上就有人遇见吴老二媳妇，带着他去镇上相亲。那你说今天张桂凤母女去镇上，会不会就是听说武家大小子相亲的事，提前去候着等着要说法啊？要我说啊，就两个人凑成一对得了，也别去祸害别人了。那你们猜猜看，柳春年撞见武家大小子相亲以后啥反应？老孙家看到的那姑娘是不是就是和武家大小子相亲的姑娘啊？张桂凤护着闺女，是不是就是发现了武家大小子在偷偷相亲啊？我看有这个可能。经过几个妇女的共同研讨之后，吴柳两人的八卦有了的升级版本。柳春年还不知道自己再一次登上了金碾子村八卦榜的榜首。春年，你买糖葫芦了吗？没有呀，怎么了娘？这怎么有2个糖葫芦？张桂凤想起来了，刚刚回来坐牛车，那个武明浩当时坐在闺女后面的时候，好像手里拿着好几糖葫芦，难道是？春年，这个糖葫芦娘去扔了。说完慌忙站起身就要往院里走。娘，怎么回事？柳春年叫住张桂凤，看着她手里的2个糖葫芦，也明白怎么回事了。娘，算了，浪费食物不好，我们吃了好了，我再找机会还给他这个人情。春年，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已经被那个小混混盯上了？他的东西咱不要。娘，那你怎么办？现在给他送回去，让村里人都看着我们和他家有来往。
还是你现在扔掉这2个糖葫芦，让他误以为咱们就这样收下了？张桂凤一听这话慌了神，这可怎么办？扔也不是，不扔也不是。娘吃吧，没事。武明浩应该也不是个死皮赖脸的无赖之人吧？柳春年现在还没想到，在不久的将来他就被自己的想法打脸了。某些人真的很无赖，也很不要脸。武明浩一进家门就感觉气氛明显有些压抑。吴小阳给了他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爹，我回来了。跪下。武明浩只好老老实实跪在地上，心里还纳闷着，不知道爹这又怎么了。说你和刘老鄂家的丫头咋回事？你个小畜生，你之前为什么不说？你糟蹋完人家姑娘就完了。这都是啥呀？我当时不是就搂着柳春年不让她说话，再就是又不小心亲了一下吗？这怎么就变成糟蹋人家姑娘了？去，管你二叔家借点钱，去向人家姑娘提亲去。爹，我没有糟蹋人家，您这是都从哪听来的谣言？您相信我，我真的没有。明浩，外面传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武明浩的话还没说完，李彩莲就进来了。明浩，你可不能这么调理你二婶啊！我这是好心好意的帮你说亲，结果你这让我里外不是人。怪不得那天说完这事你就说不同意，你要不同意就直说啊！我要早知道你和那个柳春年有一腿，我也不会给你介绍对象的。二婶，你别说了，这件事我会了解清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武明浩看向吴小梅和吴小阳。哥，我可什么都没说。吴小梅看了看武明浩，先说了一下今天村里的谣言。今天董婶过来了，将村子里今天传的这些谣言告诉爹了，让爹叫你去柳家提亲，说要不人家姑娘的名声就全毁了。董婶就是刘玉梅。武明浩不用想都知道是赵凤珍那个大嘴巴把事情露出去了，刘玉梅怕他报复，才赶紧上门堵他的嘴。但是他是那么容易善罢甘休的人吗？哥，你别冲动。没事，哥出去一趟。村里的这些老娘们惯会捕风捉影，芝麻大的事也会被传成西瓜大。吴小梅想着刘玉梅是不会说谎的，哥和那个柳春年肯定是有事的。此时住在村子中间的村长董志成家已经闹得鸡飞狗跳的了。我怎么和你说的啊？我千叮咛万嘱咐的让你管好你那张嘴，你还给我闹出这么个幺蛾子来，真是狗肚子里存不了2两香油。你是不是知道点秘密不往外说就浑身痒啊？你要难受就让老大收拾一顿解解皮痒。赵凤珍跪在地上直哆嗦，他低估了田小月以及村里那些长舌妇的嘴，他哪里会想到这才一上午的时间就已经发酵成这样了。娘，我没说什么呀，我都是那个田小月。你和谁说不行，还偏偏和那个田小月说。那个田小月特别八卦，什么消息到了她的嘴里，不用1个小时就能连邻村的狗都知道。娘，别生气了，到时候再气坏了身子。大嫂那人您还不知道吗？就是心直口快，其实也没啥坏心眼。王艳的这几句话绝对不是规劝，是拱火。他是没有坏心眼，但是比有坏心眼的人更可恨。娘，您别生气了，一会我教训他。武明浩走到李奶奶家的小院子内。李奶奶，明浩来了呀，咋了？你有啥事啊？哎呀，啥事啊？吭哧瘪肚的，快说。武明浩把心一横，就把自己在山上和柳春年相遇的事说了一下，再到村里的谣言，都一五一十说了。哎呀，俺今天没出门，家里也没人来，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明浩，你啥想法跟俺说说。我愿意娶柳春年，但是不是现在。明浩啊，你喜欢春年那丫头不？要是不喜欢，可别坑她一辈子啊。虽然武明浩在村里名声不好，但是他知道这孩子心眼不坏，就是年少轻狂太能做了。喜欢吧？你说你挺大的一个小伙子，说话怎么那么费劲呢？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啥叫喜欢吧？李奶奶别生气，我喜欢柳春年，也想过要娶她，但是我不想她因为这些流言才被迫嫁给我。李奶奶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抬起头看着武明浩，表情认真的问道：村里人都传春年那丫头命硬，克夫，你不怕吗？不怕。看来你是对春年丫头一见钟情了。武明浩不好意思的摸摸头，他不知道什么叫一见钟情，就知道那天在山里见了柳春年以后就总会想起他。你过来是啥意思？就和俺直说吧。我打算赚了钱风风光光的娶柳春年过门，让村里人都看着柳春年不但嫁了，还嫁得很好。那你什么时候能赚钱啊？武明浩连忙把自己和别人合作要开采金子的事说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现在手续正在办理当中，大概11月中就可以安青儿。你爹知道这事吗？还不知道，我打算一会回去和他坦白。那你现在是想让我去探探柳家娘两个的意思是吗？李奶奶聪明。你先别出面了，俺去看看，你回家等着消息。好，那我就先回去了。李奶奶没一会儿就到了柳春年家院子。李奶奶，你来了，快过来看我和娘染的玉米皮。
哎呦，这还真是玉米皮呀，俺还以为看错了呢。这咋弄的？好看吧？就是用染衣服的染料试了一下，加了点盐，再加上染料一起煮一下就好了。俺们春年就是聪明，将来谁要是娶了春年就有福气了。说完，他就偷眼观察柳春年和张桂凤的表情变化。柳春年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头。哎，都是我这当娘的命不好，连累了我的春年了。瞎说啥呢？俺们春年的命是顶好的，将来一定会嫁个可心儿的人。看这样子，娘两个还真是不知道外面谣言满天飞的事。春年他娘啊，你去整点饭，俺晚上在这蹭口饭吃。哎，好，大娘，今天我和春年在镇上刚好买了点肉和米，晚上我做点好吃的。张桂凤说完就兴冲冲的去了厨房，这些日子都靠李奶奶帮衬着，今天总算也能回报点了。奶奶您是不是有话和我说呀？现在我娘不在，您说吧。就知道你是个鬼灵精，什么都瞒不住你。奶奶问你，你和武家大小子是咋回事？柳春年愣了一下，随即就明白了，毕竟那天被赵凤珍撞见，柳春年就已经猜到会有传出流言蜚语的一天。是不是村里传出点啥了？哎，是有点谣言，还不太好听。你不知道也就算了，就是你对武家大小子有没有点啥想法吗？我有啥想法？李奶奶，有话您就直说好了，跟我不用兜圈子。李奶奶将武明浩今天来家里说的话学了一下。柳春年听了有些惊讶，他想起他们，这真是他不该想的，因为前世两个人根本没有交集，这一世更加不可能了。李奶奶，我不同意，我不会因为这点流言蜚语就轻易把自己嫁了的。你是嫌他蹲过耗子吗？李奶奶，不是的，我都不了解他，凭啥嫁给他？武明浩蹲耗子的原因，柳春年是知道的。毕竟前世武明浩成为江城企业家的时候，他的熟食店也开在市里，那时候街头巷尾议论的都是他的事。那要是武家大小子喜欢你呢？他喜欢我，也得我能喜欢他，我才会嫁。毕竟两个人这辈子接触的也就那么2、3次，能有啥感情基础？哪那么容易就喜欢上了？行，春年有这话俺就放心了。俺的眼光不会错，你会喜欢武家大小子的。等你喜欢他了再嫁也不迟。但是你想过外面的这些谣言咋办了吗？对你的名声可不好呢。我的谣言还少了吗？名声算什么？能当饭吃吗？李奶奶帮我带个话吧，让武明浩也不要去理，也不要去找他们算账，时间长了就都会忘了的。好，春年说的对，奶奶就喜欢你这飒透的性格。走吧，李奶奶，去厨房看看我娘做好饭没。柳春年带着李奶奶一起去厨房帮着张桂凤做饭。武明浩从李奶奶家出来就直接回了家，李彩莲已经走了，估计走的时候也没说什么好听的。武大勇的脸又黑了不止1个度。爹，儿子今天想和您说2件事。第一，我喜欢柳春年，但是不想委屈了她，所以儿子想要赚钱，风风光光的娶她进门。第二，我还是决定做个像爷爷一样的金把头。我喜欢做这个，也只想做这个，但是儿子保证不会做违法乱纪的事，不会做违背祖宗的事。我管不了你了，你这么大了，好自为之吧。我也没2年好活了，闭上眼睛那一天什么也看不见，你爱咋样咋样吧。对了，你刚才干啥去了？去刘老二家看了没？爹，我真的没有糟蹋人家姑娘，但是我是真心想娶她回来给您做儿媳妇，但是我不希望她是因为这些流言才嫁给我。我刚才去找李奶奶了。武明浩把在山上的事和去找李奶奶的事说了一下，省去了他和柳春年意外之旅的事。那之前让你去相亲的时候为啥不说？那时候我还没下决心呢，我怕那个柳春年看不上我。现在咋地？觉得人家能看上你了吗？也没，我会努力让他看上的。瞧你那点出息，哎，你自己做主吧，别亏着人家闺女了。咱家这条件，人家要是肯嫁进来，就好好对人家，那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对了，那个郑玉兰，你回来后见过她没？武明浩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爹问的是谁，他都快把这人给忘了。没见过，不是说她嫁人了吗？对，嫁人了，还生了个娃，以后见面了也别和人家有什么牵扯了。爹，那个郑玉兰，我和她一共也没见2次面，当年要不您背着我定的这门亲，我和她也扯不上关系。他现在还庆幸当年没结成婚，要不他哪有机会遇见柳春年呢？吴小梅看见武明浩从屋里出来，犹豫了一下问道：哥，你真的想娶那个柳春年啊？咱村的人可都说他克夫。没事，你哥命硬着呢，谁死你哥也死不了。武明浩对这个谣言毫不在乎，就傅二柱那个作死的短命相，和谁定亲都得早死。对，祸害1000年，哥才不会被克死呢。吴小梅起抬脚踢了他屁股一下。死小子，你说谁祸害呢？村里人都这么说的吗？多大点事啊？镇上的招待所房间里，一男一女躺在床上。我听说你今天相亲了是吗？怎么，我还不能嫁人了？要不你娶我呀？
滚蛋！当时说好了，我不可能离婚的。那不就得了？我今天来也是和你说一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了，以后能不见面就不见面了。怎么的？相亲的是哪个小白脸，愿意捡你这么一个？你想说什么？没事，你这么一个仙女行了吧？我可马上就要去挖金子了，到时候可是大把的金子揣进口袋，你就真这么舍得和我断了？那又怎么样？你能跟我过一辈子吗？你现在跟我这装清高是不是晚了点？这2年我给你的钱，我看你拿的挺高兴的。那也是我应该得的。你现在不过是相亲，又没结婚，着急和我断什么？哎，给你介绍的对象是哪的啊？王美丽肯定不能在何海滨面前说相亲对象是武明浩，毕竟何海滨和武明浩两人是认识的。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呸！老子只是玩玩你而已，有什么好拽的？老子平时给你的钱的时候，你还不是照拿不误？等着老子找到一个年轻漂亮的，肯定先甩了你。何海滨想起第一次去武明浩家看见吴小梅，比这个王美丽可年轻漂亮多了。他早晚得把那个吴小梅弄到手。柳春年这些天都到镇上卖猪头肉，再加上点猪杂，一天能净赚个10几块，每天卖完就回来。娘，我和你一起去。春年你在家休息，一会你还要去镇上摆摊呢。娘自己去就行，又没什么活，不到晌午就回来了。没事，娘，今天我晚点出。说完，柳春年拿了一把铁锹，就和张桂凤一起往外走。到了地里，柳春年就开始飞快地除着草。张桂凤也想早干完早回家。这个时候，田小月贱嗖嗖地凑上来：“哎呀，又二婶干活呢？”“是啊。”说完就低下头接着干活，心里祈祷着这个田小月赶紧离开。田小月可不打算放过他，继续说：“怎么让武明浩过来帮着干啊？你两家没一亲呀？”“田小月，你胡说八道什么？春年和那个武明浩不是那个脸吗？”“田小月，你在胡说八道，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柳春年正在前面除草，回头一看田小月站在娘身边，心里一沉，连忙过来：“吴大嫂，你有啥事啊？”“我这不是好几天没看见你们娘两个，想着过来聊聊天吗？”“吴大嫂地里活干完了吗？吴大娘要是知道你在这八卦，不抓紧干活不生气呀？”田小月一听柳春年这话，脸一下就变了，好像看见婆婆黑着脸在指着她鼻子嘛。“我去干活哩。”田小月说完就一溜烟的回地里飞快的干起活。“春年，这可咋办啊？这村里好像有你和武家大小子的谣言了，这咋传出来的？你两个也没啥接触啊，这可咋整？”“没事，娘，咱干完活就回去，村里人爱说啥说啥，不用理。”傍晚时分，柳春年就听见院子外面一阵嘈杂。“闺女，外面怎么这么吵？娘去看看，你在屋等着。”“一起去。”柳春年走出院子外面，孙桂枝跪在地上，地上一块门板上躺着一具盖着白布的尸体。“张桂凤，柳春年，求求你们离开村子吧。”该来的还是来了，果然和前世一样。柳春年看着还是那几副熟悉的面孔。孙桂枝刚想开口，就被柳春年先说了：“死人了，你们是不是应该去后山的坟圈子，跑我家来嚎什么骚？还有孙桂枝，你是不是想说我和我娘是扫把星转世，所以搞得我们村风水不好，嫁到外村的姑娘都是克夫的寡妇命吗？”孙桂枝听到柳春年说了他想说的话，既然是一字不漏，他都惊呆了。“二驴子，你告诉大家这谣言是咋回事？”“其实都是误会，误会啊，那都是谣言，谣言，没有什么扫把星转世，大家都散了吧。”他的话还没说完，柳春年狠狠地从后面踢了他一脚。“说重点。”“其实谣言都是我传出去的，是王小翠给我5块钱让我这么说的。她说以后只要谁家死了男人，就往柳春年娘俩身上赖，到时候大家就集体把他们赶出去了。她答应我，事成之后再给我5块。”薛金花和王小翠还等着看好戏呢，结果二驴子一这么说，所有村民这时候都恼了。“有你们这么做奶奶和大伯娘的吗？刘老二都不在了，还要赶尽杀绝吗？你家的姑娘也是金碾子村的，就不怕将来嫁不出去吗？”面对村人的指责，两个人有些慌了。薛金花赶紧把自己摘出去：“冤枉啊，这事我不知道，是我儿媳妇干的，我真的不知道。”“娘，这可是你给我钱让去做的，要不然我哪来的钱给二驴子？”薛金花气得上手就打了王小翠一个耳光。“你在胡说八道，我哪能让你办这事呢？柳春年好歹是我孙女，我们家都是我婆婆做主，她要是不说，我哪敢干这事？”“你们婆媳2个都不是好玩意，之前就来闹着要钱。”村长来了。董志成看了一眼地上的尸体，皱了一下眉头：“这人已经去了，就该让他好好的走。你们不好好安葬抬过来我们村闹事，是不是有些太不把我这个村长放在眼里了？”“村长，你不知道啊，昨天我们家来顺到镇上买了你村柳春年卖的猪头肉，说要当下酒菜，我又给他炒了个花生米，结果怎么就那么邪性，吃了个花生米就卡死了。”“胡闹，人是在你们自己家里死的，什么猪头肉花生米的？
照你这么说，你该去找卖花生的。柳春年一听，剧本有差呀，前世王来顺的死因不是这个，是突然猝死，还不赶快把人抬走，准备后事？刚才不是说了吗？这谣言是假的，有人造谣。董志成喝了一声，王家人啥都不敢说了。老陈家的，他们是外村的，你是咱村的，也跟着外村人起哄架秧子。我这不是误会吗？他们说外面都传咱村，因为有这母女财，风水不好。简直胡闹！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们还相信这些封建迷信？以后谁要是再让我知道在那吃饱了撑的散布谣言，什么好事也轮不到他们家。董志成说着转向薛金花，老柳家的，这次刘宝顺的镇上临时工名额就取消了，轮到下一家。村长，你可不能这样啊！宝顺都要结婚了，你这咋能说给拿下来就拿下来呢？为啥不能？你们都花钱雇人散布谣言，败坏村里的风气了，我为啥就不能拿下你的名额？村长，都是误会呀。薛金花没想到今天不但没整到柳春年母女，还把宝顺的临时工名额整没了，她现在哭死的心都有了。就这么定了，行了，大家该散的都散了吧。春年，你看今天这事处理的你满意不？当然满意，村长一向赏罚分明，为咱金碾子村办实事，我们村有您这样一位村长是我们的福分。你看你家就你和你娘2个人，家里也没个男人顶门立户，当然了，有事你可以来找我，大爷给你做主，但是这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咱村像你这个年龄的都定亲了是吧？柳春年看着他，这是又要唱的哪出戏？他哪里表现出想要说亲的意思了？村长，你这是不知道春年娘，你这心里有没有什么最佳的女婿人选？我让王媒婆给你说亲去。比如说长得高大点的，模样俊的，能镇住场子的，有些不能听村里人说，有的越驴性的小伙子对媳妇越好。柳春年听着村长的描述，马上想到武明浩的样子了，不对劲，他马上反应过来。谢谢村长的好意了，这事就不劳您费心了。春年，你这年龄也到了，就没考虑个人问题。你要是不想离你娘远了，就咱村找，咱村也都是杂姓的。你看这老五家。村长是要说亲吗？算我一个。村长突然有了一种见到亲人的感觉。你小子可算特么来了，你自己搞定了。我想着做个媒，给你们2人撮合一下，一个劲往你小子身上说，结果人家姑娘就没想到。对不起，我来晚了。没事，村长给解决了。今天我武明浩在这里告诉大家，他给我春年，我武明浩娶定了。今后要是知道谁再赶上门欺负他们娘2个，就不要怪我武明浩没有提醒过你们。有些村民觉得这柳春年命是真不好，咋让这样的人盯上呢？也有人暗戳戳的在心里祈祷，快让这2个祸害在一起吧，一个煞星，一个克夫，看他们2个谁命硬。那个明浩啊，你要是真想娶春年，就找王媒婆选个日子把礼过了，再敲定一下结婚的日子。我知道了，董叔。他当着全村人的面这么说，不是想宣告主权，是想让村里人知道柳春年是他罩着的人，以后别想欺负他们娘俩。嫂子，别怕，以后我罩着你，看他们谁敢欺负你。武明浩，李奶奶和你说过了吧？好，开春了我就娶你。我说啥了？就开春娶我。我和李奶奶说了，我不会因为什么流言蜚语就嫁人，怎么就说到开春娶我了？这是哪和哪呀？好，那就开春，我们全村人等着喝你们小2口的喜酒。柳春年吃惊地看着，这老太太和武明浩是一伙的吗？自己到底哪句让他们有了这个想法？突然有人不怕事的喊了一嗓子：武家开春要娶柳春年，给多少彩礼啊？也和大家伙说说呗。礼钱666，外带3金，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建议？你就吹牛吧，我看你到时候拿不拿得出来。在场的村民也先是惊了一下，就武家现在这条件，卖孩子卖闺女也拿不出这钱呢。春年，你信我吗？我信。武明浩听到心里一喜，别人怎么想不重要，只要未来媳妇相信他就可以。我开春就带着礼金过来下聘。薛金花本来是想走的，但是听到武明浩一说礼钱666带3金，一下子就走不动了。春年了，奶奶今天真的替你高兴。你看你要是真的和武家大小子成了亲，过得好了，奶奶这心里也踏实，以后也和你爹有了交代。不是想赶我们出村的时候了吗？哎呀，你可冤枉死奶奶了，奶奶哪能那么做呢？就盼着你们娘2个能过好日子，要不然我这将来见了你爹也没办法交代呀。这要不是你娘命硬，你爹他也不会到现在你娘身边也没留个儿子傍身。不要提我爹，你还好意思说我娘命硬？要是当初不是你非逼着我爹去煤矿，他怎么会出了矿难？那些用我爹命换来的赔偿款，我看你花的心安理得。柳春年想着，当初要不是薛金花又哭又闹的，爹哪里会去煤矿当矿工，又怎么会早死？以后再敢随便出现在我家，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我说老柳家的差不多行了，
你啥心思大家都知道，当初你们断绝关系的证明文书还是我开的呢。薛金花有些不甘心地又看了一眼柳春年，只能灰溜溜地和王小翠离开柳家院内。我说2句啊，上次他们来闹事的时候我不知道，这回啊正好听说了，就马上过来了。村长这话其实是说给武明浩听的，怕他找后账。柳春年其实心里明白着呢，毕竟上辈子经历过的事了。我想给明浩做个媒，我看着明浩这孩子长大的，别看他在村里霸道惯了，但是心性不坏，我看得出来他也是真心喜欢春年，所以我和你嫂子愿意给做个媒，说和一下这个事。春年娘你怎么看？俺也可以给当个保人，明浩以后要是敢对咱春年不好，俺第一个不答应。你打人不？其实张桂凤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在场的人等了半天，没想到张桂凤会问出这么一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不敢说我不打人，但是我绝对不会打媳妇，我只会对媳妇好。张桂凤觉得答案挺满意的，又有村长和李奶奶在这说和，这会儿看武明浩顺眼了不少。武明浩，我们去那边聊一下。武明浩有点小激动，未来媳妇要找他说悄悄话呀。我们3个月为限，如果我们相互喜欢，觉得是可以托付终生的人，就在一起；如果不能，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我接受不了没有感情的婚姻。从活一世，他确实有想结婚的想法，但也不能这么草率。好，我一定会让你喜欢上我的。柳春年从屋里走出来，武明浩乖乖地跟在后面。行了，我看就这样吧，你们有什么事自己商量吧。好，我听春年的。明浩啊，那我们就回去了。婶，春年娘，你们再聊会。叔，你先回去，一会儿我找你有点事。村长2口子立刻又紧张起来，还有啥事？还要找这个村长？2个人怀着忐忑的心情离开。那个我今早上山去了，不知道你家发生的事，所以来晚了，但是你们放心，以后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对，我哥今早就上山了，是我上学的路上看见那些人都往这跑，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又去山上找的我哥，又去找的祖奶奶。张桂凤一听这话，心里还挺感动，看着武明浩又顺眼了一点。今天这事本来也和你们没有关系，你们能来已经很感激了。我们肯定要来啊！我哥上次听说你有事就要跑过来，但是他知道的时候已经完事了。柳春年审视的目光看着武明浩，像要看透他的内心一样。嫂子，你别这么看着我哥，他害羞。还不赶紧上学去，在这杵着干什么？嫂子，我哥就这狗脾气，到时候你可管着他点啊。说完一溜烟就往外走了。柳春年想着，难道武家人都自来熟吗？现在就开始叫嫂子了。这个臭小子太皮了，3天不打上房揭瓦。武明浩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解释着。半夜12点，柳春年看到他的好奶奶和好大娘鬼鬼祟祟的来。柳春年赶紧抄着棍子冲出来，劈头盖脸的就砸下去，一边打一边喊：有小偷，抓贼呀！别喊，别喊，是我们。柳春年全当没听见，还在继续打继续喊。张桂凤也拎着一根棍子冲了出来，也抡着棍子一顿打。别打了，别打了，我是你奶奶。放屁，我奶奶才不会半夜进我家院子呢。柳春年照打不误，隔壁院子里有人提着棍子，有人提着扫帚，叫叫嚷嚷的冲出来。上来几个年轻的小伙子，狠狠地踹薛金花婆媳几脚。哪来的毛贼？哎呦，哎呦，我是你刘奶奶。呸，我还是你爷爷呢。有人打开手电照了一下。妈呀，别打了，别打了，真的是刘奶奶。柳春年装作才反应过来的样子，仔细看了看地上的薛金花和王小翠。哎呀，奶奶、大娘，你们半夜不睡觉上我家院子里干嘛？我还以为是贼呢。你他妈的，柳春年，你个小贱人太会装了！你家穷的连耗子都不愿意来，还能遭贼吗？娘，你说这大半夜的你来我家也不提前说一声，这春年一喊抓贼，我就以为来贼了。薛金花，你们为什么这么晚了，上人家娘2个人的院子里？我这不是关心他们娘2个吗？怕白天的事有人怨恨他们，所以我这来看看，关心一下。薛金花这话刚一说完，周围人都撇嘴，骗鬼呢？大半夜跑人家院子里关心吗？哎呀，奶奶，你们怎么拎了一袋死老鼠到我家呀？那是薛金花偷偷摸摸进来时，就提着一袋死老鼠丢在院子里，想吓柳春年母女俩。太不像话了，哪有这样当奶奶当大伯娘的，拎着死老鼠到人家院子？就算断了关系还有骨血呢，这么做也太过分了。你们这断了关系还3天2头上人家闹，也太不像话了。哎呀，我婆婆这是晚上睡觉梦游，我现在就带她回家。王小翠也顾不上计较柳春年揍她的事。1个小时后，村长来了。刚才一听到有人喊抓贼的时候，就有人跑去找村长了。现在村长一看薛金花脑瓜人怎么动，我说老柳家的你怎么又来了？薛金花这会儿也百口莫辩了，她自己知道她那套说辞站不住脚，索性开始干吼。村长，我要报公安。春年啊，
你看他们怎么说，也是你奶奶和你大娘，这报公安不太好吧？不行，他们这样三天两头的来闹事，我们娘两个没办法正常生活。我家院子想进就进，这次是拎着死老鼠，下次还不知道是什么呢。春年，你看这样行不行？让你奶奶补偿你们一下，咱就别报公安了。报公安，他们这个情况也关不了几天，你说呢？柳春年等的就是他这句话，他当然知道关不了他们几天，可能关都不用关，也就口头教育罢了，还不如来点实惠的。行吧，让他们赔我们100斤粮食，还有4只下蛋母鸡。柳春年，你怎么不去抢啊？我们当初从你家拿走的也没这么多。薛金花一下就站起来了，这会儿涉及到利益，也顾不上疼了。都断绝关系了，你还好意思从人家家拿东西吗？我报公安吧。娘，宝顺马上要结婚了，这要是让亲家知道他的奶奶和娘都进了局子，这亲事不得黄啊。那就50斤粮食，2只鸡，不能再多了。薛金花开始讨价还价，这些还是当初趁着柳春年不在，大概在他家也就拿了这些东西，想着就当是还给他们了。行了，我做主了，就这些了。100斤粮食，你现在要是拿不出来，就等着秋收的时候拿。你要是不拿，我到时候会打好招呼，直接从你交的公粮里面扣。到时候交不齐公粮，你们就自己去解释。王小翠想着，只要不进局子，不影响大儿子的婚事，怎么都行了。薛金花再不服气，也只能认了。明天天一亮，你就把4只鸡拿过来，要不然我就带着春年亲自去你家抓。王小翠和薛金花2个人灰溜溜离开。春年，你放心，大爷一定会帮你把那些东西一样不少的要回来。谢谢村长，劳您多费心了。柳春年这回已经换成一副乖巧的样子，说话的语气也是甜甜的。这小丫头，我之前怎么没发现呢？也坏了，偏偏现在我也不能得罪这个柳春年，不然武明浩就不是给我挖坑或者砸玻璃的事。好了，大家都去休息吧。谢谢大家过来帮忙，耽误大家休息了。回了屋以后，张桂凤有点忐忑。春年，咱们打了你奶奶，是不是不太好？她不是我奶奶。再说，我们今晚打的是闯进我家院子里的贼。哎，她再不好，也是你爹的亲娘。有亲娘那么对儿子的吗？当初我爹因矿难不幸被砸死的时候，他薛金花假模假意的哭了2声，但实际一点难过的表情也没有，转身就计划着那笔抚恤金要怎么花。他甚至巴不得我们娘2个去死。柳春年说的不是气话，前世他就怀疑爹不是薛金花亲生的。薛金花这人重男轻女，嘴毒心狠，对自己的大儿子疼得紧，唯独对柳春年的爹是百般苛刻。柳春年打定主意，等着有了机会，一定要搞清爹和薛金花的关系。武明浩溜达着走到二叔武大志家门口，迈步进了院。哥，你来了。哎呦，明浩来了。二叔，我来和你商量个事。秋收以后，我要在咱村金沙河那里带人挖金子，到时候让大橙子和我一起，有手续的，合法开采。有手续吗？真的合法的吗？对，合法的。二叔，我又不是留恋耗子里的生活，我能自己作死吗？明浩，你让大橙子和你去挖金子，一天给多少钱啊？李彩莲这话一问出口，就遭到屋里武大志爷2个的白眼。1天3块，中午管顿饭。啥？1天3块，中午还管饭吗？对，1天3块，上洞以后就开干。行了，二叔，我先回去了，过来就是和你们说这事。武明浩留下院内惊讶的一家3口，径自离开。李彩莲突然觉得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明浩，有啥好事还想着咱家。娘，你当初不该瞒着我和爹，给我哥介绍王美丽那种女人。我这当初不也是好心吗？想着明浩从号子里刚出来，家里又那样，也不好找对象，正好王媒婆来说这事。你自己到底安的什么心思你自己知道。你去富家机场买只鸡过去看看大哥，橙子你和你娘一起去，给你大爷赔个不是去。好，我现在就去。那个我问问你，村里传的武明浩和那个狐狸精的事是真的不？你家明浩是真的要娶那个狐狸精？李彩莲一听这话不乐意听了，毕竟现在这个柳春年和自己夫家的侄子扯在一起。怎么就狐狸精了？我家明浩娶谁关你家什么事？他之前跟我家老三说了亲，怎么就不关我的事？说亲咋了？你家老三还能把人家柳春年带棺材里是咋的？嫌吃萝卜淡操心。李彩莲说完一扭身子就要走，本来被武大志训一顿心里气就不顺，这个陈大花还上来找不自在。你咋说话呢？我告诉你，那个柳春年就是个克夫的命，你要是让武明浩娶了她，就是盼着他早死呢。陈大花，你个老娘们，你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你他妈的，你以为谁都像你家父老三那么短命吗？李彩莲本来就不是个善茬，憋一肚子气，这会儿正好有个撒气口。你说谁短命呢？2个人眼看着就要动手了，吴广成连忙走过来。吵什么？娘抓完鸡咱就赶快走。
陈大花看着李彩莲和吴广成离开，陈大花狠狠地呸了一下。装什么装？好像多为那个侄子好一样，好像谁不知道他什么心思一样。我呸，什么玩意！武明浩在往了柳春年的家方向赶，还没等他走到柳春年家，路上就被张荷花拦住了。那个昨晚春年的奶奶和大娘半夜到他们家去了，闹了好久才散去。是昨晚发生的事情吗？还是谢谢你的告知？张荷花心里也觉得薛金花有点过分了，就算自己二儿子不在了，也不能那样对自己的亲孙女啊。武明浩风风火火来到柳春年家，就见张桂凤和柳春年正坐在院子里编筐和篓子。你们没事吧？我没事。他看得出来这个男人眼里的真真切切的关心和担忧，说话语气也不由得柔软了一些。我去找他们去。不用找了，昨天薛金花和王小翠已经受到惩罚了，不但挨了我几棍子，还被那年轻人踹了几脚，现在估计都躺在床上哼哼唧唧的呢。我现在就是等着薛金花来给我送4只下蛋母鸡，之前拿走我家2只，就让他们还回来4只，不来我再去闹。行，一会儿他们要是不来送鸡，我再去找他们算账。春年，你奶奶他们来给送鸡了没有？这时村长从外面走进来，一眼看到武明浩站在院里。哎呀，明浩，你可不知道啊，昨天我要是不来，这事可就闹大了。村长这是明显的邀功。柳春年没揭穿他，昨天他不来，结果也是一样的，他反正没打算放过他们。但是村长既然这么说了，他也得给干部面子不是？对，昨天多亏了村长来得及时，要不就没人给我们娘2个做主了。那我就替他们娘2个谢谢叔了。我这人是最看不惯像老柳家这种欺负人的，太不像话了。春年，他们是不是还没给你们送鸡来呢？走，大爷带你去他们家要去。行，那就麻烦大爷了。他刚才突然改变主意了，不能等着他那个好奶奶好大娘给送过来，说不定送过来的都是不好的。我也去。薛金花和王小翠2个人这会儿都躺在炕上哎呦着呢。一会叫春妮必须给我整蔫了，想要我的鸡，我呸！哎呦，我的老腰啊！这个天打五雷劈的东西，竟然敢打老娘！早知道那个软骨头生出来这么个东西，我就该直接掐死他。娘，春年那个死丫头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和之前不一样呢。春年那个小贱人，昨晚他是给我下死手了，太不是个东西了。这个小贱人。院子里的柳春妮看见村长和柳春年外加村里那个活阎王的武明浩走了进来，吓了一跳。春妮，你在干什么呢？没干什么，我抓鸡呢。老柳家的，我带着春年来抓鸡了，这就拿走了。明浩，你来抓吧。村长特意提高声音叫着明浩，好让屋里的薛金花听到。屋里刚想卖惨的薛金花听到武明浩一起过来的，一下子闭了嘴，躺在炕上直接装死。柳春妮看都不敢看武明浩，直接看着柳春年说：那里是给你们准备好的鸡。那几只太吵。春年，你把那几个鸡蛋也拿着，肯定也是咱家鸡下的。那个不是你家鸡下的呀。村长在旁边咽了口唾沫，以后不能得罪这2口子，纯属2个土匪。人家是验过拔毛，这2口子是抓鸡不留蛋。那个明浩，春年，我先回去了啊。行，叔，我晚点去找你。你又找我干啥？村长现在一听武明浩说要找他，就像被踩了尾巴一样。村长，你先回去等我，我一会就过去。武明浩来镇上先交代完和海滨以后，然后就过来找你。哥，你来了。11月中和我去挖金子吧。哥，真去挖金子啊？对，到时候你就要住在我们村，估计1个月才能回家1-2次，你和媳妇那边打好招呼。没问题。对了，再给我整点便宜的红砖，有门路没？红砖吗？挖金子还要红砖啊？红砖我是要自己用，给你嫂子家砌个围墙。你说嫂子吗？哥，你结婚了？还没有，你嫂子还没答应嫁给我呢。哥，你还能不要脸一点吗？人家没答应嫁给你，还舔着脸和我在这嫂子的。就凭你哥我，早晚的事。红砖你要多少？1等大概5分钱左右，2等大概4分左右，等外的2分5我就能给你整到。1等的就是完好的成品砖，2等的就是略有瑕疵，等外的就是残次品，烧得过火了有点变形的那种。先整点等外的吧，等我有了钱再帮春年家把房子里里外外的好好拾掇一下。目前先砌个围墙，转圈20米左右，你帮我算算需要多少，到时候我给你钱。反正柳春年家院子小，也花不了太多钱，他还是能拿得出来的。2天后，婶，我拉来一些砖，给你们砌个院墙。这个木栅栏太不安全了。柳春年看拉来的砖，心情有点复杂。他本想有钱了就砌个砖墙，那是因为前世的阴影，但是他没想到武明浩竟然不声不响的就把砖拉来了。砖的钱我会还给你的。不用，嫂子，这砖没多少钱，我哥是担心你。钱不用你给，你有时间给我做点好吃的就行。明浩，
那怎么行？该多甜多甜。你放心，好吃的神也给你做，你想吃啥告诉神一声。谢谢婶子，你做的都好吃。武明浩和李永刚正在忙着，吴广成和汪寒冬也过来了。哥，我们也来帮你。行，辛苦你们了。说啥客气话呢？都自己家的事。他说自己家的事，使眼睛看着张桂凤。张桂凤像是想到了什么，老脸一红，连忙低下头。婶，我爸一听说你家要砌墙，这不就让我也过来帮忙了？汪寒冬的爸就是王大夫王勇。汪寒冬一直知道自己老爸的心思，爸还年轻，想要再找个老来伴他没意见。那回头帮我谢谢你爸。婶，客气啥？反正都不是外人。春年等着来年开春，我再把你们住的房子翻新一下。谢谢你。跟我不用客气，过几天秋收的时候你们不用着急，我来帮你们收。明浩啊，婶子谢谢你。婶子之前，你别介意就好。我不会的，婶。婶，到时候我也会来帮你收地的。好，到时候婶子再给你们做好吃的。时间很快，武明浩开采金子已经开工了2个月了。现在的武明浩是村里的香饽饽，村里人都在想着将自家闺女嫁到武家去。哎呀，明浩他爹，我来看你了。孙桂枝拎着个篮子走进来，后面跟着他家二闺女陈小慧。陈家嫂子，你来了，这是有啥事啊？你看我好久没来了，这不就来看看你吗？我家小慧也挺关心你的，这不就一起来了。我什么时候说关心武叔了？不是娘死皮赖脸，非要拉上我来的吗？孙桂枝看女儿愣在那一点，没有配合她的意思，气得掐着陈小慧的胳膊。娘，你掐我干啥？不是你说想小梅了吗？也想看看你武叔身体咋样了。娘，您说是就是吧？这话把孙桂枝气得差点背过气去。吴小梅和陈小慧之前也就是点头之交，都没说过几句话，哪来的想的？那个小梅她爹，我这次来呢，一个是看看你，再一个就是你还记得你当年来我家给明浩说过亲不？武大勇当年找王媒婆给武明浩去说亲了，只要是个母的愿意嫁他就认了。但是这事都是明浩进去之前的事了，现在提起来啥意思呢？哎呀，你这可能是年头多不记得了。那时候小慧还小，才17，所以我才没同意的。你看现在小慧23了，明浩28，两人正合适。武大勇这回算听明白了，这感情是看着他儿子现在有出息了，想贴上来是咋地？娘，你说啥呢？人家明浩哥都有对象了，咱村谁不知道是柳春年啊？你在这瞎说啥呢？明浩他爹你也知道，这人啊就怕比较，你看看柳春年，再看看我家小慧。那柳春年咱村可都知道是个克夫的命，而且瘦的麻杆一样，一看就不好生养是吧？武大勇像看傻子一样看着孙桂枝，孙桂枝还不自知，继续口沫横飞的白话着。我们家小慧从来没定过亲，而且你看这长得浓眉大眼的，身子骨还壮实，屁股大，一看就好生养。我哪是没定过亲，不是都没定上吗？再好生养能咋地？现在就让生了。陈家嫂子，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家那臭小子就是个祸害，命硬着呢。再一个，现在都婚姻自由了，这事我以后不管了。哎呦，说什么婚姻自由，儿女再大不是也得听爹娘的？明浩那么孝顺的一个孩子，你这当爹的要是同意了，他还能反对不成？要不你去问问明浩的意思吧，你来这里找我也没有用，明浩已有喜欢的人了。武大勇懒得应付这些人，孙桂枝他现在这不是看着武明浩发财了，对那个柳春年娘两个也好，所以才想着拿当年的事说道一下。哎呀，小梅啊，我累了。这明显的就是下了逐客令，孙桂枝就是脸皮再厚也看出来了。神，要不你们先回去吧。那个小梅她爹啊，你先好好休息，我说这话你也考虑考虑啊。这婚姻大事不能摸着一个就是一个吧。武大勇没吭声，直接把脸别过去，明显的拒绝回答。今天来的这几伙人都是打他儿子主意，他都应付烦了。除了武明浩家走到拐弯处，孙桂枝停下脚步，冲陈小慧两脚。你个死丫头是故意气我的吧？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缺心眼的货？我怎么气你了？我说的哪句不是实话？现在村里谁不知道那个柳春年和武明浩是一对？你来这说这些干啥？孙桂枝气的又踹了他一脚。我还不是为了你吗？现在武明浩眼瞅着就能赚大钱了，你要是嫁过去了，到时候不是勤着过好日子吗？你个傻货，说话也不知道配合我一下。你让我咋配合？睁眼说瞎话呀？当初明浩哥穷的时候，你们这些人都看不起人家，现在人家发财了，你们是上赶着上门说亲，还口口声声说人家柳春年克夫，你咋不说说我大姐也克夫呢？那不是一样克死了我大姐夫？陈小慧一向看不惯他娘说话不着边际的，说别人钱也不看看自己家什么情况，咋好意思说别人的呢？你这个死丫头，一天到晚就知道和我对着干，要不是因为是在家生的，
我都怀疑自己抱错了孩子，一点也不像我。镇上招待所房间里，王美丽与何海滨双人运动结束之后，又在讨论人生了。等着我心情好了，给你打个黄金的项链。那就谢谢兵哥了。你说你跟着我多好，还结什么婚？到时候我把那个武名号一踢，那以后挖出来的金子就都是我的了。何海滨说的这个武名号，会不会就是拒绝和我相亲那个武名号？还有之前何海滨说的那个金把头，难道是武名号？他竟然还有这个本事！兵哥，你说的那个武名号是谁呀？就是我和你提到的那个金把头，娘的，天天特么的在现场牛的不得了，连我都特么得听他的，早晚我得给他踢出去。王美丽心里想着，果然是他。金碾子村可是再没听说过有第二个叫武名号的人，不愧是他王美丽看中的男人，竟然有这种不寻常的本事。对了，你原来在金碾子村下过乡是吧？那你应该听说过那小子吧？王美丽不会傻到在何海滨面前说之前相亲对象是武名浩，但是被武名浩拒绝了。想到这些，王美丽就气。我没什么印象了，那时候我多老实啊，和村里任何人都没什么接触的。什么武名浩、六名浩的我可不认识。就你这样的女人还老实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回城的。切！你们挖金子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好玩呢？能不能带我去现场看看呀？我还没有见过人家淘金呢。那地方大风豪天的，有什么好看的？不会是你做不了主，不能带我去吧？何海滨听到王美丽讽刺的口气，为了面子，瞬间在王美丽面前装起来，做样子。我特么怎么做不了主吗？我是老板，你想去就去。我是觉得那地方怪冷的，干活时又脏，心疼你还不知道好歹。既然你想去，那明天我就带上你。我就知道我的兵哥说话最好使了。兵哥是谁呀？行了，别拍马屁了，休息一会，我得赶紧回家了。那明早你到我家胡同口来接我。行，7点半你在那等着。令人想不到的是，陈小慧竟然跑来柳春年家，嘱咐他一句就离开了。你是柳春年吧？是的，你来我家，这是有事吗？看好你男人，现在村里惦记他的多着呢。张桂凤在旁边听了个清楚，心念一动，这武名浩现在可不是村里强者，之前是他刚从号子里出来，家里穷，人人都嫌弃。春年，你告诉娘，你现在对那个武家大小子是啥想法？娘，您别操心了，我心里有数。如果这个男人他不稀罕，爱谁要谁要，但是如果是他相中了，就断然不会让给其他女人的。老郭家院内，行了，你都是已婚的人了，心里也别惦记人家武名浩了。当时那富家老二可是拿了200块的礼钱，又打了36条腿的家具，把你风光娶进门的。你也别不知足，好好和富老二过日子，争取怀上个小子，别让你那婆婆整天的说3道4。当年要不是你硬要推武名浩和我定的亲，现在说不定我都和武名浩结婚了。你心里有没有点数吗？当年那情况你还能等着他是咋的？他在里面待了6年，你等到现在都24了，到时候他回来再不要你，你还嫁不嫁了？再说了，当初富老二来说亲时，你也没说不愿意吧？你自己心里就是愿意的，搞得现在好像我逼你一样。那还不是当初你说的，武名浩这辈子可能都出不来了，过了富老二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行了，搞得我是后娘害你一样。当年武名浩他爹找王媒婆说了多少家的姑娘，你当初要不是说你自己愿意，我都不能同意。你2个定了亲咋的？人家武名浩多看你一眼了吗？估计他现在连你是谁都不记得了，他压根心里就没你。郑玉兰他还记得刚定亲的时候，他激动的跑去找他，结果他看都不看他，就来了句你谁呀？他知道他是真的不认识他。赶紧回家去，抓紧给老傅家生个小子是正事。现在傅老三没了，傅老四又是个傻子，傅老大家就一个儿子，老傅家那么大的养鸡场，以后不得都留给傅老大家啊？生什么生啊？现在抓得这么严，怎么就不能生了？偷着生的有的是，反正傅家有钱，要是你生个儿子还能不给你交罚款是咋的？赶紧回家去，都当娘的人了，别总想些没有用的。武名浩就是挖金子挖出金山，现在也跟你没关系。郑玉兰不情愿站起身，我告诉你啊，傅老二对你挺好的，你别不知足啊。就他娘那样的，他还能不受挑唆对你这么好？你还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儿。自从知道武名浩出来了，就魂不守舍的，对得起人家傅老二吗？这得亏是自己闺女，要是儿媳妇的话，知道他对儿子以外的男人念念不忘，他非得给他打出花来。第二天一早，武名浩刚下了清，就看见一个女人在清里转悠。何海滨正在口若悬河的白话着。今早何海滨来接我的时候，我看见车上有个女的，我就说浩哥说过了，亲儿里不能拒女人，但是这个何海滨态度傲慢，他非说他是老板，他说了算。
武明浩沉着脸扫了一下杵在那里不知所措看着他的几个淘金工，冷着声音说了一句：“今天不开工，休息一天。”说完转身就走。何海滨其实早已经看到武明浩了，但是就装作没看见，没想到武明浩这么不给他面子，直接招呼不打就说今天休息。哎，姓武的，你站住！今天为什么休息？开工前我说过，青儿里不能有女人。今天既然是有个女人进来了，那就不要开工了，休息一天。我带来这个女人是我的好朋友，只要她是女人就不行？这特么也是采金人的规矩。我特么才是老板，今天必须都得听我的，不许休息。武明浩连理都没理他，直接转身就走了。王美丽此时也想着，刚才武明浩也看清他的脸了，难道他真的不记得他了吗？今天没开工吗？今天何海滨带了个女人下了青儿，就休息了。柳春年心里了然，前世他就听说了，那片地方是不让女人过去的。春年，我喜欢你快3个月了，你有没有喜欢上我啊？你喜欢我啥呢？我也说不清，就是喜欢，想每天看见你，想娶你回家。你找个日子去我家提亲吧。武明浩听到这句话半天没反应过来，他心里只是期盼着柳春年会不会有那么一点点喜欢他，但是他说的是什么？提亲吗？你的意思是说你喜欢我了吗？他还记得柳春年当初说的，喜欢他就嫁，不喜欢就不嫁。他让自己现在去提亲，是不是就意味着就是喜欢自己了吗？喜欢呀，你找一个日子直接去我家，叫我娘提亲就行了。都听你的，等我挑个好日子，我就去你家提亲。对了，你小心点那个何海滨，多留点心眼，别被他坑了。柳春年想起前世的一幕，好像到开春的时候，武明浩就和合伙人闹掰了，然后退出，留下那个合伙人继续在那个地方淘金。当时村里人还说什么武明浩被人坑了之类的话。如果我以后不和何海滨合作下去了，没有金子入账了，你会嫌弃我吗？不会，那种男人本来也不配和我柳春年的男人合作。这一天，柳春年经过吴有善家门口时，哎，柳春年，武明浩那彩礼钱挣出来没有？柳春年连看都没看他，就像没听见一样。吴有善看着柳春年离开，刚想再说点什么，结果给他娘踹了一下。你个死小子咋管那么宽呢？你管人家彩礼准没准备好呢？看上他了是咋的？我看上什么看上了？他不是武明浩的对象吗？你知道是武明浩的对象还出什么洋剑？给我滚回去！郭玉华气得踹吴有善一脚，自己这个儿子能做，那个武明浩更不是善茬子，这要是让他知道自己儿子调戏他对象，不得来拼命啊！我告诉你，死小子，对谁起心思也不许对那个柳春年起心思。哎呀，娘，我真没对他起心思，他真的不是我的菜，我就是逗着玩的。娘，你以后能不能在外面给我留点面子？我给你留个屁的面子！我告诉你啊，你这2天给我乖着点。我托王媒婆给你说了亲，就是武明浩的妹妹小梅。我才不要那个母老虎呢！我告诉你，那个吴小梅要不是母老虎，我还不要呢。我巴拉着看了，也就那丫头能管住你，再不找个人管管你，让你收收心。我看你还不知道要做成什么样，早晚有一天你得做的像武明浩一样蹲巴黎子去。那你还让我和他妹妹吴小梅说亲吗？吴有善觉得自己这个娘脑回路有问题。人家进去又出来还有出息了，你进去再出来能像人家一样啊？哎，其实我早就相中那个吴小梅了，就是之前啊，哎，咱家也不能娶一个搭2个啊。其实有没有钱的我倒不在乎。郭玉华他相中吴小梅，就是因为这姑娘泼辣还能持家。娘，我和你说了啊，我不娶她啊，你爱娶你娶。吴有善想起他当初看见吴小梅拿着棍子追着二驴子跑的样子，就觉得汗毛根立着，哪有姑娘那么个虎样啊？咋的？你就非得招惹那个柳春年吗？那是人家武明浩的对象，你不知道啊？非得让他来捶你一顿就老实了。要不是他对象，我还不撩骚呢。我告诉你，不许去撩骚柳春年，那将来就是你嫂子。什么玩意就是我嫂子了？郭玉华看着自己的二儿子扬长而去的样子，气得直咬牙。不行，他说什么也得让王媒婆把这个亲说成了。5天后，武明浩加上柳春年家提亲。亲家母，你看看这2个孩子也相处的挺好的，我今天呢也算是走个过场，咱们2家就把2个孩子结婚的日子定下来。我看3月初6那天是个好日子，阳历4月6号，你看看多吉利，都是6，顺当啊。行，我没意见，那就定那天吧。亲家母，你看看这个是彩礼单子，有啥不满意的地方你就和我说。张桂凤拿过来一看，吓了一跳，上面除了武明浩之前提到的666礼金和3金之外，又加了不少特别贵重的东西，7七八八加起来得不少钱。亲家公，只要明浩对春年好，这些都不重要。日子是关上门自己过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这些彩礼也用不着这么多，你就按照咱村的标准来就好了。村里目前最高的也不过就是200-300块，
武大勇觉得这个儿媳妇真的选对了，都为他们家考虑的，提的要求不是加什么东西，而是能减则减。3金必须要有，礼金也不能减少。这话当初他都在村里放出去了，肯定要兑现承诺的。那行，这事我们再商量。还有这个缝纫机，不要你们买，这个我给春年陪嫁。她虽然是个寡妇，没什么大本事，但是也不能让闺女出嫁时被人说三道似的，好像就攀了高枝一样。对，我出嫁，我们娘家这边也要有陪嫁的，到时候我们也会列一张陪嫁的单子。好，听你和婶的。春年，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瞧你那个傻样。我会对你好的，以后全听你的，家里你做主，钱也都交给你管。他觉得爱一个人的方式就是对他好，听他的话，哄他高兴，宠着他就对了。我不听你怎么说，以后我要看你能不能做到。好，我一定做到。因为前几天媒婆去吴小梅家说亲，吴小梅听到相亲对象是吴有善，直接拒绝了。吴小梅。吴小梅听到一个语气不善的声音，抬头一看，花公鸡吗？他怎么跑自己家门口来了？我告诉你啊，我是不可能娶你的，所以你也别抱什么希望。吴小梅看着他就烦，话都不等着他说完，直接踹他一脚。你没完了是吧？我就是来告诉你，你不是我的菜，都是我娘自作主张给我相亲的。你赶紧给我滚蛋，不要在我面前自作多情，我压根就看不上你。你特么还是不是女人？怪不得到现在嫁不出去呢。我告诉你，别想赖上我，别看我娘。他话还没说完，吴小梅又给他踹了一脚，吴有善躲都躲不过。你有完没完？我看你是个女的，不想和你一般见识，你别不识好歹啊！我也告诉你，就算全村的男人都死绝了，剩你一个，我也不会嫁给你的。你有多远滚多远，下次再敢跑到我家门口乱吠，信不信我打折你的狗腿？吴小梅一早上的好心情都被这个花公鸡搅和了，现在一肚子气，她哪来的自信自己会赖上他？自己压根没同意好吗？哎呦呵，你敢嫌弃我是吗？你成功的引起我的注意了，我就不信了，你不是看不上我吗？不愿意嫁给我，我还娶定了。哎妈呀，看来我今天出门是对的，不然也看不到这一幕。我决定了，为了以后能天天看戏，我也得怂恿婆婆将这个吴小沫娶进门。武明浩和柳春年出去以后，薛金花婆媳两人上门了。你们来有什么事吗？宝顺这个月19号成亲，你这做二婶的就没什么表示吗？张桂凤理都不理他。薛金花一看张桂凤竟然不回答他的话，一下子就火了。老恶家的，我和你说话你没听见是吧？宝顺要结婚，你这当二婶的不该给拿点钱吗？你们帮着那武明浩咋说也送了1个月的饭了，应该给你们工资了吧？你是不是该拿来孝敬一下老娘我呀？你是谁啊？我们几个月前已经断绝关系了，孝敬的钱不是都一次性付清了吗？你再来要不合适吧？薛金花愣了一下，没想到张桂凤竟然敢用这样的口气和她说话。她本来想着柳春年不在家，她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张桂凤，你吃错药了，怎么对娘说话的呢？张桂凤不回答，反问道：春年开春也要结婚了，你们给准备礼钱了吗？那个小贱蹄子结婚，我们凭什么给准备礼钱？张桂凤听了他的回答，一点没惊讶，转身去了厨房。要是薛金花说给准备了，她还觉得奇怪呢。娘，你说老恶家的是不是进屋乖乖的拿钱去了？算他有点眼力见，我们就在这等一等。谁知道张桂凤拎了一把菜刀出来。老恶家的你疯了？这还是原来那个温顺的张桂凤吗？对，我疯了，被你们逼疯的。话说完了就赶紧滚蛋，一会儿我要是发起疯来，别怪我手上的菜刀不长眼睛。好你个张桂凤，你敢这样对我，你是不是疯了？对，我就是疯了。你们滚不滚，不然我就不客气了。好啊，老恶家的，你长能耐了。小翠，我们先回去，暂时不招惹他。薛金花和王小翠灰溜溜的走了。娘，瞎叫唤啥？整天咋咋呼呼的。郭玉华一看他这样，就是在外面又听到或者看到啥新鲜事了。又有啥八卦了？说吧。刚才我看到小泉。你现在都开始八卦家里人了是吧？接着说啊。话说一半让人听着难受，小泉咋地了？娘，你可不知道啊，刚才我看见小泉去了老吴家。田小月一想起来自己小叔子被打的那个惨样就想笑，但是不敢在婆婆面前笑，怕挨骂。去老五家干啥了？田小月发挥她的专业特长，将刚才两人的那场战役声情并茂地描述了一遍，说完就开心笑起来。你看到小泉挨打你挺高兴啊？娘，我没有，我一点都不高兴。吴有善回来了，脑门子上还挂彩了。哎呀，老二你这是去和谁玩去了？娘，你是不是就看上那个吴小梅了？我看上有啥用？人家看不上我儿子，不愿意嫁到我们家来。不就是想让她心甘情愿的嫁到咱家吗？明天我就去追她。
我就不信了，我拿不下那个虎娘们。郭玉华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装作犯愁的样子。哎，算了吧，儿子，人家姑娘也看不上你，我还是看看有别家合适的再给你说门亲吧。这个儿子他是最了解不过了，别看现在看着挺骄傲，其实还是当年的小孩子心性，最经不起激将。娘1个月之内我就把吴小梅给你拿下，我就不信那个邪了。吴有善说完，一脸自信地走出门。郭玉华看着儿子的背影，有点心慌，觉得儿子好像有点要作死的架势。柳春年娘两个带了2麻袋的编织品，到了镇上供销社，找到供销社的经理。经理是个中年男人，姓张。张经理，我想和您谈一下生意。张经理看着面前的母女2个，猜想着应该是下面村子里的，穿着打扮都很普通。你们想和我谈什么生意呢？柳春年打开麻袋，拿出几个编织品摆在桌子上。小姑娘，你说说看，想怎么谈生意？这些篮子都是我娘亲手编的，想问问你们收不收，或者代销也可以。那你和我说说，代销要怎么一个代销法？进货的话又是个什么价格呢？张经理因为经常去南方进货，所以知道这个代销是什么意思，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么一个农村小丫头居然知道代销。代销的话就是我给你一个底价，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每卖一个把底价给我，先卖后结账。要是进货的话，那肯定就是批发价，价格肯定要比代销价格低很多，但是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过供销社的需求量到时候可要比你们想象中的大很多，到时候你们的货是否能够供应得上呢？没问题，只要您有量，我就保证出货。好，那我们就先以代销的方式试一下销量，如果出货好，我们会考虑进货。好，那我们一会签一个协议吧。做生意就要先小人后君子，这都是前世得来的经验。柳春年和经理定好了价格，签了协议，留下2麻袋的编织品。娘2个出了供销社后，闺女，要是量大咱们编不出来怎么办？娘，你放心，只要他有量，我就有办法。柳春年信心十足，村里那么多人家呢，编筐编篓很多人都会，如果张经理这边出货好，他就会去召集人来编。镇上是玉兰吧？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郑玉兰回头看了一眼，好像有点熟悉，但是一下子没有想起来是谁。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你美丽姐呀。哦。转身就要离开，显然他已经认出来了，但是没有一点遇见旧时的兴奋。哎，你别走啊，咱们2个好几年没见了，找地方聊一会儿吧。我已经买完东西了，现在要赶回村里去，就不和你聊了。郑玉兰不愿意和王美丽多聊天，但是王美丽可不打算轻易放过她。我说玉兰呐，我听说那个柳春年现在和武明浩订婚了，难道你就甘心吗？郑玉兰听到这话，抬头看着他。不甘心的是你自己吧？我可没你那么多心思。玉兰，你就别瞒着我了，我知道你之前一直喜欢那个武明浩，当初不管咋说，你们2个也算定了亲，要是当初他没进去，说不定你2个就该结婚了。现在他出来了，又有本事赚钱，但是他就要和柳春年结婚了，你难道真的甘心吗？郑玉兰没回答他，只是定定的看了他好一会。王美丽被看得有点心里发毛。我说的不对吗？我发现过了6年了，王美丽，你还是一点没变呢。郑玉兰不想和他多纠缠，转身就想走。玉兰，你听我说，那个柳春年不是还没嫁给武明浩吗？我有办法让他们分开，你到时就有机会了。反正你也不喜欢那个复建社，到时候你可以和他离婚，跟武明浩在一起。郑玉兰像看傻子一样看着王美丽。你以为我还是当初那个什么也不懂的小姑娘呢？你说这话是骗我还是骗你自己呢？有病，让开！郑玉兰，你不知好歹。柳春年回到了村子，就看见村口围了一群人。柳春年看了一眼，本打算直接离开，但是人群里突然传来赵凤珍的一嗓子，把他吸引住了。你以为你家能教出什么好玩意？别以为我不知道傅二柱是怎么死的。他当初要不是扒人家货物，能被砸死吗？想偷人家货物卖，结果被砸死了，活该。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傅二柱的死因终于爆出来了。结果陈大花看到柳春年，就想要回去当初欠的钱。柳春年，当初欠的钱是不是应该还给我了？柳春年就猜到傅二柱的死因一爆出来，陈大花就觉得没了钱治，一定会闹着要钱。柳春年也没说话，把随身携带当初陈大花签的字条拿出来。当时已经白纸黑字的写着2清，难道大娘想赖账？要不咱去找村长评个理。陈大花看着自己签的那个字条，脸气得涨红。找个屁的村长，自己刚把他家孙子打了，他还能给自己好脸吗？老柳家怨你。春年他娘啊，你说开春年就结婚了，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事呢？是不是也该考虑下咱俩的事了？咱都这岁数了，还想这些事干啥？刘老二都走了那么多年了，现在春年也有了归宿了，你就想一个人自己过下半辈子？
我觉得现在这日子挺舒坦的，从孩子他爹走了以后，从来没过过这么舒坦的日子。你是舒坦了，我咋办？孩子都这么大了，还说这是干啥，怪骚的慌的。这有啥臊的？我说的是实话，这些年我对你啥心思你也知道，你白天总躲着我，我也就不说啥了。你总拿孩子当借口，要么就说你名声不好，怕影响我。现在孩子都要结婚了，你还不考虑一下咱两个的事吗？我等着春年结婚以后再说咱俩的事吧。5天后，柳春年又拎着2麻袋的编织品去了镇上，来到供销社。上次你们拿来的那些都卖完了，这次我们打算进货，而且不止我这一个供销社，宋林镇和杨家镇的供销社也需要，大概需要200个，1个星期的时间，你们能够做出来吗？可以的。这次我想要那个玉米皮的背包和那个柳条边的坐凳多一些，还有那个带盖子的小罐子。可以，一会儿您把每一种具体需要的数量写下来，我到时候会按时交货的。张经理您看一下，这2麻袋是我这次带过来的。对了，张经理以后要长期合作，我们还是要签个协议。好，一会我们就签。张经理觉得这小丫头鬼灵精一样，做事还很谨慎。出了供销社，闺女，这200个编织品你想咋弄？娘，我们回去找一下村长，让他帮着去召集人，他肯定会知道谁家有成手编织的好。娘两个回了村，就直接去了村长的家。2个人一进门，村长有些发愣的看着娘两个。村长，我们来是和您商量个事。村长一听这话，立刻神经紧绷，他想起来当初武明号就是这句开场白，然后挖了一个大坑。是春年娘和春年啊，你们说说看是什么事？村长，是这样的，咱村都有那几户人家会做编织品的。春年，你问这个是想干嘛？我们想订一些编织品，能编的按件给钱，只出手工的小的1件2毛，大的3毛，特殊样式的到时候再商量。家里有麦秸和苞米皮的，也可以拿来我们家卖，我收购。大概需要多少个？10个吧，要画少点，手麻利的。春年，你先回去，等我安排好了，我再去找你。柳春年娘2个从村长家出来，刚到院门口，就看见薛金花和王小翠站在门口等着他们。娘又来我们家有什么事？我就是问问你们，为什么今天宝顺成亲，你们娘2个不过去？就是啊，不管咋说，一笔写不出个柳字。宝顺还是春年的堂哥，你们不去吃席，让村里人多笑话啊！我们都断绝关系了，谁还会笑话？去了才会被笑话吧？你们这么做对得起老柳家的列祖列宗吗？哪怕你们与我断绝关系，你爹刘永禄也是我生的。柳春年突然近前一步，眼睛死死地盯着薛金花。我爹真的是你生的吗？薛金花听了这话，惊愕地紧紧看着柳春年。是吗？是你生的吗？不会的，这个死丫头怎么会知道那件事？这件事只有我和孩子爹知道。当然是我生的，村里人都知道。薛金花有些心虚，说完就走人。柳春年看着仓皇而逃的薛金花，心里有数了，爹一定不是他亲生的。我就说嘛，如果是亲儿子，怎么会那么对我爹，还有对我们娘2个也像仇人一样？至于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一定要好好查探一下。闺女，你爹真的不是薛金花生的吗？8、9不离10吧。薛金花带着王小翠回到家，就问柳国父：当年你抱那个小野种回来的时候，真的没人看见吗？你抽什么风？老二都死了，你咋又问起这件事了？春年那个死丫头好像知道什么了，今天她的问话太奇怪了。薛金花还没说完话，就听见西屋，也就是刘宝顺住的那屋传来争吵声。你不是说武明浩是你堂妹夫吗？今天为什么2个人一个都没来？你知不知道我很没面子？家里那些亲戚都是想来结交一下武明浩的，你竟然骗我！紧接着就传来一阵摔的声。薛金花刚想起身去看看，柳国父叫住：别管了，年轻人嘛，小2口吵吵闹闹很正常。薛金花忧心忡忡地想着，她当初干什么嘴那么欠，告诉新媳妇家她孙女婿就是金碾子村现在最有名的金把头。吴有善在吴小阳回家路上一直等着，过了好久才看到回家的吴小阳。小杨，咱俩聊聊。你想聊啥？你当初教我的厚脸皮那招不太好使啊。我觉得吧，不是脸皮的事，是你姐嫌弃我没正事。你说我是不是该真的脚踏实地的干点啥？我姐不喜欢你现在这种的，一天到晚正事没有，就知道在村里瞎转。小杨，我决定了，一定要好好干点事，不能让你姐看不起我，也不能让之前那些觉得我要靠家里才能活着的人背地里笑话我。你没想过放弃吗？小杨，你放心，我不会放弃的。你未来的姐夫，我过2天去趟花城，那边现在发展快，我去看看有什么好买卖。你帮我照看好你姐，我很快就会回来。哎，我说你还是选择放弃追我姐吧，她真的不喜欢你这种。没事，你不用担心我。谁担心你了？我是想问问你，是不是真的不考虑放弃？
之前我可是听说你跑到家门口叫嚣着不会娶我姐，这回怎么又好像非娶不可了呢？难道真的是大人的世界我不懂吗？吴有善潇洒地扬了一下头，转身大步离开。吴小阳也就往家方向走。柳春年刚一出门就被村长的大儿媳妇赵凤珍拦住了。春年啊，你怎么才出门啊？你还不知道吧？你奶奶家今天可热闹了。柳春年不用他说，他也知道热闹。你不知道啊？昨晚刘宝顺刚结婚，小两口就打起来了。刘宝顺打了新媳妇一巴掌，一大早新媳妇就回娘家告状去了。凤珍嫂子，你怎么都那么喜欢八卦这些呀？哎呦，春年呀，这不是我喜欢八卦，这是实在太精彩了。那新媳妇家什么大舅哥小舅子的来了4、5号人，把你奶奶家砸了一通，还把刘宝顺也揍了一顿，告诉他们不拿100块钱送到娘家，新媳妇就不回来。我得走了，我还有事要忙，我对薛金花家事不感兴趣。柳春年说完就走了，他可不想和这个大老实多说，一张嘴就是八卦。赵凤珍还不死心，还在哪里巴拉巴拉说。哎，那可是100块啊，要了命了，重新娶一个都够了。这个春年咋不听我把话说完就走了你？刘宝顺躺在炕上直哼哼，王小翠坐在旁边不住嘴的骂。这也太缺德了，就打了那一巴掌，至于来这么多人把宝顺打成这样吗？造孽呀！这日子可咋过呀？这100块可难死我了。早知道柳春年那死丫头最后能找个那么好的人家，我说什么也不能拿老傅家那200就断了关系呀。如果当初不分家不断关系，不就有长期拿钱的地方了吗？那咋说张桂凤也是宝顺的亲二婶，就是断了关系，他家的柳春年也惯着柳家的姓呢。宝顺的婚礼不来，这现在宝顺需要钱看伤，还要给新媳妇加100块，就不能帮衬我们一下吗？薛金花一听到这个亲二婶，就想起柳春年昨天问她的话了，神色顿时变得不自然了。哎，柳春年那死丫头一次性把这个赡养费付清了，哪说也不占理啊。张经理把这次的货款一共结了212块3，柳春年算了一下成本钱，娘两个竟然赚了将近130多块。闺女，这样算的话，到来年开春的时候咱能攒下不少钱，娘到时一定给你好好准备嫁妆，让你风风光光的出嫁。柳春年能理解张桂凤的心，她是想让自己多点嫁妆，到时候不让武家人看清了。你好福气啊，生了一个这么好的闺女，家里还有几个孩子啊？其实这也就是闲着没事聊个家常。我就这一个闺女。哎呀，一个好啊，一个多省心。我家3个孩子呢，操不够的心。我家兄弟姐妹也多，6个呢。小时候就记着抢吃的了。柳春年没体会过家里兄弟姐妹多是什么样。兄弟姐妹多也挺好的，到时候相互之间还能帮衬一下。那倒是，我家这一群兄弟姐妹小的时候别看总打仗，但是现在就看出兄弟多的好处了。过年聚一大桌子，哎，那时候家里孩子多都养不起啊。我上头那个3哥就送人了，到现在老娘还整天念叨着。那年月家里孩子多的是真养不起，饿死还是送人的都很多。很多人家对这种事情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张经理，您那个送走的3哥多大年纪？现在算算也该有43岁了。生日您还记得吗？这个就不知道了，我3哥刚出生时候就送走了，那时候还没我呢，好像是6月吧，这个得问我老娘。柳春年有些失望，生日不对，他现在听到有人曾经送走过孩子的都会多留意一下，说不定哪天就碰巧找到了爹的亲人呢。张经理，您家里是哪的？哦，我就是下面马尾村的。张经理也有点奇怪，今天这个姑娘好像问的有点多了，但是也没在意。那张经理您继续忙吧，我们这就回去了。柳春年总感觉有点渺茫，但是张经理说的那个3哥年龄是对得上的，生日不对，也是8月的，但是也有可能被薛金花篡改了生日，也不好说。李奶奶，您还记得当年我爹小时候的情况吗？他出生前后的事情。哎呦，这可时间久了，俺得好好想想，你咋想起来问这事了？柳春年就把自己的怀疑告诉李奶奶，其实说是怀疑，已经基本确定他爹就不是薛金花亲生的了。其实俺也曾经怀疑过，但是当年薛金花怀孕的时候闹出了不小的动静，所以大家都知道她那时怀的老二。那当年的接生婆您还记得是谁吗？当年咱村有2个接生婆子，其中一个是王媒婆的娘，已经不在了，另一个就是现在的老郭太太，郑玉兰的姥姥，现在还在呢。具体是哪个接生的，这是俺还真不记得了。事隔40多年，李奶奶就是记性再好，也记不得那么多。年关难过的还有薛金花一家，小年夜桌子上一点荤腥也见不到。薛金花一看更上火了。老大家的，老傅家不是要给那个傻老四说亲吗？出200的礼钱，你明天去和王媒婆说一下，就说咱家愿意。我不愿意，凭啥要让春妮嫁给那个傻子？凭啥？
就凭现在宝顺躺在炕上半死不活，就凭过年了还没把新媳妇接回来，咋的？你儿子不想要了？薛金花也不想自己的亲孙女嫁给那个傻子，但是现在没办法呀。王小翠被薛金花说的没话。奶奶娘，我不要嫁给那个傻子，我不要嫁。行了，就这么定了。老大家的，你明天就和王媒婆说去。这一天，柳春年来镇上给张经理送货，还没等离开，就看见易老太太过来了。春年姑娘，这是我娘。张奶奶好。还没等张经理说话，张奶奶盯着柳春年看一会，才开口说道：“哎呦，老四啊，你看看这丫头长得像不像凤妮年轻时候吗？”张经理仔细端详了柳春年一下，像。娘，您要不说我还没觉得，您这一说还真像。凤妮是谁呀？哦，就是我最小的那个妹妹。张经理说的不是很在意。柳春年心里在不停的斗争着，要不要问问眼前的这个老奶奶她那个三儿子的情况。是吗？那太巧了。哎呦，闺女，你家都有什么人啊？我是独生女，我爹43岁，我娘39岁。柳春年故意说了爹娘的年龄，想看看张奶奶的反应。果然，张奶奶一听到43这个年龄，神情立刻暗淡了下来。哎，我家的老三现在也该43岁了。张奶奶，那您的三儿子和我爹同岁呢？那时候家穷，老二又体弱多病，需要钱，所以老三刚生下来没多久就送人了。其实人一走我就后悔了，但是那人也不知道咋那么快就跑不见影了。不好意思，张奶奶，挑起您的伤心事了。您能告诉我您三儿子有什么特征吗？比如说胎记之类的，我可以帮您留意着，多个人帮着找，说不定就找到了呢。姑娘啊，奶奶知道你是好心，但是40多年了，真的不好找啊。要说胎记还真有一块，就在大腿的外侧，是个红色巴掌大的，但是一般人发现不了啊。柳春年站在那里，脑子轰的一下。张奶奶说的胎记和我爹的一模一样，怎么越接近真相，心里越难受。如果爹真的是张奶奶的儿子，我要怎么办呢？我需要告诉他，我爹不在了吗？算了，看来还是得打听清楚再说吧。张奶奶，张经理，我先回去了。第二天一早，王小翠不情不愿地去了王媒婆家，说了她家愿意把闺女嫁给夫家的傻老四。王媒婆乐颠颠的就去了老夫家回复。老夫家，陈大花正在数落着郑玉兰。告诉你多少次了啊？平时炒菜别放那么多油，打的那油不花钱啊。郑玉兰低着头也不说话，闷声洗着衣服。陈大花一看她不说话，更来气。也不知道老二看好你啥了，一个不下蛋的母鸡还当宝了。娘，怎么不下蛋了？这不给你生了个孙女吗？都说了生男生女都一样。一说两句你就出来护着，那生男生女能一样吗？啊，丫头片子生下来就是个赔钱货。一提起这事，她就糟心的慌。要是你媳妇能保证下一胎是个小子，我就认了。陈大花说完，转身回屋了。媳妇，别听娘在那乱说，谁能保证下一胎是个小子，是吧？你要是想再生一个，咱就偷着生一个，管他姑娘小子呢。我不想生，要是生个小子还好，姑娘的话，你娘不得骂死我呀？行，你说不生咱就不生。郑玉兰看着傅建设，其实当时嫁给他有点不情不愿的。这些年虽然他对自己也挺好的，郑玉兰觉得自己好像真像娘说的有点不知足了。招待所里，何海滨今天不停地夸赞王美丽，王美丽心里烦得不得了。这一个月何海滨也没怎么给她钱，她就有点没耐心了。你上次给我买的手表现在都不好使了，一会儿走一会儿不走的，估计太老了。那个等着开春的，金价上来了我就给你再买个。何海滨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飘忽着，想着怎么和王美丽商量着借点钱出来。那这可是你说的，我可没要。你那现在有多少钱？王美丽一听这话，马上警惕起来。你什么意思？那个没什么意思，我想着你那有钱的话就借我周转一下，我到时候再还给你。何海滨心里算着，他们认识的这2年，他在这女人身上花了不少钱。我的钱都花了，没什么存款，你也知道我平时大手大脚的。何海滨一听这话不乐意了。王美丽，你什么意思？我这是管你借，又不是不还你了，你至于吗？你放心，你借了我，到时候我过了年就还你，到时候再送你一条金项链。你媳妇家有钱，你为什么不让她帮你？这事不能让她知道。无论是倒木材还是挖金子，他都没告诉自己媳妇，他可是等着自己发家了甩了那个老娘们呢。你就说你能不能借我吧，我肯定还你。王美丽犹豫了，要说这何海滨对她还挺大方的，但是要是他万一起不来，这钱不是拿出来就收不回来了，那自己这2年图的什么？真特么是屌丝无情，一问他借钱就给老子装死。2个人正僵持着，突然听见敲门声音。何海滨一听，脸色一下子就变了，立刻低声说了一句：“赶紧躲起来。”王美丽还来不及反应，就听见哐的一声门被一脚踢开了。陈大花一出来就看见王媒婆进了屋，她眼睛一亮。
王媒婆是不是有消息了？那可不是吗？没有消息我都不好意思登你这门了。就是老柳家的薛金花的孙女柳春妮。王媒婆说完，看着陈大花，以为她听见一定会很高兴，毕竟现在没人会愿意为了200将自己闺女嫁给一个傻子的。咋地？老陈家的，你是不是觉得那个柳春妮长得一般般啊？我和你说呀，老话可都说了，丑妻进地家中宝，这个丑妻可是排第1位的。你说你要是真找个像柳春年那样长得和小狐狸精似的，能放心啊？陈大花本来都想再加100块、300块礼金，看谁家愿意嫁姑娘，要是再多她就有点不愿意掏了。但是这个柳春妮还是算了，不值得那么多彩礼。那个王小翠当初不是说她家闺女嫁不出去，也不会嫁给我家老四吗？现在怎么又同意了呢？王媒婆还真不知道两人之间的过节，她要做的就是把两家说和好了，把2个小的拧一起，5块钱谢梅里拿到手就行了。哎呀，我和你说呀，他家那个柳春妮也一直找我这说亲呢，但是你也知道不是那么好配成对的。那个柳春妮啊，挺壮实的，但是我觉得你家可以啊。本来老四就像个孩子一样，以后有柳春妮这样的媳妇，他不是也不受欺负吗？王媒婆肯定要捡好听的说，什么像孩子，明明就是傻子，但是她不敢说的太直接。我实话和你说吧，那老柳家现在正着急用钱呢。刘宝顺结婚当晚打了新媳妇1巴掌，结果第2天那几个舅哥就把他修理了。现在刘宝顺既要等着拿钱看病，又要给人家新媳妇家赔礼钱，要不然新媳妇就要在娘家一直待着。那麻烦你帮我去回了老柳家，让我家老四娶柳春妮也行，礼金我只出100。你这个陈大花，这不故意的吗？你家老四是个傻子，有人愿意嫁就不错了。人家柳春妮虽然长得一般般，但也好歹是个大姑娘，这咋还拿上谈呢？你这样不好吧？没事，你就这么回复他们家就行。你放心，5块谢梅礼我照样给你。我家老四不着急，又不是非他柳春妮不娶，但是老柳家就不行了，又要等着拿钱买命，又要接媳妇回来。你王小翠、薛金花不是和我打架吗？不是说不下我家傻儿子吗？这回让你们求着我嫁。王媒婆听了这话，好像吃了定心丸，麻溜去了柳家回信。媳妇，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哦，不是我看到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你告诉我是什么样的？我是找他谈点生意。我特么让你谈生意？谈生意还一男一女躺床上谈啊？媳妇，不关我的事啊，都是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勾引我。给我滚犊子，我一会再收拾你。话说完，又看着王美丽。我让你个小狐狸精勾引我男人，你也不打听打听我钱赛花是什么人？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哪单位的？不说，我今天就好好收拾你。我说，我都说。把你什么时候认识的我男人，你们2个什么时候滚一起的，你都拿了他多少钱，都给我写清楚了，然后签上名，写上单位电话，快点。王美丽这个时候都吓得懵，她不想写也不行啊，这个女人什么都干得出来，她得赶紧写完，然后递给钱赛花。钱数都写对了吗？都对的。明天把钱给我送到我家来，不然你知道结果。小狐狸精，我告诉你，再敢打我男人主意，我就让你再向杨镇出名，不信你就试试。王美丽心里松口气，想的是明天就把钱赶快还给钱赛花，她应该就不会去单位闹了吧。但是她哪里知道，钱赛花怎么可能轻易饶过她？王媒婆她把话一传完，薛金花和王小翠都火了。怎么的，别人家姑娘就给200，到了我们家就变成100了，瞧不起谁呢？王媒婆，你帮我去回了陈大花，100我们不嫁。王媒婆想着，这2家到底什么过节？这不是溜她的老腿吗？这5块钱没钱赚的可真难。哎，对了，王媒婆再帮我看看还有哪家说亲的，能出200块礼钱的，给春妮再说一门亲。王媒婆抬头看看柳春妮，这长相一般般的，人家要能出200礼钱，也不能娶柳春妮呀。柳春年一出院门，就见吴有善杵在院门口。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你不是一直都是定时定点的去我家讨打吗？跑我家门口干嘛？没，嫂子，我找你有点事。你来干什么？有话说，没事就滚蛋。嫂子，咱要文明用语，那啥，我想和你谈谈心。你找我谈心？柳春年觉得自己听错了，这货和自己有什么好谈的？确定和自己是谈心，不是扎心？对，我想让你给我解惑。解惑你应该去庙里。不是，嫂子，你听我说，我是觉得你和小梅关系好，你马上就成她嫂子了，你应该能了解她心里怎么想的。我又不是她肚子里的蛔虫，怎么就了解她怎么想的了？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浩哥可帅了，就想成为他那样的，谁也不敢欺负我，都会尊敬我，怕我，所以后来我就总是追着他的身影跑，他去哪我就去哪，真的，我做梦都会梦见他带着我一起。吴有善正2眼充满回忆的讲着这一段，柳春年忽的看着他。你确定你是来和我聊小梅的事吗？怎么说起名号了，
你现在想追的是吴小梅，不是武明浩。我追武明浩干什么玩意？哎，嫂子你别误会，我对浩哥真的没那个意思。我现在是真的想追小梅。停，你就说你今天来的目的吧。我想知道小梅到底喜欢什么，我该怎么追她。上次的事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想对小梅贴心。诚心、爱心、开心、贴心，但不是你那个贴心啊。好了，你现在可以走了。时间过得特别快，今天是柳春年和武明浩结婚的日子。春年嫁过去了，要和明浩把日子过好，娘这边你也不要操心。以后啊，你们要好好过日子。娘，我会过得很好的，你也照顾好自己。好了，明浩已经在外面等着了，娘就先出去了。张桂凤话说完就出去了，武明浩就走进来迎接柳春年出家了。媳妇，我来接你回家了。媳妇，我们出去吧，家人都在外面等着我们呢。好，我们走吧。很快，柳春年和武明浩在媒婆的张罗下拜了堂，在亲戚朋友们的祝福下回到了武家。这一天，柳春年还没等进门，就被人喊住了。春年姑娘，我刚好路过这边，顺路来看看你们娘俩。柳春年看见他心情还是有那么点复杂的，毕竟这人基本确定是自己的亲叔叔。张经理好，进屋坐会吧。张经理至少有80%的可能觉得柳春年就是他的亲侄女。柳春年和自己的小妹年轻时长得太像。我就不进屋了，我说几句话就走。冒昧的问一下，你爹去世多久了？差不多7年了。其实当年我娘送走三哥是真的无奈，那时候二哥得了重病，医生让放弃，但是爹和娘都不愿意。三哥出生的时候正是家里最穷的时候，那时候有对夫妻来和娘说没孩子，想要收养三哥，而且保证一定会待他像亲儿子一样。柳春年就静静的听，也没说话。其实孩子刚抱走娘就后悔了，但是追出去以后就已经不见了那对夫妻的影子。这些年娘也一直没断了寻找三哥的念头。张经理看着柳春年，他说这些不是要让他一定认下这门亲，而是想告诉他，当年并不是娘真的那么狠心就丢了三哥。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我想您三哥应该会理解的。张经理，谢谢您今天来看我们。张经理看柳春年没有谈下去的兴趣，心里叹口气。不用谢，应该的。日后你再来供销社，到时候我们谈一下编织品的事。我又帮着你们联系了一些外市县的供销社和商店。好，谢谢张经理。柳春年对这个张经理的印象还是不错的，但是爹的兄弟姐妹太多，又从来没见过，他真的怕麻烦。现在好不容易过了几天清静的日子，知道爹来自哪里，也算对爹有了告慰，其他的就随缘了。吴有善这些日子在家牙疼，什么也吃不下，特别是听说吴小梅被家里安排相亲以后，牙疼的更厉害了。行了，你现在也算力士了，25了，尝力士牙也不算晚。明天娘也给你安排相亲吧，你总不能在吴小梅这一棵树上吊死是吧？哎呀，娘你别说了，我牙疼。他站起身往外面走。老二，你干啥去？吴有善也不回答他，他决定去吴家。今天你去和别人相亲了是吗？吴有善定定地看着他，让吴小梅突然觉得自己好像红杏出墙了一样。你就没想过和我相一下吗？吴小梅，我喜欢你，真的很喜欢。我不怕你打我，以后我会对你很好的，真的，我发誓。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吴有善一口气说完，有些紧张地看着吴小梅，感觉连呼吸都不顺畅了，心也跟着要蹦出来。你喜欢我啥？我每次见到你就是揍你，我脾气不好，长得也不好看，哪值得你喜欢了？小梅，喜欢就是喜欢，无论你是啥样我都喜欢。我是想和你处对象，但是我没有逼迫你做决定的意思，你可以慢慢考虑。我可以和你处对象，但是我有2个要求。吴有善看着他，又是半天没反应过来。第一，你踏踏实实的去找一份事做。第二，我希望你不要再那么二了。你要是能答应我这2点，我就同意和你处对象。吴小梅说完，看着吴有善，等着他回答。吴有善的大脑还属于懵逼状态，被吴小梅的话砸蒙圈了。你可以明天再回答我。不，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没问题。你说的这2点我一定可以做到。你真的愿意和我吗？对，只要你能做到。婚后的第3天是回门的日子，柳春年和武明浩回到柳家。闺女，明浩对你好不？你公公怎么样？问题是一个接一个往外抛，生怕闺女在婆家受了委屈，这大概是每个当娘的都有的想法。娘，您放心吧，我好着呢。娘，您是不是也该考虑一下自己的事情了？其实柳春年不放心自己的娘才是，她出嫁了，留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人。我有啥事是要考虑的？还能啥事？你和王叔的事啊。我知道今天闺女回门，也想趁着闺女姑爷都在，把咱2个的事也定一下。张桂凤觉得自己老脸都挂不住了，今天闺女回门，她来说这是干啥？多不好意思啊。
春年娘，你也不用不好意思，之前王大夫就和我商量过，就想着今天趁着明浩和春年都在，过来和你正式提亲。桂凤，结婚需要的嫁妆这些东西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婚礼定在10天后，也就是18号，您看行吗？这么急吗？桂凤，我家这边其实早就准备好了，我一直遵循您的意见，就等着春年结完婚才来和您提这事的。现在春年结婚了，家里就您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这么多年了，我们早点在一起，相互之间有个照应。这个日子不错，阴历阳历都是18，吉利。今天趁着孩子都在，咱就把这事都定了。事情到了现在，张桂凤也不矫情了，但她还是犹豫了一下。请酒就免了吧。不行，酒还是要请的，就办了10桌，也不是流水席，咱们这也是喜事，不能草率了。娘，酒席该办，这事您就听汪叔的。娘，记得我上次和你说的，我打算开一个冷面店吗？店铺我已经找好了，打算过几天去把它租下来。行，春年，你到时候需要娘帮忙，尽管说。好了，中午都别走了，一起在这吃点饭。张桂凤话说完，就站起身走去了厨房。王狗子，你在家吗？老柳家的，什么事啊？狗子，我问问你，最近我咋总梦见老二呢？你说是不是有啥说道？你最近干了啥事？我能干啥事？就是春年那死丫头结婚那天，我好像看见老二了，也不知道是幻觉还是真的。薛金花想起这件事就浑身汗毛根直立。你说什么？你当真看到老二刘永禄了？薛金花回想了一下柳春年结婚那天的情景，她记得她抬起头确实是看见了刘永禄的，光是那张脸就够她胆战心惊的了，还哪敢再仔细看？应该是看见了。你说他会不会是知道了当年的事来找我索命了？不可能，你一定是眼花了，他人死了那么多年，当年我都帮你镇住了，他不会出来找你的。真的？那我就放心了，我这些天总是感觉老二跟着我。好了，王狗子，我就先回去了。薛金花慌慌忙忙的回去了。王狗子听到刚刚薛金花说的老二的，他都心慌了。刘老二啊，可不是我害你的，你可千万不要来找我啊！当初是你娘，不是薛金花那个婆娘找我来破事的，我就为了混口饭吃，随便一说，谁知道就让她找到你了。其实他啥都不会，就像当年他忽悠薛金花说抱养的孩子能帮老大挡灾一样。自从老二来了，这个家确实日子比以前好了，所以这些年他就没事说点叨叨点拨一下薛金花。薛金花每次都深信不疑。早上柳春年去镇上把店铺租下来，租下店面以后，柳春年回来找张桂凤。娘，您手里还多少钱？能不能借我点钱？傻闺女，你跟娘说什么借不借的呢？我要开的冷面馆，现在店面已经租下来了，但是还要置办一些东西。之前为了结婚盖房子，林浩已经卖了一部分手里的金子，剩下的我不舍得卖了，现在这个价格卖了太亏。所以现在柳春年真的穷的就剩金子了。编织品这边的生意都交给张桂凤打理了，所以他打算和张桂凤这节点，自己亲娘没啥不好意思的。行，等着，娘给你拿。这段时间张经理没少给介绍新的供销社和商店，他手下的编织队伍都已经扩大到20人了，手里还真攒了点钱。你看这些够不？要不够下个星期结完账还能有100多。娘，够了。对了，现在每次结账是汪叔陪你一起去不？是，每次你汪叔都陪着我去，其实不用的，娘自己就行。娘您听我的，让汪叔陪你去，要是他没时间你就告诉我，我陪你去。娘前世的那一节点还没过去，柳春年不放心。7天后，柳春年面馆开业了。冷面怎么卖啊？1斤7毛，半斤粮票，加肉加蛋另算，搭配的辣菜不算钱。这时候的冷面都是论斤卖，吃多少算多少钱。给我来4两吧。加肉加蛋怎么算？加3两的猪头肉可以吗？可以。柳春年在心里飞快地算下账，1斤酱猪头肉是1块5，3两就是4毛5。冷面要现压，您坐着稍等一下。柳春年去了后厨，开始压冷面。店里有一个顾客就会再吸引人进来，陆续又到了2个顾客。好香的肉味，你这个酱肉怎么卖啊？猪头肉1块5一斤，猪肘子。吴小梅的话还没说完，那个胖女人一阵风的就走进来了。给我来1斤猪头肉。你那个冷面怎么卖呀？7毛1斤。来1斤，我尝尝你们的冷面好不好吃，要好吃我再多要点。店里几个吃饭的人也都不禁抬头看了看这女人，一个大老爷们也就吃个7、8两，这女人也太能吃了吧，而且还外加1斤猪头肉。姑嫂2个回到家，武大勇正准备做饭，儿媳妇和闺女都有正事做，所以他就自动将做饭的活揽过去了。爹，您回屋吧，我来做。你该不会还要做冷面吧？最近一段时间，柳春年和吴小梅2个人反复练习做冷面，快把全家吃吐了。现在一听到冷面2个字就打哆嗦。爹，不会的，今天给你们做点好吃的。嫂子，
我来做吧。柳春年见吴小梅做饭，也就不抢着了，就走到饭桌边，把今天赚的钱都掏出来放在桌子上。第一天就赚这么多吗？这些是还没除去成本的，大概净赚7、8块吧。那也不错啊，一天7、8块，一个月就是200多块。以后会越来越多的。现在这个时候开个小饭馆，或者肯吃苦做点小买卖，都很赚钱的。第二天早上，柳春年醒来时已经6点了，他是打算4、5点起来先把肉卤上的，结果睡到这个时候。媳妇醒了，你是不是太辛苦了呀？要不雇个人干吧？不用，我不累。柳春年真的没觉得累，小店刚开业，还没到雇人的程度。媳妇，记得赚钱有我呢，别把自己累坏了。知道了，今天起晚了，卤肉还没有炖。嫂子，不用担心，卤肉我已经炖好了。小梅，幸亏你炖上了，我今天起来晚了。嫂子，以后你就不用早起了，这肉我来炖就行。吴小梅觉得自己没啥技术，只能打下手，多干点没毛病。这点没她没关系，但是没嫂子就开不了了，这点她心里很明白。柳春年安排好店里，然后就去了钱赛花那边。钱赛花抬头一看柳春年来了，高兴说道：你来了，春年。花姐，今天给我留3个猪头，猪蹄10个8个的都行，多点也无所谓，还有猪尾巴都给我留着，猪下水能留下来吗？柳春年前世和钱赛花关系好的时候，没少留猪下水给他，这一世算是和钱赛花刚认识，他还真不敢保证钱赛花会多加照顾他。行，我可以给你想想办法，每天多少不敢保证，但是我要吃的时候，你做好了得先给我留点。行，没问题，少不了你吃的。和钱赛花这种吃货打交道，最大的好处就是我有吃的，你就会有货。时间过得很快，3个月过去了。柳春年现在两耳不闻身边事，一心只想吃酸梅。张桂凤看着身边的闺女，这嘴就没闲着。闺女啊，你能不能悠着点吃，别撑着。媳妇，你要爱吃酸的，下午我去给你买点。李奶奶在一旁看着柳春年样子，在张桂凤耳语了几句。张桂凤听完特别惊讶。春年，你跟我来一下。柳春年看着自己娘和王叔，他有点不解。娘，有啥事啊？进屋再说。你和娘说说你多长时间没来世了。柳春年现在只想和周公约会，一时没反应过来。娘，你说的什么事？张桂凤看着他有些迷瞪的样子，直接不问了，直接让王勇给整来。娘，春年咋了？你别说话。张桂凤一摆手，有些神色紧张的看着王勇。只有李奶奶在一旁喜滋滋的看着柳春年不作声。到底咋样啊？确实是有了，但是啥呀？你咋这么急人呢？确实是有了。王叔，什么有了？傻小子，你要当爹了。武明浩一下愣在那，半天没反应过来。一旁的武大勇高兴的，哎呀，那我是不是要当爷爷了？王叔，你是说我真的有了吗？对，有了。王勇看看柳春年，又看看武明浩。明浩啊，你小子要当爹了。武明浩这会儿才回过神，我媳妇真的有了呀。嫂子，是我要当叔叔了吗？对，小杨要当叔叔了。哦，我要当叔叔了，我要去告诉二狗子他们去。臭小子，先不要往外说了，小娟今天结婚，咱这传出怀孕不太好。有的人家有讲究，办喜事的时候不让怀孕的人到场。吴小阳不懂为啥不让往外说，但是一看大家都神神秘秘的，他也就不敢嘚瑟了，等着一出了武家的院子。我问问你，你刚才说的春年有了之后的那个但是是啥意思？刚才大家都顾着兴奋了，忽略了那个但是2个字。张桂凤可没忘记王勇说但是的时候锁着个大眉头。王勇在张桂凤耳边小声说了几句，张桂凤听着吃惊无措。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吗？不是很确定，就是和韩冬他娘当年怀双胞胎的时候有点像，这些年再没号过那样的脉，等等再说吧。你也先别和他们说了，万一再空欢喜一场，到时候生了就知道了。他的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张桂凤一直在旁边抿着嘴笑着，心里不断的琢磨着，搞不起是真的呢。老郭家院内，我和小梅以后结婚了，不可能把小梅自己扔在家里，而且我也总要赚钱养家的。你个瘪犊子可算长大了。行，你有这心我们就放心了，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小泉啊，叔没看错你啊，是个好孩子。你们放心，过些日子小梅嫁到我们家以后，我肯定拿她当亲闺女看。我当初说的话还算数，她嫁过来我就把小卖部交给她管着，我到时候就等着看孙子了。大娘，我现在和嫂子在镇上开冷面馆，小卖部还是您管着吧。娘，我听小梅的，到时候她说咋样就咋样。那行，到时候你们自己商量着，有啥想法就和我说。小梅，到时候小泉要是敢欺负你就告诉我，我肯定帮你削他。那结婚的日子咱就定在8月30号了，阴历8月初4，是个结婚的好日子。
对，日子就这天了，我家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到时候结婚的酒席你们也不用操心，我都安排了。亲家觉得咋样？亲家母，我没意见。镇上，柳春年面馆里面，哎呀，这里什么时候开的冷面馆啊？四哥，我和你说啊，我在鸡市吃过一次冷面，老好吃了。张经理看见柳春年走了过来，也愣了一下，随即又说道了：“你在这啊？是你开的吗？”是，张经理想吃什么呢？那个女人好奇地看着柳春年，又看看张经理。四哥，你们认识啊？对，这是柳春年，我们供销社的那些编织品，就是他和他娘送的货。又给柳春年介绍一下旁边的女人。春年，这是我小妹张幼凤，小名凤妮儿。张经理在说到自己小妹名字的时候，故意加重了一下语气。哎呀，那些小筐小篓就是你和你娘编的啊，太好看了。他说着，突然仔细端详着柳春年的脸。我咋看你有点面熟呢？小妹，快点看看吃啥，别让人家在这等着。哦，好，凉拌冷面给我来一份吧，但是我又想喝冷面汤。冷面汤可以免费送你1碗。好好。冷面要半斤，凉拌的要3啥？4两。凉拌冷面要4两，再切半斤猪头肉，来个老虎菜。抠搜的那些哪够我吃？行，就这些。柳春年记下单子去了后厨了。柳春年走了以后，那个女人还在看着他的背影嘟囔着：“哥，我真的看他有点面熟。”张经理没说话，可不面熟吗？这不就是和你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吗？但是小妹这种大咧咧的性格，估计一时半会儿想不到。张经理吃完面，准备离开的时候，张经理，这顿我请你们。平时你都照顾我们的编织品。哎呀，不用请，你们做的编织品卖得好，他当然要你们的货。张幼凤理所当然地认为柳春年请自己哥哥就是单纯的因为这事。我妹妹说的对，你不用放在心上。行，那我就不客气了，你们吃好了，下次再来。柳春年也知道张经理肯定不会让他请，毕竟张经理在编织品上确实帮了不少忙，在柳春年心里还是对张经理这个叔叔是认可的，他肯定还是要找机会感谢一下张经理的。春年，我娘就生了这一个姑娘，还是个最小的妹妹，所以比较宠着。我妹妹说话也比较直，你别介意。心直口快挺好的。那行，我先走了，改天再过来吃面。张经理准备离开的时候，看了看柳春年，脑子里顿时有个想法，他等着和二哥商量一下。离吴小梅结婚还有1个星期的时候，郭玉华带着吴友善来下了聘礼。亲家公，彩礼我的备好了，他们结婚的哪些新家具也拿回来了，缝纫机那些你们可以去新房看看。不用，这些都不重要，只要他们小两口结婚以后和和美美的就行。亲家，你放心，小泉要是敢对小梅不好，我第一个不答应。哪能呢？我以后一定会对小梅好的。吴小梅想着，希望这个二货可以说到做到。吴家人刚走，李彩莲就带着武大志和吴广成一起过来，拿着一堆结婚要用的东西。大哥，东西都置办齐了，我看着不缺啥了，你让小梅再看看，还想要啥？还有几天时间，咱还来得及去买。哎呀，他二婶啊，你这也太洒透了，这些天多亏你忙活了。大哥，你这说啥呢？我这当婶娘的不也算半个娘啊？我不帮着张罗，谁帮着张罗？武大勇他实在是被这个弟媳妇最近的热情给整懵了，别说他懵，连跟着一起过来的吴广成都懵，总觉得娘这些日子有点不正常，是通情达理的过分。柳春年和武大勇他们路过村长家的时候，看到他那个好奶奶薛金花在那里。村长啊，这个介绍信你可不能给开呀，我家宝顺有今天都是老史家做的孽呀。老大媳妇，你奶奶哦，不是，是那个老柳家最近一段时间闹离婚呢。那个刘宝顺的媳妇娘家来了一帮人，非闹着让俩人离婚呢。为啥离婚？武大勇的突然变得有点难以启齿的样子。那个他们离婚说是刘宝顺的原因，这话让他一个当公公的不好传呢。刘宝顺的原因吗？难道刘宝顺偷？柳春年话还没说完，就听到吴小阳接着问：刘宝顺偷人吗？要是能偷人还好了呢，啥也偷不了啊。柳春年这回明白了，感情是刘宝顺不行了。这么刺激的吗？这样的话离不离，薛金花一家都不会好过了。今天是柳春年娘的生日，邀请了张经理过来。张经理和他二哥两人在来路上遇见薛金花，薛金花乍一看到张经理，他二哥吓了一跳，长得和老二这么像，会不会是那个老张家的什么人？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只是过来看看。当初就是你家抱走我三哥的事吧？抱走了为什么又要那么对他？张经理早在当初打听柳春年的事时就知道他了，之所以一直没找他，是因为不想把事情闹大，怕柳春年到时候知道了，好像逼着他认亲一样。不要再打什么鬼主意，不然我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滚！薛金花吓得连忙撒腿就走。张经理看着他的背影，
皱起了眉头，等着过些日子他应该找得清楚账的。他要是不出现，估计他不会主动去找他。刚刚那个老太婆是谁呀？你们认识吗？二哥，晚点和你说。张经理和张正平在柳春年娘家吃完饭，正在和柳春年告别。春年，那个老柳家还有没有来找你们麻烦吗？没有。要不是那天在村长家门口看见了薛金花，他都要把那一家人给忘了。真没有吗？没有，怎么了？柳春年觉得他问的有点奇怪。没事了，要是有你就告诉我们，以后不会有人再欺负你们的。张经理和张正平看着柳春年母女俩，眼神有些复杂。行，我以后有事会说的。那我们就先走了。张经理和张正平一起走出院子，两个人边走边小声嘀咕着：“我打算让老五。”张经理把自己的计划说了一下，张正平点点头，但是又有点担忧，就怕老五这个愣头青到时候把事闹大了。没事，我会盯着他的。这老哥俩商量的什么，柳春年不知道。这会儿柳春年已经回屋去了，老吴家很快到了吴小梅和吴有善结婚的这一天。你这个臭小子，真的是磨磨蹭蹭啥呢？都准备成家的人了，一点的不稳重。哎呀，娘，今天我大喜的日子，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正因为你大喜的日子我才说的，平时我都懒得理你。这吴小梅能答应嫁给你，我到现在都和做梦一样。郭玉华感觉有点不真实呢，当初看着傻儿子追人家姑娘的时候，3天2头挨揍，心也跟着忽悠忽悠的，没想到愣头青一样，愣把人家姑娘追到手了。今天你就成家了，以后也学着成熟点，对媳妇知冷知热的。你听见我说话没有？知道了，娘，我要去接小梅了。吴家人早早就起来了，吴小梅一早上都没怎么说话。小梅，你咋了？不愿意结婚呢？不是，嫂子，我有点紧张。我看你平时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没想到你竟然还会紧张了。嫂子，你别取笑我了，我真紧张。吴小梅突然觉得以后自己就要和一家不太熟悉的人住在一起了，这里再回来就是娘家了，心里突然有点酸溜溜的。行了，别紧张了，那个吴有善将来会是个疼媳妇的人，他们那家人也都不错，看起来很好相处。柳春年也知道，其实这个时候都有点紧张的，他结婚那会儿也和吴小梅一样有点局促不安。吴家这边，媳妇，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听你的话，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赚的钱都归你。吴有善又抬眼看着武大勇，认真的说：“爹，您放心，我一定会对小梅好的。”小泉子，小梅不容易呀，你一定要好好对她呀。李奶奶，您请放心，只要小梅不嫌弃我，我一定不离不弃。小子，好好对她，如果要是让我知道你对她不好，我会让你后悔来这世上走一遭的。小梅啊，今天你结婚，二婶也祝福你。以前二婶有说话不好听或者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原谅二婶啊。二婶，你别说这些了，咱都是一家人，这些年要是没您和二叔帮衬着，我们也挺不到我哥回来。这个二婶不是个完美的人，自私、抠门，说话有时也尖酸，但是这些年只要不需要出钱，只需出力的活也帮着做了不少。行，你以后啊，好好和小泉过日子，咱就不多聊了，你们快回吴家吧，过了时辰就不好了。吴有善与吴小梅在亲人祝福下拜了堂，然后回到了吴有善家。第二天，老郭家，小梅，你进了吴家的门，以后就是我们吴家人了，娘今天把咱老吴家的家法交给你。说着就把擀面杖递到吴小梅面前。吴小梅接过擀面杖，顿时有点懵，这吴家这么讲究吗？还有家法的吗？娘，这不是前天去镇上卖的了吗？他话还没说完，郭玉华猛地瞪向他，吓得他立刻把没说完的话咽到肚子里。娘说是家法就是家法，进屋去。明明就是前天刚卖的擀面杖吗？还是我陪着娘去卖的呢？你个婆娘，话真多，赶紧回屋去。吴有善想着他娘是啥意思，自己合着不是亲生的是吧？小梅，你拿好了，从此以后啊，这个儿子就交给你了，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不用顾忌我。我这老眼昏花的啥也听不见，啥也看不见。娘，我还是你亲生的不？娘啥？你闭嘴，别瞎叨叨的。说完赶紧对小梅温柔说道：小梅啊，其实我这人平时可温柔了，那个刚才是昨天忙的有点上火了，我不厉害的，真的，我可好了，我就先出门了。郭玉华带着吴宝根就往外面走，一边走还一边埋怨：刚才也不知道帮我说个话，到时候再把小梅吓着了。吴宝根无语的看他一眼，他能说啥？这就是他的日常帮助。今天帮他说了，他总有憋不住的一天，还不如直接摊开晾着，反正这个儿媳妇也不是省油的，哪有那么容易下着？吴小梅新婚，柳春年让她休息3天。吴小梅休息的这3天，打算让陈小慧打个替班。嫂子，你看需要我干啥，你吩咐就行。咱这就中午饭口的时间最忙，
到时候你就帮着招呼客人就行。这是菜单，你先熟悉下价格。柳春年把菜单给陈小慧递过去。媳妇，那我干啥呀？你去把外面的凉棚搭上吧。媳妇，你咋那么不解风情呢？我不是想留下来陪陪媳妇你吗？你既然叫我去把外面的搭凉棚，至于这么腻乎吗？还陪媳妇？现在我们不就见着了吗？不想当外面搭凉棚，那就进去把面揉了吧。柳春年不想和这个货说话了。快到中午的时候，店里开始继续上满客人了。这时，一个年轻人端着一个碗走进来，走到柳春年的面前，说了句：“老板娘，要1斤冷面带走。”柳春年看了他一眼，想起来他是镇上面摊老板的儿子。好的，你稍等一下，我进去打包好，就拿给你。柳春年进去给他打包冷面去。没过一会，柳春年把打包好的冷面拿出来。你的冷面好了，你拿好。柳春年看着这个年轻人背影，想着他跑来买冷面，不会是想着回去也做冷面吧？毕竟他家就是以做面为主的，再加一种冷面也是很容易的事。生意火了，跟风效仿的就多起来了，很正常。这天柳春年和武明浩回村的时候，骑到半路的时候，武明浩突然发现自行车有些不对劲，刹车坏了。怎么了？媳妇，刹车断了。要不我们走回去吧？今天要是小妹和媳妇两个人，不是就有危险了吗？他刚才检查的时候，感觉刹车像是被人动过手脚的，不像是突然坏掉的。媳妇，你和小梅在店里的时候有没有得罪人吗？柳春年愣了一下，仔细回忆了一下，没有啊。是刹车被人动手脚了吗？没事，媳妇，我会安全带你到家的。没刹车算个啥？要不是因为担心媳妇有事，他才不会紧张。想当年生产队的倒骑驴刹车坏了，他一样敢骑到飞起。第二天，武明浩带着柳春年直接报案。公安检查刹车弦断裂的那一块，明显的是被人用钳子掐断的。公安给柳春年和武明浩录了笔录，问问昨天都见到了什么人。柳春年把能记得的人说了一下，特意提到了卤肉面摊老板的儿子。柳春年和武明浩做完笔录，回到了店里。陈小慧已经到了店里面。你昨天看没看见有什么人靠近自行车？有一个人靠着自行车等冷面，算不算？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对方要偷车，后来才发现他是来买冷面的，等着冷面好了拿着就走了，所以我也没在意。那人长啥样？个有点高，不胖不瘦，穿海魂衫，其他的我有点记不清了。柳春年回忆着，昨天面摊老板的儿子就穿个海魂衫，也是个子有点高，不胖不瘦。难道就是那个小子干的？这掐断刹车闸的事可大可小，轻则受个小伤，重的话就不敢想象了。让你再看到那个人，还能认出来不？应该能。怎么了嫂子？出啥事了吗？走，和我去趟派出所，一会和你说。嫂子，到底出啥事了？柳春年把事情一五一十都讲了一遍。陈小慧眼睛一下瞪起来了，这也太不像话了。他家生意不好，咋地就想害你啊？现在还不确定是他呢，反正已经报公安了，到时候看看派出所这边怎么说吧。第二天一早，柳春年他们被公安就叫到派出所了，说昨天陈小慧去了，确定就是昨天看见的那个人，也就是面摊老板的儿子。那小子就都招了。面摊老板这个儿子，他说你们开这个冷面馆，导致他家生意惨淡。他最初的想法是扎破车带，但是觉得那样太便宜你们了，干脆掐断了刹车线。他哪里想到你们会报公安，更没想到这是我们会馆。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柳春年摔个跟头，他也出口气。他没想到就是掐断个刹车线还能触犯法律了。柳春年他们出来以后，就遇见面店老板娘两口子。你们好狠的心，我儿子就是捡个车闸，你们就要让他坐牢。面店老板娘也偷偷去过冷面馆，认识柳春年。要是觉得你们宝贝儿子进去了不甘心，我就换个解决方式。那个老板娘看着武明浩有点不敢招惹，但是又不甘心，指着柳春年鼻子就骂。我知道你就是金碾子村的那个扫把星，你男人娶了你不会有。他话还没说完，柳春年冲过去就扇了他一个大耳光。再满嘴喷粪，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上梁不正下梁歪，这种素质的人也教不出好儿子来。面摊老板娘一下傻了眼，没想到柳春年上来就抡巴掌。你敢打我？你再打我一下试试，你个贱人！媳妇，都说了，以后打人这种粗活让我来。老板娘一看差点气死，这是什么两口子？孩子爹，你是死人啊！旁边面摊的老板一看就是老实人，早就吓得不敢上前了。老板娘一看孩子爹那个怂样，一切只能靠自己了。他打不过这两个人，但是在派出所门口他也不能吃亏了，还是跪地上哭嚎。公安同志，快来看看啊，有人在派出所门口打人了。公安同志刚才在里面已经听到外面的吵闹声了，但是没有理会，想着他们吵两句就散了。这会儿听见老板娘在哭嚎，就走出来。怎么回事？他打我。公安同志您不能不管啊，这两口子欺负我一个啊。公安是最头疼这种撒泼的妇女了，和他说道理根本说不通。
这老板娘也真是的，招惹谁不好，招惹这两口子。同志，他意图伤害我媳妇，我媳妇完全是自卫行为。行了，都赶紧散了吧。说着又看向老板娘两口子，你们两口子也别闹了，现在知道闹，当初怎么不知道好好教育好自己的儿子？公安同志这句话一说完，一下提醒老板娘了，连忙站起来走到公安同志面前。公安同志，我儿子年纪小不懂事，他真的不是故意的。武明浩和柳春年没兴趣再听他们说出来，转身就离开了。快到店门口的时候，武明浩突然站住脚。媳妇，你现在肚子里可是有个宝贝疙瘩呢，不能冲动，不能干重活，以后这种事交给我。王叔那老小子可是说了，不能让媳妇冲动，要保持好心情，而且不能劳累。没事，孕妇适当的运动一下有好处。我刚才还没来得及生气，巴掌已经出去了，气也直接就消了。等着那些淘金工收完粮食，交完公粮，我这边又要开工了。到时候我不在店铺帮忙，你一个人忙不过来，要不就让程子媳妇一直在店里帮忙吧。你敢保证小慧到时候就不会怀孕了吗？柳春年说完这话，突然又想到吴小梅，她现在也结婚了，怀孕是迟早的事。媳妇，你在想什么呢？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你说啥了？我刚刚在想事情，没注意听。我说要不就雇别人，小梅到时候也说不定也有了呢。行，到时候我再雇一个。第三天，吴小梅回门的时候，柳春年和武明浩没去开店，直接让陈小慧帮着开的门。小梅在婆家过得还习惯吗？爹，不要担心，我在婆家待得挺好。气色不错，咋样？吴家人对你好不？郭玉华对你咋样？奶奶，他们对我都挺好的。小子，现在婚也结了，接下来还有什么打算？我打算在镇上开个服装店，从花城那边拿货到这边来卖。哥，你放心，我不会闲着的。武明浩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是对他的话还算满意。你的想法都挺奇特的，可以试着干点这边没有的生意，服装店也可以，但是在镇上消费水平和审美都还很有限，不一定能欣赏得来太时髦的东西。嫂子，你有没有啥好建议呢？现在这个时候卖啥都赚钱，啥都缺。你去过花城，应该看到过那里和我们这边的差异。服装、鞋帽、布料、百货都可以，或者把这些整合在一起。吴有善听到柳春年这些话，眼睛一亮。现在镇上东西卖的最全的就是供销社，它可以进些当地老百姓日常需求的商品，但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你想做的话，我和你哥可以入伙，咱们一起干。好，嫂子，我好好计划一下，到时候过来和嫂子商量。你先规划一下，到时候再来找我商量。这顿饭边吃边聊，时间不短，等到结束的时候已经下午2、3点了。吴小梅和吴有善吃完饭就回去，剩下柳春年和武明浩在厨房忙活着。媳妇，今天小梅回门，辛苦你了。刚才饭桌上有善说要开服装店这一件事，你怎么看？明浩，我是这样打算的，到时候吴有善要到镇上做买卖，我打算卖掉一部分金子，和他入伙，你看咋样呢？咱家的事都是你做主，你看着安排就行。武明浩前段时间虽然只开工了1个多月，但是因为选的地方好，而且又不用和别人分，现在金子还剩下大概600多克，所以都够他媳妇霍霍。第二天一早，吴有善两口子就来到武家，和柳春年在商量店铺大概要开个多大的，都进哪些货，连进货的理由都分析了。柳春年又提了几点建议，吴有善全部记下。店面尽量选择在阳光街到红旗街之间。嫂子，我先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店面。嫂子，你没必要为了我帮着吴有善开店的，你开这个冷面馆带着我已经很感激了，本钱也都是你拿的，我也什么都不会，还分着一半的钱。没等小梅说完话，柳春年就说道：你说什么呢？你以为你是占便宜了呀？我现在一直跟着在店里，是因为咱刚开始干，等着你都熟悉了，我可能就要忙别的买卖了，以后店面要全靠你来打理呢。还有啊，什么本钱不本钱的，都是你哥拿的，你亲哥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什么时候拿过票子？自从娶了媳妇以后，兜里就没超过3块钱的时候。反正金子和票子都在媳妇那，他想怎么安排都可以。他本来的想法是，小妹即使结婚了，他每个月也给小妹一些票子，但是媳妇这样做更好，直接给票子，小妹肯定不会接受。但是带着他开店，他付出劳动了，这些票子他拿得心安一些。我愿意拿票子入伙，是因为吴有善做的计划好，到时候进货以及后期管理都靠他了，我这就投个票子，也不用操心太多，就可以坐等分票子，我这还是占便宜呢。嫂子，你说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吴小梅听他这么说，心里才感觉踏实点。她最怕的就是哥因为当年的事内疚，为了补偿他，才让嫂子出票子帮吴有善的。她不希望哥有票子了，就一味的想着帮衬他，到时候再和嫂子生合计。5天后，吴有善店面找好，现在过来冷面店里和柳春年商量。嫂子，我找到一个地方，上下2层，一共将近1000平，但是租金1个月要500。
500吗？位置在哪？就是原来的胜利招待所，现在和战前招待所合并了，那里就空出来了。我今天看他们在搬家，就问了一嘴。地点柳春年知道，前世他和娘刚从村里出来的时候，还在那里落过脚，住了几天。走，我们去看看。柳春年说完就和吴有善出门了。柳春年他们几个看完店铺以后，觉得特别满意。现在吴有善已经和招待所的负责人在谈了，房租这个价格没有办法再少了。你看咱镇上租一个30-50平的小店面还要几十块，这里将近1000平呢。我可以和上面讲一下，到时候你们1个月一交。可以，不过我们要写个协议。行，你说你想怎么写？我们先签3年，3年内房租不能涨价，不能以任何理由收回房子，否则就要给我们补偿。再一个，能不能给我们让一个收拾店面的时间？您看您原来铺子也不适合我们得好好拾掇一下，再加上我们要到外地进货，这来来回回都是时间，至少也要2个月的时间吧。那名负责人听完愣了一下，镇上租店面的还没听说有让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我需要考虑一下，2个月时间有点长啊。我们也都是小本经营，刚开始干，总不能让我们这还没开业先扔1000块吧？这起步就太艰难了，您觉得呢？为了省1000块，柳春年不介意说点软话。行，看着你们那么有诚心的份上，一会我们把协议签了就行。柳春年先把协议内容一一说出来，吴有善负责写，1式2份。这个房子是镇上的，但是不管哪里的，柳春年都要签协议，先小人后君子没毛病。嫂子确定签了吗？咋了？怂了吗？没。等着他签完名字，柳春年也签上自己名字，表示是2个人共同租的店面。不是不相信吴有善，柳春年前世经历过太多，所以一直本着先小人后君子，亲兄弟明算账的原则，没啥不好意思的。店面有了，接下来就是上货的问题了。门店也租好了，吴有善明天就出发去南方进货了。媳妇，我明天就要去南方进货去了，你都想要啥？我给你买回来。要不你和我一起去得了？正好带你去玩。等着以后有时间的吧。嫂子现在怀孕了，哥过段时间也该开工了，我不能让她自己看着店。老二啊，你明天就要出远门去拿货了，这是3000块钱，你拿好了。那个生意你考虑好了，这些可都不是小钱啊。娘，我考虑好了，您放心，这些钱我一定会还给您的。哎，只要你这买卖能做起来，什么还不还的？我和你爹攒的这些钱，还不都是给你和你哥俩留着的？娘，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多照顾一下小梅，她脾气不好，你别在意。你不在家的时候，我看她脾气挺好的。吴有善感觉一夜，合着媳妇的暴脾气就针对他一个人的。第二天火车站门口，武明浩和吴有善一起去南方进货，他们去上货，一来一回最快也要10多天的时间。出去收敛着点脾气，进好货就赶紧回来。放心吧，媳妇，我和有善在南方把货进好了，就马上往家赶。出门在外，你们又注意点。好了，时间快到了，你们赶紧进去吧。等着这2个人进了火车站，柳春年就感觉眼皮直跳。他俩一起出门，他心里咋就这么不踏实了？张经理这一边惦记着薛金花的事，今天一回到家，进了院子就看到张老五从屋里出来。四哥回来了，今晚咱吃野猪肉。我和老赖子他们回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一头野猪，让我们几个给收拾了，一人分了点。行，我找你有点事。张老五一看四哥这么严肃，心里有点发毛。四哥，啥事啊？我这趟出去真没惹事，我贼老实，就干活来着。我有事让你帮忙。张老五一下放心了，帮忙那都不是事，自家兄弟帮忙算啥事？别说教就行。四哥，你就说啥事吧。张经理稍微思忖了一下，想想这个话咋说，老五这性格有点冲动。有人欺负我朋友，我想给他点教训，要是能让他们离开村子更好，不能离开也得让他们在村子里寸步难行，但是不能闹大了。张老五听了这话愣了一下，这不像是四哥说的话呀，平时自己要是打个架回来，就得让他追着揍一顿，这回是刮的什么风，让自己去教训人？你发啥呆呢？我和你说话呢。四哥，你朋友男的女的？你放心，我不和四嫂说。滚犊子，你就说你能帮忙不？这事还不简单，套上麻袋揍一顿，几天一揍，保管他不敢出门。行，但是别惹事上身，别虎了吧登的整出点啥事来。顺便再帮我查一下，当年他家为啥要抱养个孩子？张经理越来越琢磨这个是蹊跷。听娘的意思是，当年来抱养的人说自己没孩子，但是薛金花和柳国富明明就有一个儿子，还比三哥大。既然自己有儿子，为什么还要抱养呢？行，你到底让我收拾的是谁啊？金碾子村的薛金花一家。四哥，你确定一家吗？对，一家，有一个算一个。行了，这事就交给你了，你自己悠着点，套麻袋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我去看看。行，我先去了解一下那家人，
探探路，准备好了，我告诉你。武明浩和吴友善在走了第16天的时候才回来，拎着好几大包的货和8000多块。说说吧，你俩都干啥去了？这8000块钱咋回事？柳春年觉得挺奇怪的，俩人走的时候拿了1万块钱，这拿回来的货远超过1万了，然后俩人手里还有8000现金。我们去宾市摆摊儿，卖了3天的货赚的。去宾市了吗？对，嫂子，我们在宾市待了3天，那货卖的都飞了，羽绒服就卖了整整100件。嫂子，你不知道，宾市的人就是有票子，那羽绒服在宾市太好卖了，8、91件都不带讲价的。就在火车站摆那一会儿，我们就卖了20多件。要不是火车站的人赶我们还得接着卖。哎呀，你们可不知道啊，那些人撵得我们啊，东跑西窜的。你们就在宾市卖这3天就赚了这么多吗？要是平时可能赚不到这么多，但是现在赶上要过年了，人流量大，买新衣的比较多，就好赚一些。我们赚了11325，其他的都拿货了，这是剩下的8000。要不是怕你和嫂子担心，我和哥还会多待几天的。你们除了去宾市卖货，再没有别的事发生了吗？没有，我们就是开了个小差。柳春年看了武明浩那不自然的表情，也不打算拆穿他。行了，你们这一趟出去挺辛苦的，一会做点好吃的犒劳一下你们。第2天一早，武明浩带着柳春年一起来到了镇上医院做检查。大夫，我媳妇刚刚检查是有什么问题吗？是双胞胎，胎心都没有问题，一切正常。武明浩愣了一下，半天没反应过来。大夫，你说啥？是双胞胎，2个，你们小两口有福气了，一下解决2个。媳妇，你听到了没？2，你这肚子里是2个。我听到了，你别那么激动，先听大夫把话说完。接着刘大夫又交代了一下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交代好了，柳春年2口子也就准备回去了。武明浩回来以后，带着柳春年去了王勇家，得告诉丈夫的医生。张桂凤和王勇听了都没惊讶。其实你王叔早就号出来你是双胞胎了，一直让你去镇上医院再检查一下，你也没当回事。呵呵，这个脉我就刚学中医那会儿号过，韩东他妈那个喜脉，这么多年了我也不确定再没号过这样的脉，万一我再说错了，你们不是空欢喜一场吗？其实你王叔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有这个准头，你姥姥家有这个遗传呢。你姥姥当初和你3姨姥就是双棒，没想到你姥姥生了那么多孩子都没一个遗传的，到你这怀了个双棒。武明浩一听不开心了，合着这双胞胎不是他的功劳啊。哎呀，我这一下又多2外孙子，这软软的小家伙将来可都是要喊我姥爷的。那您到时候可得给准备个大红包。这个还用你提醒吗？今天是服装店开张的第1天，打烊了以后，柳春年来到郭家。嫂子，你看看今天赚了多少？要按照2200的营业额来算，今天一天最起码赚了600-700，但是距离回本还差很远，而且还要再进货、再压货。1个月以后看看账上是多少钱吧。虽然柳春年是这么说，但是这个营业额对于大家来说是非常振奋的。我的个娘啊，一天就卖这么多钱啊！在村里管好你那张嘴，别逮着谁都叭叭起没完。大娘，明天让嫂子来卖衣服吧，大嫂挺适合卖货的。你嫂子这嘴没把门的，让她来卖货能行吗？行，爱说话是她的特长，在这肯定能发挥她的强项。那倒也是，在这说够了，回去估计就不想说话了。田小月垂着脸不敢吭声，但是嘴上在偷笑着，在这卖货好啊，那么多人可以说话呢。在村里婆婆天天看着她，都快要憋死她了。1个月基本工钱30块，服装鞋帽类固定销售额是每个月每人1500，超过后每卖掉100块钱提成2块。其他类别的我今晚列个单子出来。柳春年现在是按照后市的销售提成来计算工钱，这样可以调动大家的销售热情。他的话一说出来，在场的人有点懵。吴友善听懂了，嫂子这个工钱算法好啊，他得学习一下。柳春年看完冷面馆这边的情况，就去了服装店。今天是周一，顾客没有昨天那么拥挤，但是人也不少。田小月这会儿正在口若悬河地招待一个顾客。我和你说呀，大妹子，就这衣服你一穿出去，别说咱襄阳镇没有重样的，就是你到江城宾司里都是独一份的。你看这衣服颜色多衬你的脸，这一穿上和18的小姑娘一样。你有对象么？大姐，给你介绍一个咋样？柳春年有点没眼看，田小月简直太能说了，而且睁眼说瞎话都不用打草稿的。偏偏那个女人就喜欢田小月这张嘴，被哄得嘴都合不上了。哎呀，我大儿子都16了。哎呀妈呀，已经逗我开心，你哪有那么大岁数？看着就和我小姑子岁数一样。你看你这眼睛锃亮的，和小姑娘一样。田小月这马屁拍得贼顺溜，那女人让她一忽悠，一下子买了好几件，然后又对另外一个顾客说道：大妹子，你再看看其他的不？你刚才试的那一套衣服，那绝对老有派咧，你是当领导的吧？绝对是，
要不然不能用那拍头。你大嫂在店里说这么多话，回家是不是就不说了？没觉得，昨晚回家以后她话更多了。柳春年觉得，如果能多复制出来几个田小月，这店里的任何一样东西估计都会销售翻倍。可惜这样的人才有点少啊。张老五这几天一直在打听着薛金花一家的事，也在暗自踩着人。他摸着薛金花一家的出入规律以后，去和4个、2个如实汇报。那个柳家老太太和她大儿媳妇最近每天早上6点就出发，推着车到镇上的滨市场卖菜。他们走的都是便道，早上那会儿人少，我可以那个时候套麻袋。4哥，你看完了直接去上班，还不耽误事。张老五说完，得意的看看张经理，一副我为你着想的样子。其他人呢？都是什么情况？柳国富每天下午2点都要去邻村找人打牌玩，刘永福没事去一个寡妇家那啥，那个叫刘宝顺的小子有点麻烦，总特么窝在家里不出门，据说是没脸出门，媳妇说他不行，和他离婚了，现在哪都不敢去，怕人家讲究他。张经理和张正平对视了一下，又转回头看着张老五。你准备在哪下手？我和你2哥到时候要来看看。那条便道上有一棵2人抱那么粗的大歪脖树，他们婆媳2个中途都会在那休息一会，就在那下手。离那20多米远有个小土坡，你和2哥可以藏在那。事办好了，我好好请你吃好吃的去。好嘞，明早6点咱们就去金碾子村的那个歪脖树等着。门店雇了个新来的，柳春年过来才发现是熟人，他那个没认亲的小姑张幼凤。张幼凤正在口若悬河的招待我。这个新来的都是村里的，趁着农闲出来找点活干。这个大姐是昨天你走以后来的，卖货和我嫂子有一拼，现在2人飙上了。柳春年看了看吴有善，他的关注点不在张幼凤卖货上，在那声大姐上。什么大姐？以后叫姑、叫婶或者姨都行。吴有善有点懵。嫂子，她也没有那么老啊，叫大姐正合适啊。我说不行就不行。柳春年坚决不能同意。如果不知道这层关系，他可能也会管张幼凤叫大姐，但是现在不行了。张幼凤忙完走了过来，一眼看见柳春年，愣了一下。你是那个谁来着吗？你和张经理到我的冷面馆吃过饭。哦，对了，我说咋这么面熟呢？吴有善在旁边看看俩人，你俩长得有点像。柳春年白了他一眼，就你话多。小兄弟，快别开玩笑了，你看他这小脸长得白净净的，多水灵，我这老木咔嚓演的哪像了？张幼凤大大咧咧性格直接没把吴有善的话当回事。柳春年更郁闷了，这一个叫大姐，一个叫小兄弟，你让他咋称呼？大姐啊，不是婶，这是我媳妇娘家嫂子，她也是这个店里的老板。叫啥婶？都把我叫老了。叫啥就是个称呼，我管张经理叫叔叔，您是他妹妹，从那论您和他一个辈分。那倒是，从他那论你得叫我姑。柳春年觉得他真像了，还没等他说别的，张幼凤已经眼尖的看见有顾客来了，连忙跑过去招呼顾客。第二天一早，哥3个加起来100好几十岁的人，像小时候要做坏事一样，不声不响的出了门。第二天，薛金花婆媳2个从村里到镇上要走1个多小时，什么也不带走的，都怪累的，何况还推着一车菜。走累了，在大歪脖树下休息。你说说，你娘家看见宝顺这样就没一个说帮忙的，还得指望着我一个老太婆跟着你操心。王小翠敢怒不敢言，自从把张桂凤娘俩赶出去，闺女也嫁了，家里的那点活都成她的了，每天感觉有干不完的家务活，还得时不时的遭到薛金花的嫌弃。娘，我们还是在这休息一下吧。就你事多，每次还得歇歇脚。张老五早就看见2个人过来了，就走过来，还没等婆媳2个反应过来，直接套上麻袋迅速砸口。薛金花和王小翠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就被人套上了麻袋，紧接着就被人踢带踹的。好汉爷爷快饶命了，我把兜里票子都给你。别踢我了，我兜里没票子，都在我婆婆那。好汉爷爷，你有啥事就说，快把我们放了吧。张经理招招手，张老五他们迅速撤离。太特么刺激了，多少年没干过这事了。别忘了还有3个呢。知道了，知道了。接连几天，柳春年每次一出门就总有人来告诉他老柳家的新鲜事，说最近几天老柳家的人都不敢出门了，家里的人轮番被套麻袋揍一顿。也有人说薛金花之前作恶多了，现在遭报应了。柳国富这些天被揍得莫名其妙的，气得他直接骂薛金花。你是不是又在村里惹事了？我都被连续揍了几天了。我惹什么是惹事？我现在恨不得夹着尾巴做人，说不定是你们在外面惹的事呢。报公安，赶快报公安。薛金花一听他这话，连忙说道：可不能报公安啊，这套麻袋的人来无影去无踪的，我怕到时候人没被抓住，再引来更严重的报复。孩子他爹，你不觉得这是蹊跷吗？你什么意思？你说能不能是他干的？为了报复咱们了？柳国富即使不认识张经理，去供销社的时候也见过那的负责人。他是怎么知道他3哥当年是我们抱走的？
难道柳春年认亲了？我也纳闷呢。哎呦，我肚子疼，我想大号，孩子爹我在屋里上吧。院子里大晚上的，薛金花不敢去啊。不行，去院里上去。他们已经第2个来回了，今晚肯定不会来了。薛金花没办法，只好去了院子的柴房。谁知道他一出院门，直接是一棍子敲晕。等着他再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还在麻袋里，已经情绪崩溃到极点。你们是谁？你们到底是谁？你们是不是马尾村老张家的人？这会儿张老五还没问薛金花话呢，他就猜是不是张家人，这就奇怪了。而且他问的是不是张家人，而不是问是不是张经理，那就是说他是知道整个张家。你当年为什么要收养一个孩子？我没有，老二是我自己生的，不是收养的，和你们张家没关系。他不这么说还好，一这么说张老五就愣住了。本来他不知道薛金花收养的孩子是谁，他打听了好几个老人都说是薛金花自己生的，他还想着四哥是不是搞错了，或者是薛金花曾经收养过什么人，但是大家不知道。现在薛金花此地无银的这么一叫唤，就觉得有问题了。你们是不是张家找来的？是不是供销社的那个负责人让你来的？老二是我自己生的，不是老张家的，真的不是老张家的。薛金花现在心里的那根弦已经绷到极限。说吧，当初为什么要收养老张家的孩子？我没有。接下来薛金花颤抖着声音将当年收养刘老二的事说了一遍。张老五一听就怒了，想揍薛金花，被赖子叫住了。老五别冲动，你忘了四哥的话了吗？张老五气得最后也不管薛金花了，和赖子一起回家了。张老五回到了家，直接找张经理。张经理他知道老五今天去问了薛金花，也知道老五肯定会知道事情的真相，所以就在院外等着老五回来。四哥，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为什么不告诉娘？告诉娘三哥已经不在了吗？让他心里最后的一丝希望也没有了是吗？张老五一听这话一下熄火了，这边的动静和张老五的嗷嗷声让其他人从自家屋子走出来，纷纷过来询问怎么回事。大半夜的不睡觉，你找你四哥这儿做什么妖？娘，我三哥。张老太太一下愣住了，随即开口似道：老五，你是在说你三哥吗？娘，三哥他没了。他特意加重了三哥2个字。张家的哥几个都紧张地看着张老太太。张老太太没有他们预想中的嚎啕大哭或者晕倒，而是声音却异常平静。和我说说到底咋回事？接下来张经理讲了前半部分，张老五讲了今晚薛金花交代的那一部分。老四，明早召集人去金碾子村。张家哥几个相互看看，瞬间明白老娘的意思了。第二天，张经理一家人浩浩荡荡到了金碾子村口的时候，村口老人们还有八卦的妇女们都傻了眼。早有腿快的小伙子撒腿就跑去村长家通风报信了。村长，大事不好了！小三子，啥事啊？你鬼叫什么？村长，大事不好了！外面来了一群人，有马尾村的、小塘村的、耶河村的。停！什么一群人？这是要干啥呀？要闹事啊？欺负我们金碾子村没人是咋的？谁带的头？带头的是马尾村的张老五。哪个张老五？马尾村还有几个张老五啊？村长的脑袋一下大了，眉头皱得更深了，恨不得拧死个苍蝇。这个张老五来我们村干啥呀？自己村里这2个大小王现在可算都消停了，就安心的发家致富奔小康。这马尾村的村霸又跑他们村来凑啥热闹？嫌他们村日子太消停了吗？我哪知道，就看着他们这一群人乌泱乌泱的朝老柳家去了。村长本来已经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要出去看看，一听这话立刻停下脚步。啥？去老柳家？薛金花家吗？对，就是薛金花家。村长想了想，转回身又回来了。你去帮我盯着点，只要不打架就不用来告诉我了。小伙子傻眼了，这是啥操作？但是想想村长肯定有自己的考量，转身听话的走出去。村长当然有自己的考量，这要是这么多村子的人集合起来找老柳家，那肯定是要讨点什么说法，他得晚点再去看看情况。薛金花家，你们要干什么？张老太太一看见柳国富，眼睛都瞪起来了。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已经记不得当初柳国富的样子了，但是他秃头，所以张老太太一直记着。薛金花哆哆嗦嗦的走出门。你就是薛金花是吧？你要干什么？薛金花的话还没说完，张老太太直接上前甩薛金花几巴掌。张经理准备上前要拉住老娘，要打架也不能让老娘亲自动手啊！张老五叫着他：四哥别动，让咱娘活动活动。活动个屁，咱娘身体不好。也就你们觉得她身体不好吧？没看见她追着我满院子跑的时候呢，一打我那巴掌都带风，让娘发泄一下吧。咱在这看着她不会吃亏的，这些年老娘都憋屈坏了，咱们要动手性质就变了。王小翠和刘宝顺站在哪里，低着头也不敢看。什么老娘老爹爷爷奶奶的，
自己保命要紧。人群中的那个小伙子一看打起来了，又连忙跑到村长家，进去就大声喊：村长，村长，这回真打起来了！打起来了吗？不应该啊！张老五的娘和薛金花打起来了。其他人呢？其他人都站在那看着呢。哦，你去，啥时候打完了再来告诉我。小伙子看不懂村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又转身跑出去了。村长这是要当事后将军还是怎么的？村长等着小伙子跑了以后，想了想还是不放心，没一会儿也跟着出了门。这边的张老太太指着薛金花骂：你个老不死的，还我儿子！你还我儿子！赖子也把王狗子找回来了。王狗子听见那边的张老太太一口一句什么还我儿子，还有什么畜生、心思歹毒之类的话，一下就明白了。刘老二真正的家人找来了。我是真不怨我啊！当年薛金花找到我，让我给刘永福驱邪，我就随口一说让他抱养哥的孩子，这样可替刘永福驱病挡灾。谁知道薛金花真的就这么做了啊！这个女人太恶毒了，抱养了人家孩子还霍霍人家孩子，不给吃饱，不给穿暖，还逼着人家孩子去矿上工作，结果出了矿难。刘老二死了以后还霍霍人家的媳妇和闺女。现场的人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人，现在经过王狗子这么一说，这回听明白了。村长这会儿也听明白了，怪不得人家来这么多人呢。这柳国富两口子不办人事啊！大家冷静一些，我是金碾子村的村长，事情我已经了解了。他话还没说完，张老五手一扬：你就说这事你管不管吧，别整那些冠冕的话。这柳家两口子当初就是偷孩子，我爹娘已经发动村里人去找了，但是这个柳国富不愿交出孩子，偷偷藏起来，你说这怎么算？村长咽口唾沫，几十年前的事他也管不了啊，他才比刘永禄大几岁，当初这事发生的时候他也还是个宝宝行呢。你看你们现在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这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现在也没地追究了，是不是？我要把我儿子的坟迁走。我要报公安，他们套麻袋揍我们全家，还有现在他们把我们两口子打成重伤，这么多人都是证人。村长，我要报公安。现在既然都揭开了，他也不在乎了。哎，老头，说话要讲证据，谁套你们麻袋了？有人看见吗？有没有看见谁套的老柳家麻袋？没看见，我们都不知道套麻袋的事。这是有人看见也说没看见。且不说老柳家办的这缺德带冒烟的事，就说单单为了这老柳家得罪柳春年两口子和张老五，就没人愿意。那刚才他们打我们，你们总看见了吧？没有，村长来了我才来的。我刚才没注意。本来老柳家就不遭人待见，这会儿更是墙倒众人推。柳国富听这些人说的话，差点没背过气去，都睁眼说瞎话。他不是要报公安吗？我正好要找公安说道一下，我那苦命的儿啊！大家冷静一些，事情总会有解决的办法的。柳春年本来在家，结果就被吴小阳叫来这里看热闹了。他也是现在才知道柳家收养自己爹的真实原因。我要求把我爹的坟迁走，另外柳家要将我爹当年的赔偿款交出来，还有那200的赡养费。薛金花本来打算一直跪着不起来的，但是一听到要票子，就跟打了鸡血一样，马上站起来。不行，凭什么把票子给你？这是刘永禄欠我的。当年他要分家，带着你们娘俩走，我让他拿200的赡养费，就和他脱离关系。他是自愿到矿上工作，所以害死刘永禄的就是你和你娘这对丧门星。柳春年想上前揍薛金花的，张老太太把他往旁边一推。奶奶来。这会儿是他当奶奶表现的时候到了，哪能让孙女动手？张老太太直接甩薛金花一巴掌。我让你说我孙女，我让你说我儿媳妇。村长看着都乱了，赶紧恳求柳春年。姑奶奶啊，求你了，现在这些张家人都是你爹的亲人，也就是你的亲人，肯定听你的，你让他们快走吧，咱好好商量解决的办法。我刚才已经说了，把我爹的坟迁走，还有当年的赔偿款以及那200的赡养费都必须给我们。哎呦，春年啊，你这不是为难你村长我吗？你爹的坟迁走没毛病，但是那赔偿款可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你们不是当时还分到了一个小草房，咱村历来都是这规矩，你爹走了，你们也分到了家产，你娘和你就得给赡养费。村长，那草房怎么来的您应该很清楚，那本就该是我们娘俩的。今天这赔偿款和赡养费我一定要回来。村长这事您就别管了，我说了这票子必须给，那就必须给。柳春年突然把脸转向张老五，喊了声五叔。张老五站在那有点懵，根本没反应过来是在喊他。张经理有些嫉妒地戳了一下他。春年叫你呢。他最早和这个侄女搭上线的，结果这个侄女最先叫的是五叔。大侄女，你说你找五叔啥事？五叔，我爹的赔偿款和之前给他们的200赡养费，你说该不该要回来？必须要，这事包在你五叔身上了。这属于家事，你们自己协商，但是咱们这村和村之间从本来都是和和气气的，你自己心里有点数。今天你娘把人打成这样，也得有个交代。我说了，
我保证让他们心甘情愿的拿出这些票子。张老五走上前，看着柳国富和薛金花，你俩今天有啥想法？报公安部，我帮你们报。不报，还报个屁，连个愿意作证的人也没有。那行，那咱们剩下的事就进屋谈谈。你要谈什么？先进屋再说，不需要我请你们进去吧。薛金花和柳国富怕老五出什么幺蛾子，就老老实实进屋了。屋子里的柳国富和薛金花此时堆坐在一起，张老五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们，也不说话，眼神阴翳。我养了刘永禄这么多年，没功劳也有苦劳吧？当年老张家都揭不开锅了，要不是我把他抱回来，他指不定就饿死了。他也不一定就会饿死，事情没有绝对。我爹娘当初想把他送人，是为了他能过得更好。我这个人恩怨分明，要是我三哥现在还活着，哪怕过得很苦，我都感谢你们。我张老五可以给你们跪下来3拜9叩，做牛做马都认。张老五说到这停顿了一下，看着两个人说道：但是可惜我三哥没了，你们当初要不逼他，他能去矿上工作吗？他没了，原本的恩情就成仇了。张老五心里恨，一个人是被逼到了什么程度，为了脱离这个家庭，明知道矿上危险也要去工作，就为了能够早日赚到票子离开他们这一家。你到底想要怎么样？我侄女说了，她要你们把赔偿款和赡养费交出来，你们就得交出来。这么多年我这个当叔叔的都没尽到责任，现在他就交代我这么一件事，你们觉得我该怎么办？话是问话，但是薛金花两口子心里明白，这不是在征求他们意见，这是在逼他们呢。薛金花不傻，现在张家人是上杆子要认亲，人家柳春年那个死妮子是可认可不认的。我们现在没票子。那你们啥时候有票子？要不我给你们指个赚票子的路子吧，我知道哪个煤矿招工，你们让儿子孙子过去干，肯定票子很快就够了。不可能！薛金花下意识的就喊出来，虽然他心里恨自己儿子和孙子在自己挨打的时候不过来帮忙，但是让他们去矿上工作他可不舍得。我三哥你都让去，怎么到你孙子和儿子的时候就不可能了？我三哥的命不值票子是吗？说说吧，赔偿款当年给了多少票子？就200多。就200多吗？是真的，我可以给你看当年的单子。当年的200多可是我们农民10来年的收入吧？你还觉得少了？这样吧，我也不为难你们，200多少我就不问了，再加上200赡养费，我就要你们600就行。张老五的语气很轻松，柳国富两口子听了差点没噎过气去，这还叫不为难？现在他们连60拿出来都困难，还600？能不能少点？600觉得多啊，那700。柳国富两口子气得直翻白眼，你不识数还是怎么的？我也不为难你们，1个月拿出来，你们是卖房子卖地，我就不管了。这不是不为难吧？别说1个月，就是1年这个票子他们也拿不出来啊。张老五不管他们拿不拿得出来，接着说，另外我给你们提个醒，这村里我可是有眼线的，你们逃是逃不掉的，别想着卖了房子跑啊。薛金花刚才还真有个一刹那把房子卖了逃跑的念头，但是他这么一说，他赶紧咽了口唾沫。这是春年提前写好的欠条，一会我们顺便去村长那里，让村长给我做个证人。这个还款的欠条一定得有个有力的证明人，不然这两口子最后不认账了怎么办？接下来老五把欠条读了一遍给薛金花两口子听。咋样？我刚刚读的，你俩还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没？这压根没经过我们同意就写了这个欠条啊，我们上哪拿出这个票子啊？怎么了？这是不想给吗？老太婆说的意思不是那个意思，这个时间能不能再宽容一下？这个时间能拖就拖，现在柳春年那么有票子也不在乎这600，到时候自己1个月还个几个票子，磨叽也得磨叽死他，说不定最后就不要了。他自己想的挺美，但是张老五哪里会惯着他？宽容点时间吗？这样吧，也别说我这人不仗义，你这么大岁数张回口，我就给你算半个月内归还怎么样？好了，现在我们去村长家吧。村长看了一下桌上的欠条，他把这个欠条的内容又读了一遍。老柳家的，你们对这个欠条还有什么问题想说？是不是自愿还的吗？薛金花此时此刻看到村长，就好像看到亲人一样，觉得自己特别委屈。村长，你要给我们做主啊！村长看着两个人，心里直摇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再问一遍，你们两口子是不是自愿给这个票子的吗？村长都问了好几遍，薛金花两口子就是不说话，反正就是想蒙混过关，能拖过去就拖过去。没事，你们要是不愿意的话，有啥想法咱可以再接着聊的吗？聊个屁！这话听在薛金花和柳国富的耳朵里就是赤裸裸的威胁。我愿意。我也愿意。1个月还完没问题吧？柳国富和薛金花大字不识几个，但是名字会写，最后分别签了字，按了手印。张老五帮柳春年这个事情办好了，特别高兴，正准备回去了。村长，这金碾子村在您的领导下，真的会成为一个建设非常好的新农村。我希望你以后少来我们村转悠就行了。那可不行，
我侄女还在这呢，不能少来了。但是你放心，我这人不是不讲理，就是来串亲戚，绝对不惹事。我愿意来当这个证明人，不是怕了你，是这柳家两口子这些年确实办事不地道。但是我希望你有点分寸，不然不只是我，你的侄女也会受连累。你放心，村长，这事不会让任何人受连累的。我三哥一家这些年经历过什么，我想你应该更清楚，这是他们老柳家应该还的。村长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也没有说啥，转身就走了。想想这些年刘永禄以及张桂凤母女的遭遇，他就当这次为他们做了一次主吧。孩子，你这些年受苦了，都是奶奶不好。没事，都过去了。对，都过去了。孩子，以后张家就是你的家，没人敢再欺负你们娘俩了。虽然他已经知道了这孩子和他娘现在过得很好，没人敢欺负他们娘俩了，但是以后他们张家作为柳春年的娘家人，肯定会更护着他们。春年娘，这些年也苦了你了。张老太太她昨天已经听死儿子说了，三儿媳妇已经改嫁了，她心里也算有了安慰。自己的三儿子不在了，三儿媳妇能有一个好归宿，她也算放心了。娘，今天还不是个叙旧的好时候，我们先回去选个日子把三哥的坟地迁走，到时候我们再好好聚聚。好，将你三哥迁进咱家的祖坟。柳春年原本的是打算着过些日子把爹的坟迁走，现在既然张家已经都知道了，那就让爹回归张家的大家族。春年，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和你娘好不容易过了清静日子，不想再多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四叔今天向你道个歉，没和你商量就把这事挑开了。但是你放心，四叔向你保证，你们的平静日子不会被打破，之前怎么过还怎么过，只是多了一些亲人而已。张经理决定回去开个家庭会议。张家人虽然没什么票子和大本事，但是也不会因为认了这个有票子的侄女就上门去打秋风的。这一点他相信每个张家人都能做得到。四叔，虽然我嘴上从来没承认过，但是我心里是认你这个四叔的。其实我最初的想法不过是想替爹找到他的家人而已，知道他的根在哪里就可以了。毕竟最苦的日子我和我娘都熬过去了，这个亲认也好不认也罢，对我没什么影响。但是张家人对我有情有义，我也不会拒你们于门外。柳春年知道这个四叔在他面前总是小心翼翼的，想认又不敢认，一次次的试探，安排自家的兄弟和小妹让他认识，让他去了解，即使不认也让他知道张家人不是坏人，他爹的兄弟和爹娘都是好人。春年，你放心，以后你会慢慢了解张家人的，他们不完美，但是绝对不是老柳家那样的人。我知道了，四叔，我会自己去了解的。等着定好了我爹迁坟的日子，我会去张家走一趟的。柳春年和张经理告了别，和武明浩一起回去了。本来武明浩今天正在热火朝天的开工当中，有人来找他，告诉他老张家来了一群人找柳家算账。等着他来到的时候，这边已经结束了。媳妇，刚刚你为啥不让我去帮你要票子，而是让你五叔去要？武明浩对这事有点耿耿于怀，他觉得自己在媳妇心里地位又下降了。这事交给五叔比较好，让他们觉得还能为我爹以及我做些事。再说五叔套麻袋那套绝活就足够让柳家人有阴影了。套麻袋想当年我也不少套，不见得比你那个五叔差，不信哪天给你找个人试试。柳春年听了他这话，彻底无语。张经理一直在外面等着老五，看见他走过来了，立刻走上前说道：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还顺利吗？四哥，我出马还有不成的事吗？说完把手里的欠条拿出来给张经理看。老五，你说他们会不会报公安？他们不敢，窝里横的玩意儿，要不然也不能被老史家砸了那么多次，连屁也不敢放。史家就是当初刘宝顺媳妇的娘家，当初因为史菜花和刘宝顺的事没少过来闹，但是柳国富和薛金花一次都没敢报公安，就怕一报公安人家闹得更凶了。从村长家里回来的薛金花两口子此时正在屋子里和柳国富商量着。孩子爹，要不咱们报公安吧？报公安你咋说呢？说张老五勒索吗？我听说人家派出所都讲究个证人，谁能帮咱作证？都看见咱挨打了愣说没看见，这没看见的事更没人帮忙了。现在连特么村长都站到那一边去了，谁还能帮忙？那怎么办？难道就让他们这样欺负吗？我能知道怎么办？凉拌。两口子一筹莫展，不能去报公安，难道就认了？那可是600呀，他们哪拿得出来呢？武明浩和柳春年、张桂凤一起回了家，李奶奶和武大勇都在家。春年，到底发生啥事了？接下来柳春年一五一十都把事情全部经过给李奶奶讲了一遍。活该，薛金花那个两口子就不办人事。哎呦，早知道今天这场面这么热闹，俺也去看看呢。可惜了，可惜了。大家看着李奶奶一副痛心疾首，像是丢了什么东西的样子。大家一直都觉得李奶奶对啥都不感兴趣，啥都见惯的模样。没想到这小老太太也是个不嫌事大的主。快到中午的时候，张经理和张老五两个人一起来到屋子。毕竟欠条拿到手了，
什么时候票子到账得告诉柳春年一声。其实这些都是借口，完全是张老五自己想来侄女家蹭饭。四叔、五叔，你们怎么来了？一会儿一起吃了饭再回去吧，反正也快到饭点了。春年，这是在薛金花那里签好的欠条，你收好。五叔，这个先放你那吧，到时候这事就拜托你了，你办事我放心。张老五一听这话又乐了，瞧瞧这侄女太有眼光了，这才相处这么2次就看出来自己办事靠谱了。春年，你五叔别的本事没有，就是办事靠谱，人送外号张靠谱。这是吴小阳在外面混够了，跑回家吃午饭，一进门就看见张老五和张经理也在。张老五看见吴小阳一下愣住了。五叔，吴小阳他现在知道当初来村里找他监视薛金花的人就是他嫂子的五叔了，所以他也跟着叫五叔。原来咱是一家人啊，我说为啥一见面就觉得你小子最靠谱。之前他到金碾子村的时候，之所以选吴小阳监视老柳家，是觉得这小子一看就长个机灵样，没想到转来转去竟然成了一家人了。你们2个人认识吗？张老五和吴小阳2个人对视一眼，都说道：见过。见过。柳春年没再理他们，一看俩人神秘兮兮的，就不像干好事的样子。四叔、五叔，咱们过去坐吧，一起吃饭。小杨去洗手。柳春年招呼着大家一起吃饭。张老五借着洗手的功夫，又和吴小阳走到旁边嘀咕着：小杨，这些日子你再继续盯着老柳家，要是听说他们卖房子或者有什么行动，马上告诉我。张老五说完，又要从兜里拿票子给吴小阳。五叔，这都咱自己家的事，我不能再要你的票子了。我之前是不知道，只是以为老柳家又不知死活的得罪什么人了，现在知道了，都是一家人。我要是再要票子，被哥嫂知道的话，估计我屁股又难保了。那行，等着五叔送你个好玩的，别人没有的。五叔，你客气啥？张老五这段时间他不能让柳国富和薛金花太消停了，他准备差不多1个星期的时间提醒一次。咋提醒？那肯定就是套麻袋呀。老柳家一家被这套麻袋的阴影搞得人心惶惶的。你俩老糊涂了是咋的？这事也能答应？上哪拿这个票子给他们？还真卖房子啊？你现在来能耐了，当初他们打上门的时候，你咋连屁都不敢放呢？柳国富看着他不出声了，白了他一眼。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窝囊废玩意儿？王小翠坐在那也满脸的不乐意，这公公婆婆答应给人家票子了，没票子咋办？肯定要压榨他们2口子。果不其然，薛金花看着王小翠，老大媳妇，你能不能回你娘家想想办法？王小翠赶紧低下头，她娘家不从她这要点就不错了，还能让她回去占便宜。薛金花一看更气了，真的是气死我，一个个都是没用的玩意儿。你有用吗？不照样让人家老太太岐山扒着，又让人要走一大笔票子，连屁也不敢放。薛金花感觉自己砸过麦铁也凑不出来这600块呀。她突然想到一个人，柳春妮。柳春妮自从嫁到老傅家之后很少回来，她都快把这个孙女忘了。老傅家有票子，拿出这600块完全不是事。老大媳妇，你去找春妮去，让她想办法管傅家要，借600块票子来。我可不去，我闺女在人家傅家也没啥地位，陈大花比猴都精，还能拿票子给我们吗？不看笑话就不错了。你到底去不去？你现在都长能耐了是吗？娘，我不去，去了也没用。你们一个个完蛋玩意儿，就都会在这埋怨，一个能称是的都没有。你们不去，我自己去。张桂凤今天真的是做了不少菜，什么鸡鸭鱼肉蛋全有了。柳春年看着张经理和张老五说道：四叔、五叔，我也不知道你们愿意吃什么，今天就随便做了点，等着你们下次来的时候提前告诉我一声喜欢吃什么，我再给你们做。张经理一听，这侄女是算准了他俩今天中午会过来呀，还是算准了老五脸皮厚？我这人不挑食，这些我都爱吃，下次不用整这么多。张老五他现在一直在心里埋怨4个当时带他们哥几个去冷面馆的时候不说实话，第一次见面肯定没给侄女留好印象。柳春年给2个人介绍着：四叔、五叔，这是李奶奶，这是我公公，这是我丈夫武明浩，这是我娘，你们也都见过了。之前张经理没少见这些人，都熟悉。张老五是第一次见。大娘，我是春年的五叔，我叫张正式。小五子，大娘今天也听说了，哎呀，可惜呀，这么热闹的事俺都没赶上。没事，大娘，下次再有这场面，我来接您看热闹去。大家一看，这是老不怕事的碰上小不怕事的了。张老五又给武大勇说道：大哥，我们以后就是亲家了，我们春年您就多照顾了。你放心，春年在我们武家就是当家做主的，连我这个当爹的都得听他的。这个儿媳妇没得挑，他满意的不得了，感觉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干的最让他顺心的事，就是给他找了一个好儿媳妇。三嫂，这些年我们老张家没找到您和三哥还有春年，是我们的错，啥也不说了，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三嫂即使现在改嫁了，也依然是他们的家人，
这点是不会变的。过去的事咱就不提了，以后咱们好好相处。行，三嫂，以后我就是您的亲弟弟，有事您就直说。柳春年在一旁看着张老五，这个五叔表面看着愣头青一个，但是这件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不小啊。四叔、五叔，经过今天，以后我们就都是亲人了。薛金花到了养鸡场，站在院门口朝里面张望着，等了好一会儿，看见柳春妮拎着篮子鸡蛋从里面走出来，后面还跟着傻富二代。他连忙走过去叫住柳春妮：春妮，你个死丫头，怎么那么晚才出门？我都在这里等你好久了。奶奶，你来干嘛？你去和你婆婆说，就说你娘家有事，要借600块票子，到时候还她。柳春妮看着他说的理直气壮的，直接说：我婆婆不会给我的，我每次卖鸡蛋都称好了斤数，回来票子差1分都不行，都要如数上交。偶尔给我点票子也是几富二代买零食吃，回来都必须要对上账，就怕我手里有票子贴补娘家，现在让我管婆婆借票子，那是根本想都不要想的事情。你个窝囊废玩意儿，你个小贱蹄子，嫁到老傅家这么长时间了，借600块票子都不行，柳家白养你了。你个老太婆，你是谁啊？敢上门来骂我媳妇？薛金花这些天受的气够多了，现在还被一个傻子在他面前指手画脚了，气得薛金花上前教训一下富二代，被柳春妮上前推开了，冲着富二代：二蛋，快跑！富二蛋朝养鸡场边走边扯着嗓子喊：娘娘，老太婆欺负我和我媳妇。陈大花在里面一听傻儿子喊自己，赶紧走了出来。听到他傻儿子说薛金花欺负他，他的傻儿子他都不舍得欺负一下，现在被薛金花欺负，他能忍了吗？你个老不死的，敢欺负我儿子，我都舍不得欺负我儿子一下，你既然敢欺负他，说吧，你来我这里干啥呢？是想借票子是吧？我告诉你1分没有，你趁早死了这份心吧，春妮。二蛋，把鸡蛋拎回去，今天不去卖了。不用问，他都知道薛金花是来借票子的，现在村里都传出来了，薛金花一家子到处借票子，他凭啥借他？和他关系很好。柳春妮赶紧拎着鸡蛋篮子和富二蛋跟在陈大花后面回了养鸡场。今天张家人把柳春年爹的事情都办好了，然后为柳春年准备的一个认亲。春年啊！张老太太叫了一声，以后就说不出话来了。奶奶，春年，桂香啊，以后这就是你们的家。娘，不管他现在改没改嫁，这一声娘还是应该叫的。桂香啊，我知道你的爹娘已经不在了，你说这要巧你也姓张，以后这就是你的娘家，你就拿我当你的亲娘，有啥事来找娘，娘给你做主。张老太太的意思就是，即使张桂凤改嫁了，也是张家人。春年啊，以后咱们见面的机会还多着呢，到时候慢慢了解我们张家，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张经理和柳春年说完，然后又对张老太太说道：娘，外面给春年准备的认亲宴已经摆好了，我们带春年娘俩出去吧。好，我们这就出去。第二天早上，柳春年去冷面店把事情安排好，然后就去找钱赛花取猪头和猪蹄子。那啥，春年，姐能问你一个问题不？柳春年第一次见到他这个表情，一时间有点适应不过来。花姐，有啥事啊？你就直说吧。春年啊，你相信那个叫啥来着？哦，一见钟情不？柳春年也看着他，相信吧，他叫武明浩不是就对他一见钟情了？但是他前世见过他好几回了，但是没钟情上。咋了，花姐？难道你遇到一见钟情的对象了吗？柳春年的口气里带着一丝调侃。钱赛花没离婚前，从来都是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和何海滨离婚了以后，既然也有小女人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些日子总想着他。我也不清楚这是怎么了，难道真的是一见钟情吗？谁呀？花姐，快和我聊聊咋回事。别说柳春年不八卦，是个女人都有一个八卦玲珑心。她很好奇是什么样的男人让钱赛花这个男人婆动了心。这事说来的有20来天了，那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回村子里看看爸妈，走路回去最多半个小时，结果我走进便道就被堵住了。是我的前小叔子何海伟领了2个混子，扬言要教训我一下，结果突然出现一个穿军装的男人，3下5除2帮我教训了何海伟3个人，还和我一起把那3个人送到派出所去了。赛花讲到这特别兴奋。哎呀妈呀，春年啊，你是不知道啊，那男人老带劲了，太爷们了。春年，你说我是不是变美了呀？柳春年看着钱赛花有点发春的样子，咽了下口水。花姐，你一直很美。我也觉得是，要不这英雄救美的是咋落我头上了？花姐，那你没问问人家是干啥的呀？家住哪呀？虽然钱赛花离过婚，但是如果是真爱的，这些都不重要。二婚的女人一样可以获得幸福。一提到这个，钱赛花有点郁闷了。哎，
他说家里有急事，先走了，让派出所的公安同志送我回家的。我出来的时候，他早就一竿子没影了。行了，花姐，有缘分，你们一定会再见面的。是你的，肯定跑不掉。也只能这样了。这些日子，白天没事的时候，我总在镇上转悠，也没再遇见。钱赛花有点失望，第一次对个男人有点动心，但是就特么没影了。但是柳春年和钱赛花万万想不到的是，钱赛花朝思暮想的这个人，竟然是柳春年二叔的儿子张志强。好了，花姐，我先不和你聊了，得回店里面忙，我一会还得回家一趟。柳春年说完话，转身离开了。柳春年在店里面忙完以后，回到村里，到了家门口，就看见柳国富和薛金花站在门口。不用问就知道，这两个人是筹不到票子来这里求他了。春年，奶奶给你道歉，那个票子我们给，就是能不能缓缓？春年，爷爷也给你道歉，行不行？再逼我们就得卖房子了，我们一家去哪住啊？柳春年看看面前的两个人，也不想搭理那么多。那就卖了吧。春年，你不能这么狠的心啊，你可怜可怜奶奶吧。我狠心吗？不见得吧。想当年你是怎么对我们的，对于你们当年对我们一家人的所作所为比起来，我这点狠都不算啥。你们要是没啥事，就赶紧滚蛋。柳春年说完就进屋了。薛金花不死心的看着，走吧。我就说这丫头心狠，肯定不能答应，你还非要来，这下该死心了吧？这可咋整啊？还有1个星期就到日子了，咱们难道真要卖房子啊？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们先回去吧。薛金花和柳国富在柳春年这里讨不到好，只能回家想办法去了。薛金花和柳国富像回到家，王小翠连看也不看他们一眼。现在对于这对公婆，他已经没有了之前恭敬和害怕的心，他在心里盘算着今后的出路呢。万一这房子要是真没了他们一家该怎么办？刘永福坐在炕沿边，眉头紧锁着，对进来的爹娘也是代理不理的，头也不抬。薛金花看着他的样子，顿时感觉心里拔凉拔凉的。老大呀，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当初我为啥要抱养老二，还不是为了你？可是你看看你现在都到这份上了，一点不知道帮着我们分忧。这要是老二还在的话，他早就给我们想办法了。薛金花说不下去了，这要是老二看他发愁，肯定第一个出去想办法。现在他掏心掏肺的为了这个大儿子，结果养出了一个啥？老大两口子都是没良心的。等着张老五来要票子的时候，这房子就给他吧。我和你娘这么大岁数了，在哪住都一样。爹，如果张老五过几天上门来了，那咱这屋里的东西不能给他们。柳国富突然觉得一切都是报应。当初他知道张家人到处找他，想要把孩子追回去，但是他就鬼迷心窍的不让人家知道。现在这个大儿子根本靠不住，家里出事了啥也指不上。等着1个月的期限一到，张老五来到了老柳家。结果来了以后一进门，就看见老柳家连行李都打包好了，好像都在闹着。这票子我们拿不出来了，这房子我们也不要了，要办什么手续，到时候我们随时配合。张老五看着柳家一家老小，眨了半天眼睛，这么顺利咋觉得那么不真实呢？难道你们连反抗一下都没有？柳国富和薛金花嘴上不敢回答，心里都在骂着张老五，我们反抗有用吗？这房子要是给了柳春年，你是不是就放过我们了？不会再来套我们吧？那要看你们的表现，要是敢再起什么幺蛾子，那我就不敢保证了。不会不会。现在薛金花特别后悔，他们早就不起幺蛾子了，但是也不知道咋地就走到这一步了。你之前说的话还算话吧？不会再套麻袋了吧？我张老五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那就好。要说柳国富和薛金花可怜吗？确实可怜，但是就像老话说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要想起柳国富和薛金花之前的嘴脸，就一点不觉得可怜了。走，五叔，回店里吃面去。两个人回到店里，看着张志强和张志忠还规矩的坐在那里等着他们回来，都没好意思动筷子。你们怎么不吃啊？二妹，我们等着你们一起。来，大侄女一起坐下来吃吧。柳春年也没客气，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吃。柳春年几个人正聊得高兴，门外一道魔性的声音响起：春年，给我来半斤冷面。半斤。钱赛花的大嗓门一边喊着，一边往店里大步走着。柳春年连忙站起身招呼着：花姐，来。他还没说完话，钱赛花往这边看了一眼，突然转身就跑到门外去了。还没等春年反应过来，钱赛花又进来了。一进门那款款的小法，让柳春年咋看咋别扭。春年，有客人呢？哦，都是我奶奶家的人。花姐来这边坐。你刚才说要吃什么来着？半斤冷面。3两，3两就够了。3两吗？柳春年怎么觉得自己眼睛不好使了，耳朵也出问题了吗？3两够吗？那你今天想多吃点猪头肉？不，就3两冷面就够了，我胃口很小的。说谁胃口小他都信，就钱赛花他不信。而且钱赛花平时都是有话就说，从来都不带拐弯的。
今天怎么和什么玩意儿附体了一样？春年啊，那边都是你的亲戚啊。对呀，我没和你说过吗？我找到我亲奶奶了。那个是谁啊？哪个呀？他的声音不小，张志强抬头往这边看了一眼，看见钱赛花也愣了一下。是你啊，好巧呢。好巧。你们认识吗？他就是我和你说的那个帮我打跑坏人的军人。你是当兵的吗？我是，不过这次回来已经办好手续，转业到地方了。明白了。那天还想谢谢你呢，但是不知道你的名字，家住哪里。应该的，不用谢，我也是家里有事着急回去。柳春年就见过张志强2次，而且张志强2次都是穿便装，所以根本不知道他当过兵。那就是说，钱赛花口中一见钟情的男人就是张志强了。那就是说，你那天回家晚，不是部队有事，是他有事吗？也是部队有事耽搁了。来，大妹子，不是那个姑娘你做，都不是外人，咱一起吃。柳春年这会儿终于明白钱赛花为啥进来又出去了，感情是看见心上人了，觉得自己刚才进来的方式不对，所以重新来一遍。柳春年给2个人介绍着，这是我大哥张志强，这是我很好的一个姐姐，叫钱赛花。志强哥，你结婚了没？没结，28了，连对象都没有呢。现在家里正准备给他相对象呢，整天在部队和一帮糙老爷们在一起，上哪找对象去？张老五突然看着钱赛花问道：“姑娘，你有对象了没？”没有。说完又和柳春年对了一下眼神。柳春年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这张志强是小伙，他是个离婚的，而且还比他大了2岁。要是张志强真的在乎这些，这个人也就不值得惦记了。姑娘，你是镇上的还是哪个村的？小塘村的。小塘村的老钱家，养猪那个吗？糟了，想当年我老钱家是十里八村第一个富起来的人家，当时家里为了给我招了上门女婿，流水席就办了3天，而我离婚时也闹得满城风雨，这一幕幕让人想忽视都忽视不了。张老五也一下沉默了。小塘村的老钱家谁不知道，这姑娘是离婚的，我就做不了主了，看来得回去问问家里的意思才行。张老五其实没有嫌弃钱赛花的意思，但是张老五这一步出声琢磨时，钱赛花的心里就开始胡思乱想了。不好意思，我摊子上还有事，我先回去了。春年啊，我走了。花姐，我送你。柳春年送钱赛花出来后，怕钱赛花胡思乱想，对着钱赛花安慰道：“花姐，你要相信自己，离了婚的女人一样可以有幸福，一样可以嫁个好男人。”春年啊，这事容我再想想吧，我先回去了。好，花姐，你先回去，过2天我去找你。柳春年看着钱赛花风风火火的走远了，才回到店里。柳春年送走了钱赛花以后，回到了店内。五叔，钱赛花她是个非常好的女人。张老五一下明白柳春年话里的意思，连忙说道：“大侄女，五叔可没有看不起她的意思啊。”我明白，五叔，我只是说一下。张志强被他们说的话搞得有点迷糊，特别是五叔刚才看他那眼，有点深意。五叔，你们在说什么啊？哥，刚才那个女的是小塘村老钱家的闺女，她离过婚。离过婚怎么了？张志忠他都看出来五叔是有意撮合2个人，自己这个傻哥哥还没明白咋回事，真的是个榆木脑袋。大家快点吃吧，有啥事吃完回去说。柳春年一会还得等着张老五他们走了以后，还要去看服装店的情况如何了。今天早上柳春年安排好服装店的事以后，和武明浩一起去钱赛花那取猪蹄。来了，春年。钱赛花这会儿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柳春年觉得舒服多了，还是这样的花姐看着顺眼。花姐，你咋想的呢？柳春年他想知道钱赛花对张志强的想法，钱赛花也知道柳春年问的是啥事。让我再想想，我还是那句话，我承认自己对张志强有好感，但是经过昨天的事，我逐渐冷静下来。这有好感要看相互的，到时候再是我剃头挑子一头热就没意思了。再喜欢也没用，我不喜欢死缠烂打。要是张志强也喜欢我，那我就有勇气冲一冲。毕竟我是离过1次婚的女人了，第2次婚姻不能冲动了。行，花姐，有啥事你和我说。张志强住在马尾村，去了一打听村东头的老张家，都知道。柳春年觉得感情的事是难帮忙的，毕竟要两情相悦，如果郎有情妾有意，当个助攻还是可以的。媳妇，我早上给你买的礼物，你晚上回去的时候打开看看，看你喜不喜欢。只要是你买的，我都喜欢。钱赛花看着人家2口子甜甜蜜蜜的，钱赛花觉得自己又酸了。娘的，喜不喜欢的，我都觉得自己得试试，要不然还没事就怂了，不是我钱赛花的风格。柳春年不知道自己和自家男人的互动，又在无形中刺激了一下钱赛花同志。柳春年和武明浩一起去了曾经的老柳家，现在这里已经是他的了。院子里空荡荡的，连根鸡毛也不剩，屋子的门也敞开着，能搬走的全都搬走了。媳妇，
这里你打算怎么处理？先这么放着吧，有人要的话就卖了。有邻居看见他们两个人在院子里面，连忙走了过来。哎呀，春年你来了啊，你听说了没？你奶奶他们，呸呸，那个老柳家现在都搬到之前知青点那里了。哎呦呦，你不知道那房子有多破啊！也是村长可怜他们，给整了个落脚的地方。现在刘永福和薛金花他们据说闹分家呢。柳春年听到邻居说薛金花的近况，也没说话。至于刘永福闹分家，那也很正常。现在这老两口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没什么用了，除了累赘，一点忙也帮不上忙。反正就是狗咬狗一嘴毛。钱赛花刚刚拉完货，刚刚停下来休息一下，就听见一个清冷的男人声音响起：“同志，我们是兽医站的，过来发一下文件。”钱赛花一听到这个声音，立刻把身子转过去，背对着说话的方向，心里骂了一句：“怎么就他妈那么巧啊？”同志，好巧啊！张志强看着面前的人愣了一下：“呵呵，是你啊，这个是上面新发下来的文件，你看一下。这个是刚颁发不久的条例细则，现在镇兽医站接到通知，有些条例内容要严格执行，现在由我这边负责，希望你能配合。”没问题，我一定会全力配合的。谢谢配合，那个我在兽医站等着你，那我就先走了。好的。钱赛花看着张志强离去的背影，心里想着这是啥缘分，怎么那么容易就碰见了。老郭家，吴有善正在和小梅说收购山货的事。有善，你说那个香蕉老板找你，到底啥事呀？哦，对了，他想要收购黑木耳和蘑菇，已经给我汇了票子，这些日子正好是秋耳下来的时候，我打算召集村里的人上山采蘑菇和木耳，到时候晒干了咱收购再卖给他。可以呀，这会儿正好还没到收小麦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农闲，可以找村长在大喇叭里广播一下。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一会去找村长商量一下。张志强刚刚离开不久，柳春年就过来钱赛花这里了。花姐，我要的货给我备好了没有？这回完全没脸了。你说，如果你男人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在揍人，第二次见你的时候在卖猪拉货，还会喜欢你不？咋了？又发什么感慨呢？什么第一次、第二次的？钱赛花把刚才的事讲了一遍。柳春年听他一说，才知道原来张志强转业回来以后安排到镇兽医站上班了。这镇兽医站可是事业单位呢，在镇上可是个好工作。没事，花姐，你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不是还挺美的吗？还特意重新出场了一次吗？春年，可快拉倒吧，美啥呀？算了，人家有着大好前程的小伙一个，我一个离了婚的老娘们也别霍霍人家了。花姐，看开点，一个人要是真心喜欢你，不会在乎这些的，你总要以真面目见人的，用不着伪装自己。以后你和他的见面机会会越来越多的，这就是缘分。你看看你家养猪，他简易，多完美的组合。这人呢，要是喜欢你，你啥样他都喜欢。比如说，你大大咧咧的，他会觉得你可爱无心机；看不上你的话，你要是大咧咧的，就是缺心眼，就是彪呼呼的。春年，听到你这样说，我就不纠结了，顺其自然吧。好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哦，对了，你明天帮我多留点猪头肉，这2天店里猪头肉都不够卖。好的，明天我给你多留点，你再过来拿。柳春年交代好钱赛花后，提着货匆匆忙忙回家了。吴有善觉得现在大舅哥家又开展了新的赚票子思路了，他也不能落人后，正好之前那个香蕉老板联系他了，这也是个赚票子的买卖。反正向阳镇下面的山多着呢，木耳和蘑菇漫山遍野的到处都是。吴有善匆匆忙忙往村长家方向走去。吴有善一进了村长家，就嚷嚷开：“叔，我来找你，商量事吧。说吧，啥事？”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吴有善和武明浩他们两口子都是一伙的，开场白100年不带变的。哎呀，叔，您真是料事如神啊！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吴有善先来个彩虹屁，夸夸村长。别拍马屁，你就说来找我啥事吧。我要收购山木耳和蘑菇，要干的，已经干的8毛票子，你帮着在大喇叭里广播一下吧。这是好事啊，吴家小子当真？必须当真。那我们赶紧走吧，我现在带你去村委会，在大喇叭里替你广播一下。村长说完，就带着吴有善去村委会去了。昨天村长在大喇叭一广播，第二天一早，金碾子村的闲散人员齐齐的上山去采摘蘑菇和木耳。吴小阳早上拎着一个篮子准备往外走，柳春年叫着他：“小杨，你干啥去？”“嫂子，我去采菌子。”“你分得清哪些蘑菇能吃，哪些不能吃吗？”“那必须的，我5岁就跟着我姐上山去采蘑菇了。”“行，你多采点回来，晚上嫂子给你做小鸡炖蘑菇。”吴小阳一听有好吃的，一下就乐了。“好嘞，嫂子，我现在就去。”这个时候，武大勇和李奶奶一人背着一个筐子从屋里走出来。武明浩看看他们：“奶奶，爹，你俩干啥去？”“我们也去采点山菌子。”武大勇想着自己姑爷要干点事，他得支持一下。
我也跟着去凑个热闹。现在家里也不种地，2个人在家闲得快长毛了。行，奶奶、爹，你们注意点安全，别往大山里面走。村里的老人都闲不住，你要不让他们干点活，能闲出病来。春年，我今天去下青儿。武明浩觉得现在吴有善搅和的漫山遍野的都是人，他也不能去凑热闹，等着这些人不上山了他再去。说不定这群人东翻翻西铲铲的，还能让他省点劲也说不定。钱太后一旦考中于没想到一瞬间冷身。我不知道都该咋检疫，这几只是我家今天带到滨市场来卖的，家里还有100多头。先检查这几头吧，剩下的等着我带着人去你家检查，有问题可以及早发现。旁边的一个老张头走过来，老钱家的猪都定期找咱兽医站的大夫去检查，他家的猪一般都没啥问题，很少得病。我爹原来就是大队上养猪的，一些小毛病他都懂。之前钱赛花的爹一直就负责在大队上养猪，基本的检疫自己都懂，家里的猪有问题都会第一个发现，所以在镇上大家都知道买老钱家的猪是最放心的。检查完以后，张志强没想到这老钱家做事还挺认真，养了这么多头猪都没有偷奸耍滑，该做的检查一样不落。都检查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你再来找我。钱赛花拎了水果放到桌子上，这些是我请大家吃的。其实他是想单独给张志强作为答谢，但是这么多人，他经常来兽医站都认识，也不好只给他一个人。这个我们不能要，你拿回去吧。就是顺路买的，没啥意思。我先回去了。钱赛花话说完，急急忙忙走了。这老钱家仁义，每次我们上门检查的时候都会给送来点吃的。不过我看那老钱家的丫头，好像看你的眼神不一样啊。你们之前认识啊？老张头调侃的语气让张志强有点不好意思。见过2、3次。那丫头说话唠嗑可爽快了。老钱家就这么一个闺女，从小当儿子养着，一个姑娘家婆10点也没啥不好的，不受欺负，就是可惜还是离婚了。要是没嫁过人，你俩还挺合适。老张头一边说着一边摇着头。张志强不好意思的挠挠头，这咋还越扯越远了？合不合适都扯上了。他突然想起来，好像之前吃饭那次也是说他离婚的。叔他为啥离婚啊？具体啥事不是很清楚，就知道当初他是扛着他家那个男人去的派出所。你刚回来不知道，当时闹得老大了，镇上人都知道。张志强咽了口唾沫，扛着男人去的派出所，究竟是那男人太面瓜了，还是这个女人太虎了？老钱家之前招的是上门女婿，那小子看着就不地道，长得油头粉面的，一看就不像个稳当人，肯定是干啥违法的事被老钱家丫头发现了。老钱家别看有票子，但是人那票子挣得干净着呢，肯定容不下这作奸犯科的人，不离婚还留着他。老张头叨叨着。张志强看着桌子上的东西有些出神，脑子不禁浮现出第一次见到钱赛花的情景，一个女人家彪悍地抓着一个大男人的脖领子抡起来摔，这也是个奇女子啊。钱赛花忙完以后就去柳春年冷面店里吃东西了，谁知道张志强和老张头中午也过来一起吃饭，结果柳春年还不嫌事大的招呼着张志强，大哥，这会儿人多，你们过来拼个桌吧。老张头看了眼旁边的空桌，又看看钱赛花，对，一会肯定要上人的，咱能省个桌就省一个。今天还是3两吗？说完他想扇自己一个嘴巴，其实他想说的不是这句，他想说好巧之类的，但是他的脑子里一直是那次钱赛花要3两冷面的场景。钱赛花怎么都觉得这男人在笑话他，闷声说了句半斤。不多，我还看见有吃1斤的姑娘。柳春年在旁边一听，这大堂哥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要不是知道俩人之前不认识，他都觉得他在内涵花姐。那个大哥，你们吃啥？我要1斤冷面，再来个青菜。叔你吃啥？给我来半斤冷面就行。我这年岁大了，想当初别说1斤面，2斤面我也能造进去。大哥，那你们先坐着，我去后厨忙去。老张头觉得气氛有点紧张，看着钱赛花问道：丫头，你家的猪之前什么时候体检的来着？上个月，过几天又差不多该体检了，等着我去找您。钱赛花家的猪都是每月请兽医站的人定期去体检，毕竟那么多的猪，有问题早发现，要不然损失严重。行，下次我和志强一起去。老张头看看钱赛花，又看看张志强。可惜这老钱家丫头了，要不是因为他离过婚，我咋地也得给俩人撮合一下。这个张志强家里条件不错，又是转业回来的，长得也不错，找对象肯定挑的，要不然也不能这么大岁数没结婚。我的冷面还没有上，你刚刚要是没吃饱，一会我的冷面上了，我再给你拨点。不用了，我都吃饱了，我摊子上还有事先走了。钱赛花本来就属于吃饱了还能再吃点的那种，他之所以赶快吃完走，就怕一会儿看他们吃的时候自己嘴馋，
结果张志强还来了这么一句，他现在怎么觉得这男人一点也不可爱了呢？接上集，钱赛花走了以后，你以后见了人家姑娘会不会说点别的吗？我说什么了？怎么总往吃的上面说？这老钱家丫头原来长得胖，老能吃了，人家现在瘦了，你这老说吃的事，他不得以为你在笑话他。我真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没别的话说了。张志强抬头看看走过来柳春年，二妹，你和那个钱赛花同志说，我真的没别的意思。活该你单身。张志强被他说的一脸懵。你这个二妹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了。小子，你要是还想找对象，好好学学怎么和姑娘说话。张志强觉得自己刚刚可能说错了话了，为了表达对钱赛花的歉意，他想好了，他决定约钱赛花出来谈一谈。晚上吃过饭，张桂凤来找柳春年，把这些日子自己编的编织品拿过来。春年，你看看娘编的咋样？人家能看上眼不？娘，好看，等着让你姑爷拿去给那个湘江商人看看。柳春年觉得娘在编织品的设计上面很有自己的想法，这些编织品不比后世的那些艺术品差哪去，唯一的就是材料上没那么丰富而已。我这些日子就研究出这几样，头回编这种的，到时候我再多研究点样式。行，娘，您多研究点好看的样式，到时候肯定不愁销路。好，那娘回去多研究一下哪些好看的款式，等着我编织好了几样，我再拿来让你看看。娘，不着急，你可以多看看我四叔给的哪些编织品的款式，多看看就知道了。好的，春年，那娘就先回去了。好的，娘，你有空多来我这里坐坐。张桂凤和柳春年交代好编织品的事情，也就回去了。3天后，商店门口，张志强约了钱赛花今天在这里见面。钱赛花早早就来到了这里等张志强了，等了好一会，张志强也到了。你来了？等很久了。我买的6点半的电影票还有2个小时，要不我们先去吃个饭？不急，我离过婚，你知道吧？张志强有些怔愣，不知道他为什么提起这个事，但还是诚实的点点头。我知道。说完，小心的看了他一眼。这个其实没什么的。钱赛花抬头审视的眼光看了看他，看他回答的很认真，不像是说假话。张志强一看钱赛花不说话，以为自己回答的没让他满意，连忙说：我不介意。你不介意什么？不介意你离过婚，是那个男人不知道珍惜。张志强说完更加不好意思了，用手挠挠头，又接着说：你其实真的很好，真的。张志强之前和派出所的朋友了解了一下钱赛花送自己前夫进去的原因，这些日子的接触让他觉得这个女人及她的家人都很正直，做事坦坦荡荡的。他发现钱赛花其实这个人很简单，品行也很端正，反正就挺好的。你真觉得我很好吗？很好。那你愿意和我处对象不？钱赛花很干脆，反正他脸皮厚，也烦磨磨唧唧的。俩人也算认识有一段时间了，觉得行就处处看，不行就拉倒。张志强没想到他这么直接，他哪见过这么直接的女人，但是也没犹豫的。愿意。我离过婚，你家里人能接受不？我会和家里人说的，他们都很开通的，一定会接受你的。哎呀妈呀，我刚才怎么好像逼着人家处对象一样？要是人家一口拒绝了，我自己的脸就真掉地上了。但是我这人受不了磨叽，脾气急，行就嘎嘣脆的。那我们去吃饭吧。好的。其实昨天张志强说一起看电影的时候，他真的特别开心。对张志强他确实挺喜欢的，从他第一次出现帮着他打跑那3个人开始，就觉得挺心动的。阳刚又正气，让他觉得心里踏实。今天武明浩和柳春年在回去路上，武明浩突然站住，眼睛不停地瞄着一个方向看。明浩，你在看啥呢？柳春年朝着他的视线也看过去，就看见一群人在聊天，也没看见个熟人。没看啥，我们回家吧，回家再说。武明浩其实在对面人群中看到了他的继母贾翠花，只是没和柳春年说出来，他得赶紧回家告诉他爹。武明浩一回到家就找他爹。爹，我今天好像看到贾翠花了。你说什么？你说你看到贾翠花了吗？开始看着像，变化很大，不是很确定。后面我又多看了一眼，应该就是贾翠花了，错不了。那我现在赶紧去找村长开离婚介绍信。武大勇说完就转身出了门。贾翠花是吴小阳的亲娘，也就是武明浩继母，悄无声息离开武家好多年了，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看到武明浩家条件好了，就想偷摸回来了。中午的时候，钱赛花和张志强一起来吃饭。在前2天2个人相约去看电影之后，柳春年就没见过钱赛花，去拿猪头的时候都是伙计在。2个人今天能一起来，看来是有门呢。大哥，花姐，你们来了，吃点什么？来半斤五花肉，砂锅冷面再来1斤，你想吃啥面？你说啥好吃，我听你的。那就来1斤和我一样的。
再来个大份的猪杂拼盘。你要是不够吃就再点个菜，不用收着。一会儿不够再要。其实我也不是每顿都吃那么多的，那天是意外。柳春年厚脸皮来回看着两个人，张志强被看得不好意思，挠挠头。二妹，我和赛花在处对象呢。哦，这以后就是我大堂嫂呗。钱赛花故作矜持地正了正身子，说道：春年，我们还没结婚呢，别乱叫。钱赛花嘴上这么说，心里已经乐开花了。而张志强对钱赛花这种爽朗的性格很喜欢，他在部队和那些老爷们打交道习惯了，要是真让他找个娇滴滴的没事哄一哄的姑娘，他可能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明天我会带赛花去见家里人。这么快吗？柳春年有些惊讶地看着两个人，从看电影那天到现在才过去2天吧，这么快见家长？我认识赛花也有一段时间了，既然确定关系了，我想还是尽早让家里人知道的好。我不想藏着掖着的，今晚我就会和家里人摊牌，要不然他们还得给我张罗介绍对象。明天去见张家人，后天去我家见我爹。你俩会不会有点快？这也太时髦了吧，要闪婚的节奏啊。其实对于钱赛花和张志强两个人来说，不觉得特别快，俩人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也有2个月的时间了。张志强觉得像部队的那些战友回家一趟，见了一面就领证的来说，他这时间已经很长了。张志强下班回到家，先和自己爹娘摊牌。爹娘，我有对象了。杨青一愣，自己找了村上的媒婆给大儿子说亲，结果这小子总说刚上班不着急，一直推脱着，这怎么突然就告诉自己有对象呢？是哪家的闺女？是小塘村老钱家的闺女。小塘村老钱家吗？哪个老钱家？小塘村姓钱的可不多，不会是他想的那个老钱家吧？哎呀，就是那个养猪专业户老钱家啊。那老钱家的闺女可是嫁过人的，当年老钱家给闺女办的婚礼动静可不小，这附近村子跑去喝喜酒的人有不少呢。张志强爹也听说老钱家的闺女嫁人了，但是其他的就不了解了。对，她嫁过人，但是现在离婚了。你咋能找个离婚的啊？咱这10里8村的大姑娘随你挑，想要啥样的找不到啊。杨青有点着急，虽说儿子年纪不小了，但是条件好啊，在镇上吃着公粮，长得也精神，想说啥样的姑娘都能说上了。娘，我知道您想说啥，但是我和他已经确定恋爱关系了，我不能耍流氓。啥耍流氓吗？你把人家咋了？没咋地，伟人说了，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就是耍流氓。张志强爹气得白了他一眼，说想结婚就说结婚的事，把伟人搬出来干啥？志强啊，那个老钱家的闺女我可是听说。他的话还没说完，张志强说道：娘，我知道您要说什么，她是个很好的女人，您了解了以后就知道了。当初你们不是还说三婶和二妹在金碾子村受委屈了，村里人说话难听，为什么到了老钱家的事上，你们又要听人家怎么说呢？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28了，你们也了解我，不是做事冲动的人，我要找的是一个谈得来的，自己喜欢的女人过日子，不是找个媳妇给人家看，给人家议论的。我就觉得老钱家闺女挺好的，我也不介意她结过婚。张志强爹皱着眉头叹着气，自己这个大儿子一向听话，但是听话不等于没有主意。杨青突然想起来什么，抬头看着张志强：那你要娶老钱家的闺女，不是也要去做上门女婿？老钱家可就这么一个闺女，家里又有票子，之前招的可就是上门女婿啊。你要是做了上门女婿以后，让张家可怎么抬头？赛花说了，她愿意嫁到张家来，不用我上门。你决定了要娶老钱家的闺女吗？你们应该刚认识不长时间吧？对，谈对象就是为了结婚，我肯定要娶她。您和娘不是也只见了1次面就结婚了，这不也过了一辈子了？张志强的话让他爹无言以对，那时候能和现在一样吗？现在不是讲究自由恋爱吗？我和你娘的意思是你可以不用着急，那个多学学城里人自由恋爱啥的。爹，我这就是自由恋爱，您二老要是没啥意见，我就去和爷奶说一下。要是我和你爹不同意呢？你们不会不同意的，因为你们是通理的爹娘，你们也希望我今后的日子过得好。啊呸！我怎么觉得我这个大儿子怎么现在学的这么油滑呢？给我老两口戴个高帽子，通理的爹娘，要是不同意就是不通理，不希望他过好日子。你去和你爷奶说说看吧。希望自己的老爹老娘能说服这个大儿子。张志强走了以后，张老二看着杨青：孩子娘，你刚才为啥不坚持？我为啥要坚持？到时候老大该和我生分了，本来这一走10年就难得回来，好不容易回来了，我哪能不顺着他？要坚持你坚持吧。杨青其实不满意自己大儿子娶个2婚的，但是自己儿子喜欢，凭啥让他唱黑脸？到时候儿媳妇进门了，知道这事肯定也不高兴。张正和心里也想坚持，但是他也不想和儿子说。张志强没一会儿就回来了。
爷，奶说了，你们没意见，他们就没意见。我们有意见，你听不？听啊，除了不让我娶老钱家闺女这个事以外，其他的都听。那我没意见了，臭小子，你把话都说完了，我还有个屁意见？反正以后日子是你自己过的，好不好你自己受着。我就说您二老是最通理的爹娘嘛，那我明天就把赛花给你们带来，让你们看看，你们一定会喜欢她的。明天就过来吗？哎呀，你怎么不早说？这我得准备点啥啊？你让他后天来吧，咱家得好好收拾一下啊。还有啊，那老钱家闺女喜欢吃啥？娘没事，你整啥都行，赛花不挑食，可好养活了。那人家第一次上门也不能太随便了啊，我得和爹娘商量一下，人家闺女第一次来，到时候不能失礼了，让人家觉得老张家人做事小家子气。这回你高兴了，谢谢爹。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决定了就别后悔，咱老张家可没有离婚的先例，日子过得好坏都是自己选的。我知道了，爹，您放心，赛花是个好女人，你们见了会喜欢她的。张志强之前去老钱家给猪检查的时候，接触了一下钱赛花的爹娘，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再通过和钱赛花这几次的接触，做事认真不做作，反正他是挺喜欢的。武明浩二婶李彩莲走到武明浩家门口，突然看见一个女人在屋家院外探头探脑的。你是谁？在这干啥？那个女人吓得一缩脖子，转过头，两人一对视。贾翠花吗？你个不要脸的还敢回来！李彩莲，你要干啥？告诉你，我是你大伯嫂。你还有脸说是大伯嫂吗？贾翠花，我和你说过吧，你要么好好过日子，要跑就跑远点，别回来。要敢回来，我就见你一次打你一次。李彩莲，我是武大勇的媳妇，是你嫂子，我还是小杨的亲娘。你出去跑马疯子的时候，怎么没想着家里还有男人和孩子呢？你装啥好人？我家的事要你管了。你家的事我还少管了。当初你跑了，一家老小的棉衣不是我帮着做的，那地不是我儿和我男人种的。李彩莲，你什么德行我还不知道，抠的墙皮都能掉2层，要不是给了你好处，你能帮着干这些？我那也是我应该得的，我又从来没虐过俩孩子，我不像你黑了心肝的娘们，把自己男人和孩子就丢那跑了。柳春年刚到冷面馆没多久，就看到钱赛花匆匆忙忙走进来。春年，我来了。花姐，你是不是又胖了？这还不是都怪你大哥，总告诉我吃的时候不用收着。花姐，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好身材是自己的，咱该瘦还得瘦。对，听你的，明天还得收着点，要不然现在说的好听，以后指不定咋嫌弃呢。就像何海滨那个王八羔子一样，当初说的好听，要想日子富，娶个胖媳妇，结果转脸就说他胖的像猪。春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要结婚了。真的吗？他家咋说的呀？那么快就答应你们结婚了？之前钱赛花去张家是个什么情况，他一直没问过，现在看来应该是相见愉快，不然也不能到了要结婚的这一步。他家人都很热情，没人说啥，但是我知道肯定有心里觉得我配不上张志强的。他说了，等着结了婚，我们就在镇上住，1个星期回去住个2天。花姐，你们结婚的日子定哪一天了？下个月9号，阴历9月27。花姐，你这个结婚日子我可能到不了，我预产期是下个月3号，你结婚的日子我可能在坐月子呢，到时候我叫明浩代替我过去。记着，咱虽然是2婚，但是宁可不嫁，也不能将就。那必须的，我钱赛花从来就不是愿意委屈自己的人。春年，我结婚的日子你不能到场，我觉得少了点啥。这个时候就有人急急忙忙走了进来，喊道：明浩媳妇，赶紧回去看看吧，你二婶在你家门口和人吵起来了。咋回事？我也不知道，你快去看看吧，你家明浩的也过去了。柳春年赶紧往家赶，他搞不明白这二婶不是在家帮他弄编织品吗？怎么跑去吵架了？柳春年快到家门口的时候，看见武明浩也过来了，两口子快走2步的。四周已经围了不少人。武明浩看见贾翠花正在嚎叫着：我为了这个家出去打工赚票子，现在想我男人和儿子了，想回家看看，这个李彩莲就把我拦在门口揍一顿。你们说说他安的什么心，不让我见我男人和儿子？我呸！贾翠花，你别给自己抹粉了，还出去打工赚票子，你赚的票子呢？我的票子都被人偷了。大家都知道当年他丢下武大勇和2岁的小杨跑了的事，这么时间没见影，看见武家发家了又跑回来，武大勇也走进来，他也是被别人叫回来的。一听说弟妹在他家门口和一个女的打起来了，他就猜到可能是贾翠花回来了。你回来了，正好咱俩去镇上把婚离了。孩子爹，你可算来了，你看看我都被人欺负成啥样了，你这个弟妹把我打的都见不了人了。别说没用的，赶紧跟我去镇上离婚。孩子爹，你不能这么做啊，我不想去。
他今天说什么也不能离这个婚。武家现在这么有票子，武大勇的腿又好了，想当初他对自己还是挺好的，要不是当年他断了腿，武明浩又进去，他能跑吗？大家都散了，这是武家的家事，都不要在这围着看了。村长把所有人都赶走，然后看了看贾翠花。贾翠花，你说说你，一走这么多年抛夫弃子，换成谁家也容不下你。贾翠花心息，自然是不敢回村长说的那些话。他看了看武大勇，说道：“孩子爹，你听我说，就算你们不喜欢我，也得替小杨想想吧。他还那么小，不能没有娘。”贾翠花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一个声音打断：“我没有娘，我是我姐养大的。”吴小阳突然从人群里走了进来，瞪着2只眼睛看着他。小杨，你是小杨吗？我是娘啊，快让娘看看你。我没有娘，你不是我娘。吴小梅也赶了过来，听说贾翠花回来了，也赶紧跑回来。一看见这个女人，她就恨得慌，想起她当初对自己和小杨的打骂。你还回来干什么？小杨有你这个娘，还不如没有。哎呦，你太不像话了，继母也是娘，你怎么能打我？村长，你得为我做主。村长直接把脸别过去，吴小梅气的就要冲过去，吴友善赶紧叫住他：“媳妇不能生气，千万不能生气。走，去镇上。”我不走，只要我不愿意离，谁也不能逼着我离婚。贾翠花这会儿铁了心不离，他已经问过了，只要他死活不离，镇上的民政处是没办法给办离婚证的。谁说你不愿意离就不能离的？说完转回头看向武大勇：“爹，我们拉着他去县里起诉离婚，像他这种一跑好几年抛夫弃子这种事都能干出来。这种情况即使他不愿意，只要我们起诉离婚，最后一样会判离婚的。”你是谁？你少糊弄我。我是武明浩的媳妇，走，我们一起去县里，胡没糊弄你，到了县里就知道了。我不去。小杨，我是你娘啊，你可不能让娘和你爹离婚啊。吴小阳把脸别过去，看也不看他一眼。你说吧，你是想直接去离，还是你非要闹到县里？你这样耗着没有用。这个女人她第一次见，知道是武明浩的继母，但是也没什么好印象，都跑了还回来干啥？我离还不行吗？我不去县里。爹，介绍信、结婚证这些，还有离婚协议都带了吗？都在身上装着呢。武大勇昨天去开介绍信的时候，就和村长打听清楚了。他有种预感，儿子没看错，这娘们一定是回来了。昨晚回去就把东西都准备好了。爹，离婚协议现在就拿出来，让他签了。到了民政处再签字，这女人还不定起什么幺蛾子呢。武大勇把离婚协议拿出来，贾翠花不认识多少字，村长帮着给念了一下。不行，我不同意你们写的这些协议。不管咋说，我也给武家生了一个儿子，难道一点票子都不能分给我吗？贾翠花回来也是因为听说武家有票子了，一点好处没捞着，她怎么能甘心？看来你还是没想清楚，原来回来是想要票子啊，你就不怕我送你去蹲巴黎子吧？贾翠花听到柳春年说，她心里还是慌的，最后还是不能蹲巴黎子的心里占了上风，一旦进去就什么都完了。现在她只能先签了。武明浩二叔家，武二叔看着李彩莲脸上被挠的，看着哭笑不得。杵那干啥？等着我给你上药啊！李彩莲眨着眼睛看着武大志，他本来还等着暴风雨的洗礼呢，结果孩子爹说的啥意思？瞪俩眼睛瞅啥呢？孩子爹，你没生气啊？平时咋咋呼呼的，不是挺能耐的，咋还让人给挠了？李彩莲这回听明白了，哎妈呀，孩子爹这是关心自己呢。我这不是一个没留神吗？那贾翠花原来就不是我对手，这回也没讨到便宜。行了，别絮叨了，赶快抹抹你那脸吧，本来长得就难看，再落了疤更没法看了。武大志满脸嫌弃的看了他一眼，李彩莲觉得自己就黑点老点，好像也没那么难看吧。武大勇和儿媳妇把贾翠花的事情办完了以后，回到了家。明浩，春年，李奶奶说这2天上山采点山货拿去卖呢，我想去找李奶奶商量一下，然后一起上山去采，你们看成不？行，爹，现在正好是农闲的时候，家家都有时间，你和李奶奶可以多叫几个人一起去。哎，好嘞。武大勇高高兴兴的走出去，解决了和贾翠花这一桩心事，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走路都能飘起来。等着武大勇一走，柳春年就和武明浩商量，现在爹和贾翠花婚事离了，但是小杨那边也得顾及一下他的情绪，你找时间和他聊聊。贾翠花再不好也是他的亲娘，现在小杨是恨他娘，虽然这么多年有小梅一直照顾着，那种感情和亲娘还是有区别的。万一小杨哪天又开始惦记他这个亲娘咋办呢？我知道，晚上我和他谈谈。武明浩和吴小阳虽然是同父异母，但是俩人相处起来没什么隔阂，和亲哥俩一样。现在贾翠花一回来，势必要对吴小阳的心理产生冲击。他现在也10岁了，
有自己的想法，肯定要好好聊聊。刚才他们拉着贾翠花去镇上离婚的时候，吴小阳就跟着吴小梅回了吴友善家。这会儿吴小阳正坐在吴小梅的房间里。小阳想什么呢？姐，我没想啥。要说不羡慕人家有娘疼的孩子是假话，谁不希望当娘怀里的那个宝贝疙瘩？但是这个娘一走7、8年，连影也看不见，根本就是不想的。小阳，你要是想见他，我们不会阻止的，但是他想回这家也是不可能了。吴小梅虽然不忍心说出这样的话，但是这是事实。我不要见他，我有姐有爹还有哥哥嫂子，已经够了。虽然家里人从来没在我面前说过贾翠花不好的话，但是我是懂的，村里人说的那些难听的话也不都是流言，最起码说贾翠花丢下我们跑了是事实，而今家里的情况好了，她又跑回来了。吴小梅听到吴小阳说的这些话，一时半会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小阳了。好了，小阳，别想那么多，开开心心的，一会儿吃了饭去上学。以前属吴小阳最活跃，今天一直是闷不出声。这里每个人都比他吃的咸盐多，都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就算他如何早熟，现在也不过是个10岁的孩子，还不会隐藏心事。小杨和你哥一起出去溜溜吧。好的，嫂子。吴小阳就跟着武明浩乖乖的出门了。武明浩和吴小阳来到了村口大树下，现在这里很安静，没有出来闲聊的村民。小杨，吴小阳还没等武明浩开口，就抢着说：哥，我没事的，我知道爹和那个女人离婚了，我也懂啥叫离婚，这些年有他没他都一样。吴小阳说完这些话，然后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我跟哥姐不是一个娘生的，之前很多人劝姐把我送人，说少一个拖累说亲的时候就好说一些，但是姐都没有这么做。他们后来又说等着哥回来了也会把我送人，但是你们都没有，还对我那么好。哥，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们怕我心里不得劲，我不会的。他心里是有对娘的幻想，但绝对不是贾翠花那种自私只为自己着想的娘。娘只是生了他，但是却弃而不养，跑的时候还把哥留在家里的一点生活费都偷跑了。但是这些姐都没和他说过，还是姐和哥后来说话的时候他偷听到的。他这个所谓的娘做的这些事简直不像是人做的。别人说啥也别信，到啥时候你都是我的兄弟，你都是武家人，没有人会丢下你的。将来哥还要看着你考大学、找工作、娶媳妇呢。听到这个弟弟说的这些话，武明浩知道自己没必要再和他讲什么大道理，但是他也知道这孩子表面看着欢乐，其实背负的包袱也不少。要不是今天这孩子自己说，他都不知道那些长舌妇居然会在一个孩子的面前嚼舌根。哥，我都10岁了，别总把我当小孩。行，我们回去吧。你不是想要那个什么连环画吗？你嫂子给你买了。真的呀？哥，快点走。吴小阳一下高兴了，催着武明浩就往家跑。很快到了柳春年生娃的日子了。柳春年从中午11点进产房，武明浩和张桂凤还有李奶奶他们正在紧张的等着，一直等到傍晚6点，紧跟传来2孩子的哭叫声，是双胞胎。大概1个小时以后，柳春年被推出了病房，一家人高兴的不得了。恭喜你们是龙凤胎，男孩5斤1两，女孩5斤2两，都很健康。闺女比小子还重，不都说小子压称会重一些吗？没错的。媳妇，你辛苦了，咱就这2个孩子了，以后再不生了。好，嫂子，告诉你个好消息，小梅现在有了。小梅，你检查了吗？汪大夫给号了脉，说是有了，他就非要拉着我到宾市来检查，我这不想着顺道来看看你，就过来了。省城的医疗水平不是好一点吗？他现在也是要有娃的人了，不得来和大舅哥炫耀一下呀。这大冷的天，你把小梅折腾到省城干啥？月份大点的时候再来就行。哥，没事，我这不正好来看嫂子吗？来检查一下行，没问题，不是心里也踏实吗？你们去的时候找张大夫，就说是汪寒川介绍的。对，我就是这意思，其实主要还是来看嫂子。哎呀，小梅也怀孕了，你们武家现在真的是喜事一个接着一个的来，这今年过年的时候就不是多俩，是多3个了。奶奶，说不定我们也是俩呢。今天是钱赛花和张志强结婚的日子，虽然老钱家老爹给闺女在镇上买了房子，但是结婚的时候肯定还要从家里走。闺女，今天是你和志强大喜的日子，你嫁过去了，可得好好过日子，你暴脾气好好收收，不能欺负人家志强。爹，你放心吧，志强对我那么好，我怎么会欺负他呢？好了，爹就先出去了，张家人来接亲了。钱赛花爹话说完就出去，张志强也走了走接亲。赛花，我来接你回我们老张家了，爹娘他们都在等着了，我们赶紧走吧。好的，我们现在走吧。钱赛花与张志强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买了糖，接下来就是亲朋好友吃酒席了。